大越国太子府。妹妹，你怎么这么傻？能嫁给太子是你一辈子的福气，你怎么能一杯毒酒就自尽了呢？好好的大喜日子，新娘居然饮酒自尽，这可是皇上亲自的婚事儿。自尽？鬼啊！闭嘴！叶芷云，大越国文博侯府的嫡大小姐，这桩亲事乃是皇帝亲赐，因为文博侯并不重视原主，所以皇帝认为背后没有一点势力的叶芷云成为太子妃是最好的人选。然而就在迎亲之时，叶芷静以关心的名义给叶芷云端来了一碗汤，也正是那碗汤让原主在跟太子拜堂之时暴毙当场。他这是穿越了？你没死，快叫太医！妹妹没死，她还活着。妹妹放心，姐姐知道你一直不喜欢太子，你今日自尽之事，我会向太子求情的。叶芷静话刚落，就被叶芷云毫不留情地扇了一巴掌。你居然敢打我！我乃文博侯府嫡出之女，你一个庶出，本小姐怎么不敢打？静儿，你没事吧？是我不好，我冲撞了妹妹，妹妹打我是应该的。你这个毒妇，在大婚之日饮鸩自尽，你是罪大恶极。静儿那么担心你，你不仅不知恩图报，还以怨报德。来人，任本太子将这个毒妇押入大牢。雨儿，叶小姐，今日是你与我儿的大婚之日，你竟闹了这么一出，便是免了你的死罪，也是要受牢狱之灾。但念在你将成为本宫的儿媳，本宫可以网开一面。既然你现在没什么大碍，就赶紧拜堂，免得误了吉时。太子非臣女中意之人，臣女要退婚。妹妹，你就是再不喜欢太子，也不能这般胡闹呀！叶芷云，别以为本宫对你宽仁，你就可以在这里胡言乱语。就算要退婚，也是本太子不要你，何时轮到你来指手画脚？在这婚堂之上，臣女才是太子殿下的未婚妻，可太子殿下对叶芷静比对臣女还要关心。既然太子殿下钟情姐姐，那便求娶姐姐就好了。臣女并非迂腐之人，怎会不成全你们？你母后、父皇，叶芷云在大婚之日饮鸩自尽，此乃抗旨不遵，藐视皇威，以下犯上，恕罪并起。儿臣提议将叶芷云关押大牢，听候发落。叶芷云，你可知罪？臣女有何罪？还敢嘴硬！来人，将他押下去。妹妹，你快认罪吧，我会在皇上与太子面前为你求情的，皇上宽宏大量，定会饶恕你的。求情？叶芷云，你在干什么？来人，还不快将他拿下！叶芷云一个旋身，转眼擒住士兵的脖子，狠狠一捏，那士兵顿时口吐鲜血，闷声倒地。杀人啦！叶芷云，本宫命令你即刻把刀放下。皇后，奉劝一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太子人头落地，对我来说不过是瞬间的事情。叶芷云，你胆大妄为，意图谋反，还以为能活着离开太子府？我不在乎。妹妹，我是你姐姐啊，别杀我！杀你？那就太便宜你了。说着，他手起刀落，在叶芷静脸上狠狠划了一刀。我的脸，不要！我向来有仇必报，叶芷静，你以前对我做过的那些事儿，从即刻起，我会加倍奉还给你。我不要！本王不过来迟了片刻，竟错过了这般有趣的事。战王莫尘渊，大越国的冷面战神，年仅10岁便进了军营，12岁上战场，15岁封军帅，17岁大战北蛮全胜而归，军功累累，位极弱冠，便被越帝破例封王。因他武艺过人，功不可没，就连皇上都拿他没有办法。莫尘渊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几具尸体，这是你一个人解决的？是又如何？今日是叶小姐大婚之日，何必这样大动干戈？是他们行动的手。放肆！战王，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他拿下！然而莫尘渊对越帝的话充耳未闻。叶小姐该知道，犯下这等事，你也逃不掉。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此话一出，莫尘渊嘴角勾起的笑容更甚，这时他才起了细细打量他的兴趣。既然太子殿下不愿娶叶小姐，那叶小姐，本王便带走了。放肆！战王，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战王，叶芷云当众行凶，罪不可恕，你这是要包庇他？是又如何？你是想反了不成？我大越皇室绝不允许出现这等荒唐之事。来人，把他们给朕抓起来！父皇当知，就是御林军来了，也不是本王的对手。你这个逆子，
当真以为朕拿你没有办法？父皇乃九五之尊，本王怎敢有此想法？莫尘渊无视月帝的怒气，抱着叶芷云转身，毫无顾忌地走向门口。莫清渊，今日你敢出这个门，朕定不饶你！父皇何必动怒？明日本王会将莫龙君军服奉上。莫龙君军服，一时激起千层浪。莫尘渊话刚落，顿时让昏堂的众人炸开了锅。战王这是要上交莫龙君军服？这难道是为了叶芷云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战王就是再荒唐，也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吧？莫龙军是莫尘渊亲手编制的军队，从一开始的1000余人扩建到如今的5万大军，5万莫龙军杀敌勇猛，在战场上莫龙军几乎无人能敌，所向披靡。就是这样一支军队，让月帝垂涎之余又日夜防备。他曾多次暗示莫尘渊上交兵符，却迟迟得不到答复。这次他居然主动将兵符交出来，月帝的怒气在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可以放我下来了吗？叶小姐莫不是要逃婚？什么鬼？逃什么婚啊？快放我下来，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哦，本王倒想看看叶小姐还有什么本事。叶小姐难道不知，从本王走出那道门开始，叶小姐便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流氓！我就是退婚，也是上过花轿，当过你嫂子的。战王此举若被百姓看到，就不怕败坏了战王府的名声？本王名声向来不好，再添一个又何妨？果然跟传闻说的一样，任性至极。战王殿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大红喜袍已披身，哪还有脱下的道理？现在就跟本王到战王府拜堂成亲。什么？王爷，这是本王今日成亲，请目。王爷居然要成亲了！太好了，平日里王爷身边别说是女人，连只母鸡都近不得身。王爷，您等着，属下马上让人准备起来。王爷，你这未免也太草率了吧？本王从不做草率之事。臣女好歹也是文博侯府的嫡出之女，就是不受宠，王爷要娶臣女也该3媒6聘吧？王爷这般与山匪抢亲有何区别？叶小姐说的有理。既然这样，那臣女就先回府，待王爷下了聘，择了吉日，再来迎臣女进府不迟。京城皇权就是个是非之地，他才不要留在这里。文博侯待原主不善，等他一走，他就离开京城，远走高飞。说完，叶芷云就想起身离开马车，然而就在这时，马车突然猛地晃动了一下，叶芷云猝不及防地摔进了莫尘渊的怀里，宽厚的胸膛似乎泛着炽热，叶芷云甚至还能听到他那有力的心跳声。本以为本王着急了，没想到叶小姐比本王还急。战王这般非礼臣女，就不觉得羞耻吗？请目，王妃放心，属下已经派人将聘礼送去文博侯府了。如今王妃已是王爷明媒正娶的妻子。你下好你的车！爱妃还是乖乖跟本王回去拜堂吧。谁是你爱妃？别乱叫，快放开我！在太子府上闹退婚，原想最坏的结果就是被关大牢。他若进了大牢，他有1万种方法从大牢逃脱，可碰上这么个粘人的王爷，一时间就没了法子。莫尘渊不好惹，他有种直觉，战王府定比大牢还要森严。别乱动！你叫我别动就别动，你不放开我，我偏要动。莫尘渊长眸一沉，猛地将叶芷云压在身下。爱妃淘气，本王倒不介意先洞房后拜堂。就在莫尘渊要吻上他的那一刻，叶芷云瞳孔忽而闪过一抹青光，转瞬即逝。被擒过头顶的小手忽而凭空挤出一把军事刀，朝莫尘渊手腕狠狠一划。你放我走，否则对你不客气。行刺本王乃是死罪。哼，你以为我会在乎？你当然在乎。叶小姐应该清楚，本王不是太子，太子会给你喘息的时间，本王不会。本王仁慈，给你2个选择，要么与本王成亲，要么本王不会再给你第2次机会。冰冷的眼神，不容置疑的语气，周身的杀戮让叶芷云不敢轻举妄动。他能感觉到莫尘渊绝对是言出必行的人，可是为什么她虽是文博侯之女，却不受宠，一点背景都没有？他为什么那么执着的要娶她？难道原主以前跟莫尘渊认识？可是无论他怎么回忆，都找不到再多跟莫尘渊有关的信息。我嫁就是几次反抗他都不是对手，既然斗不过，先把他稳住再说。更何况传闻他不是打仗伤了命根吗？有什么好怕的？来日方长。爱妃身子不好，本王抱你去拜堂。这人一会儿一个样，有病啊！
恭喜王爷，贺喜王爷！老奴祝王爷与王妃永结同心，白头偕老，夫唱妇随，琴瑟和鸣。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祝王爷与王妃永结同心，白头偕老，夫唱妇随，琴瑟和鸣。李伯，王爷跟王妃还没拜堂呢。哎呦，对，要先拜堂，老奴这是高兴糊涂了。王爷要拜堂了，该把新娘子放下来了。这样温柔的莫尘渊让叶芷云不禁怀疑，他跟刚刚威胁他的男人不是同一个人。一拜天地。两人齐齐拱手，朝天地鞠躬而拜。神奇的是，莫尘渊的眸中阴戾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虔诚。二拜高堂。两人齐齐转了个身，朝着没有人的高堂拜了一手。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然而莫尘渊抬手一扶，亲自拉起叶芷云的手，步向婚房。李福看着自家王爷这么紧张王妃，眼泪霎间就涌了出来。真是苍天有眼啊！平时王爷身边连只母苍蝇都没有，原以为他在有生之年都看不到王爷娶亲了，没想到去了一趟太子府，居然带回来一个这么大的惊喜。仓促点有什么关系？总归是找到了喜欢的人，这就足够了。王爷，能放我下来了吗？爱妃这般怕有不吉利啊。原来王爷也知今日成婚不吉利啊。无妨，既已拜堂，爱妃当知接下来本王要做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洞房了。等一下。还没喝交杯酒呢。既是良宵，岂能没有美酒作陪？王爷说是不是？爱妃说的极是。大手一挥，桌上一杯合卺酒转眼被他握在手中。叶芷云一惊，隔空取物。王爷，咱们不是应该要交？还没说完，叶芷云的唇猛地就被莫尘渊堵上。突然，莫尘渊感觉舌头猛地刺痛了一下，眼眸顿时泛起阴冷。这是你第二次伤了本王。你怎么现在才感觉到？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本王好心，却被爱妃当狼心狗肺。爱妃不该好好补偿本王？还不是你突然。你不会真的以为本王要对你做什么吧？太瘦了，本王提不起胃口。你待爱妃养好身子，本王再来与爱妃共度良宵。流氓！老爷，有什么事儿？战王府的人来了，还抬了好多聘礼过来。老爷，这要怎么办啊？战王妃有什么了不起的？等静儿进了太子府，那就是太子妃了。老爷，你不能就这样放过那个贱人啊！侯爷这话是什么意思？是看不起我战王府吗？统领大人见笑，那人口无遮拦，不会说话，还望大人恕罪。侯爷，别怪在下没有提醒。话就算不是从你口中说出，也是从你文博侯府里传出去，到时候战王要怪罪下来，谁也救不了你。是那人莽撞。来人啊，把柳姨娘送回去休息，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老爷，妾身犯了什么错？妾身说的是事实啊！静儿还等着您给她做主啊，老爷。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她拉下去！老爷，静儿怎么办？您不能不管静儿啊！让萧统领见笑了。侯爷客气了，在下今日来的目的，想必侯爷不会不知道吧？小女承蒙战王厚爱，是他的福气，客套的话就免了。战王竟然舍得花这么多聘礼，值了，真是值了。哟，微臣何德何能，竟得战王如此爱戴？日后战王若有什么吩咐，臣定当竭尽全力。侯爷别高兴得太早了，在下来府上除了送聘礼，还有另一个差事啊。萧统领请讲。如今叶小姐已经嫁入我们王府，从今日起，她便是战王妃。聘礼在下已经给侯爷送过来了，敢问侯爷给咱们王妃的嫁妆什么时候送过去？嫁妆？怎么，侯府嫁女连嫁妆都没有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呀。王妃娘娘此前不受太子爱戴，侯府免去嫁妆没人追求，那就罢了。可如今娘娘进了我们战王府，便是与咱们王爷平起平坐的存在。堂堂战王妃出嫁，怎么连一件嫁妆都没有？侯爷，你也是看不起战王府吗？哎呦，不，乔统领说的什么话呀？其实叶芷云，王妃娘娘的嫁妆早就准备好了，只因出嫁时发生了许多事，没来得及送出去。这样，萧统领这样奔波，怕是累了，请萧统领先行回府，稍后本侯就把嫁妆送去战王府，你看如何呀？如此甚好，
只不过待侯爷把嫁妆送去战王府，怕也是日落黄昏，扰了王爷与王妃的好事。那我明日一早就把嫁妆送去，绝不耽误王爷与王妃。侯爷，您可要记住，叶小姐如今是战王妃，嫁妆的牌面可不能小了。是。文伯侯心里窝着火，可明面上却不得不应承他的话。一个废物而已，居然还要他出嫁妆，他究竟是吃了什么狗屎运，才得到了战王的青睐？简直岂有此理，气死他了！他从前一直不待见这个女儿，如今他飞上枝头变凤凰，只怕日后不会轻易放过文伯侯府。看来只能盼着太子早些将静儿娶进太子府了。只要静儿成了太子妃，那未来就是大越国的皇后，他还怕区区一个战王不成？来人，老爷，派人到太子府，便说大小姐伤情严重，急需召太医医治。娘娘，您这怎么？我穿成这样，你有意见？奴婢不敢，是奴婢僭越了，娘娘恕罪。属下参见王妃，请问娘娘要去哪儿？什么？我去哪儿也要向你们汇报？娘娘恕罪，王妃担忧娘娘安危，所以命属下若见娘娘出府，定要向王爷禀报。我就是出府逛逛，京城乃天子脚下，能出什么事儿？王妃娘娘，可否让属下跟随左右，保护娘娘安全？到底是保护我，还是监视我？属下不敢。不敢就别拦我。叶芷云气势凛然，袖袍一挥就出了战王府。属下参见娘娘。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跟王爷进宫了吗？谁说本王进宫了？王爷昨日不是说要进宫奉上军服吗？差人送进宫便可，何须本王亲自走一趟？倒是爱妃，这般盛装是想去哪儿啊？王府无聊，想出府走走罢了。王爷呢？既是这样，正好本王要带爱妃去一个地方。你放我下来，我自己会走。爱妃身子不好，怎能伤筋动骨啊？他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为什么这块狗皮膏药怎么甩都甩不掉？婴儿，你来了。母妃，参见母妃。好孩子，你跟渊儿的事儿我都听说了，着实是委屈你了。好孩子，快来，今日正巧我做了可口的点心，快来吃些。小姐，你母妃怎么不早说，害我什么礼物都没带。爱妃能这般重视本王的母妃，本王甚是高兴。再怎么说她也是长辈好不好，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话说你母妃几岁了？看上去好年轻啊。我哪里年轻了？云儿嘴甜，惯挑些好话，让我听着了开心。母妃，儿臣说的都是实话。第一眼见母妃时，还以为是哪个未出阁的女子呢。你这孩子心地当真是好，怪不得渊儿要看上你。快趁热吃吧，凉了味道就不好了。真好吃，慢些吃，我做了许多，一会儿让渊儿烧一些回去，你想吃便吃。谢谢母妃。其实昨天到现在，叶芷云都没吃多少东西，满脑子都想着怎么逃跑出去。这般个吃法，想来爱妃的身子不出几日便能养好。要你管。云儿爱吃，便让她多吃些，总好过你每次来不是嫌点心太甜，就是嫌点心太淡，一点也不让我省心。还有，既然你娶了云儿，便对她好些。这孩子人好心肠好，你若辜负了她，我定不饶了你。慢些吃，你身子本就不好，若是噎出了毛病怎么办？云儿也真是，明知你身子不好，还要拉着你进宫，你怎么不给云儿看看？母妃教训的是，儿臣定会好好调理云儿的身子。渊儿，你在这儿好好陪着云儿啊！我看这也快到了午时了，母妃到菜园子摘些菜，给你们做午膳。母妃不用客气的，儿臣跟王爷回。母妃厨艺精湛，爱妃昨日就跟本王说想要尝尝，只是要劳烦母妃了。当真？那云儿等着，母妃今日定多做几个菜，让你一饱口福。莫成渊，你到底想干什么？爱妃可是觉得哪里不妥？你算你狠！爱妃是要去哪儿啊？去给我亲爱的王爷做午膳。甚好。小绿，娘娘有何吩咐？你来这王府多久了？回娘娘，奴婢10岁便来了王府，在王府当差3年了。那你知不知道王爷母妃的事儿？娘娘是想问安贵人的事儿吗？你知道？娘娘，您想问什么？比如说，安贵人怎么会住在冷宫里啊？还有，我听说皇上的妃子生了孩子便能晋升位分，怎么王爷的母妃位分这么低，
还只是个贵人。娘娘有所不知，其实王爷的母妃乃宫女出身，是因皇上年轻时喝醉了酒，迷糊之中与安贵人有了肌肤之亲，才做了皇上的妃子。因为是宫女出身，所以皇上才不待见安贵人吗？娘娘猜得不错，皇上醉酒之后，误以为安贵人趁着他醉酒勾引于他，一怒之下便要将安贵人处死。只是那时安贵人苦苦求情，又因容貌倾城，皇上究竟是动了恻隐之心，下令将安贵人终身囚禁冷宫之中。帝王果然是最无情的那个。那时安贵人还不是贵人，后来安贵人怀了龙胎，在冷宫生下王爷，皇上知道后才封了贵人，赐封号为安，只是也仅此而已。安贵人依旧不能迈出冷宫半步，就是当时还年幼的王爷，皇上也不曾去冷宫看过一眼，真是讽刺。赐封号为安，意思就是要安贵人安安分分，不许违逆嘛。也就是说，莫尘渊是在冷宫里长大的。嘘，娘娘，您怎么能直呼王爷的名讳呢？那有什么？咱们现在还明目张胆地讨论皇宫机密呢。娘娘，安贵人之事不仅奴婢知道，京城的百姓也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奴婢才敢大胆说出来。冷宫的日子清苦，王爷在那里生活了10年。10岁时，王爷便离开皇宫，进了军营，从此军功显赫。安贵人在冷宫里的日子才好过了些。冷宫里面阴气重，又只有安贵人一个人，就是没病也要被憋出病。这么说，你们家王爷还挺可怜的。娘娘，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奴婢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看起来挺高兴啊，因为娘娘总是一副冷清的模样，今日娘娘还是第一次与奴婢说这么多话。对了，娘娘，明日的回门礼，您想好要带什么了吗？回门一般要带些什么？李管家已经帮娘娘准备了金珠、冠花、彩缎、鹅蛋，还有用金银盛了蜜油。行了行了，既然礼服管家都准备好了，那就这些吧，不用再添什么了。添再多也是便宜了文伯侯。是，回门是不是还要在娘家住2天啊？那便看娘娘了。娘娘若想住便住，若不想，当日去当日回来也行。此言一出，叶芷云眉眼顿时亮了亮，说不定他可以借回门的机会逃离战王府。王爷见到本王，爱妃好像很惊讶呀。难不成王爷要跟我一起回门？当然，本王陪爱妃一同回门，才能彰显爱妃在战王府中的地位。爱妃难道不喜欢？喜欢个鬼！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打什么主意。王爷喜欢就好。他回来干什么？还嫌我文博侯府不够丢人吗？把他轰回去。可是战王也来了。你说什么？战王陪叶芷云陪战王妃回门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微臣拜见王爷，不知王爷恭候大驾，有失远迎，望王爷恕罪。今日乃爱妃回门之日，侯爷竟说不知道。不，微臣已经在府中备好了酒席，王爷快请。侯爷开口闭口就是本王，却未向本王的爱妃行礼，侯爷就这么不待见本王的爱妃？不，是微臣太高兴了，一时间忘了礼数。微臣拜见王妃。今日回门，本妃还以为文博侯府会热闹些，看来府中的人不怎么希望本妃回来啊。王妃娘娘说笑了，府中上下无人不盼着娘娘您回来啊。哦，叶芷静也盼着本妃回来，本妃可是把她的脸毁了，该是恨死本妃了吧？怎么会呢？您是静儿的嫡妹，她不过一个庶出，犯了事娘娘教训她也是应该的，怎么会对娘娘怀恨在心呢？如此甚好。以前叶芷静欺负她的时候，文伯侯不闻不问，没想到如今不过换了个身份，竟会是这样天差地别。王爷王妃，您看您都在门口站半天了，仔细累着，快府里请。爱妃请。王爷啊，您看这些菜可合您的口味，爱妃觉得如何？不错，本妃在侯府这10几年可从未吃过这么好的菜，何止是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她根本连看都没有看过。叶芷静见不得原主好，每日将她赶到猪圈与猪同食。看来爱妃从前在文博侯府过得并不好。不，王爷误会了，娘娘的意思是出嫁几日便开始想念家中的菜肴了。娘娘您说是不是啊？侯爷说的不错，本妃出嫁不过3天，就对娘家甚是想念，所以本妃决定在府上住上2天。怎么，王爷不同意？怎么会？
本王陪爱妃一起。不用，王爷，臣妾有许多体己话要跟侯爷说。王爷要是跟臣妾一同住下，恐是有许多不便。王爷不会这么不识趣吧？如此，便听爱妃的。侯爷的意思？当然没问题啊。那本妃的住处，该不会还是……微臣定让下人安排最好的院子给娘娘居住，请娘娘放心。你说什么？战王竟然在陪那个废物回门？那个废物在太子殿下勾引战王就算了，凭什么还能得到战王的青睐？听说叶芷云战王妃要在侯府住2天。什么战王妃？她也配？在我面前别给我提什么战王妃。是，她要住，那便让她住，看本小姐怎么让她有来无回。王爷，让侯爷在这里陪您解闷吧，臣妾到别处看看。爱妃可是无聊了？王爷与侯爷聊得甚欢，臣妾插不上话，不如到别处走走，免得扫了王爷与侯爷的兴致。微臣有一套文房墨宝，甚是稀贵，王爷不如移步书房，与微臣一同鉴赏。爱妃怕是累了，也罢，本王稍后还有事要处理，便在此与爱妃别过。明日一早，本王便会亲自来接爱妃。明日？爱妃不愿意？愿也，明日便明日，1晚上的时间足够他离开京城了。侯爷怎么了？是嗓子不舒服吗？要不要本妃给你请个太医来看看？娘娘，本侯劝你一句，即便你已经是战王妃，也别忘了本侯是你的亲生父亲。本侯养你10几年，你可不能转眼就忘了本侯对你的恩情啊！原主在文伯侯受了10几年的苦，文伯侯不闻不问就算了，还纵容叶芷静对他的虐待，现在居然要他念及什么养育之恩。听侯爷的意思，是希望本妃做什么？不管怎么说，本侯如今也算是战王的岳父，你平日在战王面前多提点本侯便行，一切要以平伯侯府的利益为重，这对你来说并不难，不过几句话的事。跪下！你听不到我刚刚说的话吗？别以为你嫁进了战王府，就真当自己是皇亲国戚了。文伯侯见本妃拒不行礼，以下犯上，出口不逊，更威胁本妃，如此大逆不道，本妃若是不惩罚，实在是天理难容。侯爷，本妃说的是不是？你，侯爷，本妃不太懂律法，侯爷你说，你这样的罪，本妃要怎么惩罚才合理？你还真敢！跪下！侯爷方才说的话，本妃都记住了。侯爷放心，本妃绝对会在王爷面前多多提点你的。只不过侯爷也要消受得起才是。以前侯爷怎么对本妃，本妃以后就怎么孝敬侯爷。毕竟再如何，你也是本妃的爹呀。本妃绝对是知恩图报之人，他竟然就这么被一个废物给唬住了。叶芷云，你给我站住！侯爷，还有什么事吗？没有。来人，带王妃下去，好生歇息。王爷，皇上请您进宫一趟。不去。是。王爷，王妃娘娘的事，属下查到了一些。一些？如传闻那般，王妃在文伯侯府时便软弱无能，胆小无比，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文伯侯此前对王妃并不重视，所以府里的人动辄对他打骂，其中有不少都是叶芷静受益。青木每说一句，莫尘渊眸中的阴戾就更胜一层。叶芷静嫉妒王妃嫡出之位，欺压之时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这些事情都很好的被隐藏在侯府之内，期间王妃更是从没有反抗过。除了这些，属下便再查不到其他。王妃身手了得，但她不管怎么查，都查不出王妃这些武功是从哪里学的。有趣啊！王爷，今晚需要属下去盯着王妃吗？今晚她若有所动作，将这个交给她便可。是。小绿，你下去休息吧，我自己一个人可以了。娘娘您说什么呢？王爷可特意交代过，要奴婢好好守着娘娘，就怕娘娘在这里过得不舒服。你不会还要守夜吧？自然是要的。可是奴婢哪里伺候的不好？不是，我睡觉的时候不喜欢旁人在旁边守着。你下去吧。待到夜半3更，他轻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屋外一片寂静，没有人守着门口，也没有侍卫3步1岗，更连看着他的人都没有。然而当他轻悄悄地把门打开后，属下参见王妃。西莫，你是要吓死我吗？娘娘恕罪。莫尘渊派你来监视我？不是，王爷派属下来给娘娘送些东西。什么东西啊？上面只写着一句话：爱妃出逃之罪将由小绿承担，望爱妃三思而后行。你们家王爷应该知道我是不受威胁的人。是，王爷嘱咐由娘娘自行做主便可。可是想到小绿这3天尽心尽力的伺候，
我不过出来散散步。你们王爷还真会往我头上扣帽子，这个罪本妃不认。逃走不成，叶芷云也不想回去睡觉，心情不好，一边走一边踢踏着脚边的石纸。忽然咣当一声，一丝铁链拉扯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这里原本是一间柴房，是原主曾经居住的地方。柴房里还有人，是谁？徐娘，小姐，小姐呀，小姐，你可还安好？你可还安好啊？我还好，徐娘，我一切都好。原来这位被锁着的是原主在文博侯府时贴身伺候她的嬷嬷。徐嬷嬷是原主母亲的陪嫁丫鬟，原主的母亲死后，徐嬷嬷便尽心尽力的去照顾原主。徐娘，你放心，以后我都不会再让你受苦了。小姐，你快走吧，等下他们来人了，你又要受苦了。我一把年纪，死了就死了，不要紧的。小姐，你快走。徐娘，你怕是不知道，我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小姐了，我嫁给了战王，现在是大越堂堂的战王妃，他们怎么还敢动我？战王生性暴力残忍无比，小姐您怎么能嫁给战王？是不是他们逼你的？小姐，您逃吧，逃得越远越好。不是，我是自愿的。战王很好，并没有传闻中说的那样可怕。怎么会？小姐您，徐娘，我方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苦了。徐娘，走吧，我先带你去休息。小姐，老奴是在做梦吗？他被囚禁太久了，从来没有想过能活着走出这间牢笼。别乱动，如今你该好好休息才是。老奴僭越，王爷与王妃在此，却未能行礼，望娘娘与王爷恕罪。无妨，你既是爱妃的养母，一切听从爱妃的命令即可。多谢王爷王妃厚爱，老奴感激不尽。徐娘，你这样的身子断不能再待在文博侯府了，随我去战王府吧，我召太医为你诊治。老奴有生之年还能再次伺候娘娘，是老奴的福气。日后娘娘就是要老奴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王爷王妃，文博侯恕大小姐拜见。他来干什么？难道还要来欺负娘娘吗？他就不能放过娘娘吗？徐娘，你别激动了，娘娘让他走，他又要来欺负你了。让他进来。徐娘放心，王爷在此，叶芷静就是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乱来。既然他自己找上门，且看我怎么教训他。小女叶芷静见过王爷，见过王妃。你来干什么？听闻妹妹身子不好，姐姐特意熬了上好的参汤，端来给妹妹补补身子。又是参汤？本妃大婚当天也是你端来一碗参汤，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就是他那一碗参汤，害得原主暴毙昏堂。妹妹想说什么？姐姐有些不明白妹妹的意思。不明白？那本妃就让你明白明白。你在干什么呀？啊！你竟敢！被参汤烫得连连后退的叶芷静一个踉跄，猛地摔到了地上。王爷，臣女并没有做错什么呀。妹妹她为什么要这么对臣女？王爷，您要为臣女做主啊！本妃何时与你换本妃为妹妹？不过是妾生的罢了，竟敢与本妃以姐妹相称，真是好大的脸面。王爷，王妃娘娘肯定是有什么误会臣女了，王爷明察，还臣女一个公道呀！真是聒噪。叶芷静以下犯上，不懂尊卑，干扰了王爷清静，来人压下去，堵住他的嘴，杖罚50大板，以儆效尤。放开我！住手！妾身柳氏见过王爷，见过王妃，妾身自知身份卑微，不该出现在王爷面前，但今日王妃行事实在鲁莽至极，妾身不得不现身，来为静儿讨一个公道。柳姨娘当真是勇气可嘉，也罢，本妃就给柳姨娘一个机会，你想在王爷面前讨什么公道，尽管说来，只不过王爷会不会听，就看你们的造化了。娘娘身为战王妃，心思歹毒，手段残忍，不分青红皂白，便要对血亲姐妹用刑，这等蛇蝎心肠，不仅有违女德，更是有损战王府的名誉。王妃娘娘此番作为，实在德不配位，妾身斗胆认为娘娘根本不配成为战王妃，望战王秉公处置，
不要被娘娘假仁假义的表面蒙蔽了双眼。张嘴！娘，王爷，不是我们的错，都是娘娘她一定是在王爷面前说了什么，才让王爷这般误会我们。王爷，娘娘如今乃战王府正妃，岂容你随意智慧？王爷这般，还有王法吗？长。说起来，本妃还有些东西在柳姨娘那里没有拿回来。柳姨娘既然来了，不如把本妃的东西也一并还了吧。别以为娘娘当了战王妃就可以污蔑妾身，妾身根本没有欠娘娘什么东西，是吗？叶芷云秀眸微沉，本妃倒是听闻柳姨娘将我娘留给本妃的嫁妆尽数占为了己有。你在说什么？妾身听不懂。不懂？柳姨娘是不承认吗？你娘生你的时候难产而死，你怎么知道她留了嫁妆？难道娘娘如今飞上枝头当了凤凰，就可以这样污蔑妾身吗？这不是污蔑，老奴当年随夫人嫁进文博侯府，老奴可以作证。夫人死后，府中忙着办丧，刚出世的小姐更是无依无靠，你便趁机霸占了夫人的嫁妆，直至今日都没有想过要归还。若你还不肯承认，可待老奴修书一封到夫人娘家，让当年负责置办嫁妆的人来作证。贱奴，你给我闭嘴！还有，娘娘本就是文博侯府的嫡出小姐，什么飞上枝头当凤凰，娘娘地位本就一直在你之上，岂是你一个妾室能够媲美的？你闭嘴！本来本妃想着，若柳姨娘识趣儿，将嫁妆还回来也就罢了，全当柳姨娘是在替本妃保管。既然不认，那就当你们偷了本妃的东西。如此一来，王爷，本妃的东西便是王爷的东西，柳姨娘此举算是觊觎王爷之物了。王爷，您说该如何处置才是？叶芷云，王妃的名讳岂是你能叫的？爱妃想如何处置？偷东西可不是什么好风气，更别说是偷王爷的东西了。便将这二人的双手剁去，再将两人悬挂于城门，警戒众人，以儆效尤。爱妃主意不错。王爷饶命，妾身知错了，不要啊！我不要被剁手，娘，救我娘！妾身还，妾身知道错了，妾身会将娘娘的嫁妆都还给娘娘。王爷饶命，饶命啊！明日本妃会派人来将属于本妃的东西尽数拿回来。柳姨娘应该知道要怎么做。知道，妾身知道。别找了，侯爷已经被王爷下令审问了，一时半会儿救不了你们。更何况就是侯爷在也无济于事，明白吗？多谢王爷。谢什么？谢王爷方才那般纵容臣妾。爱妃要如何报答本王？爱妃说的谢，不会只有嘴上说说吧？王爷，你先放开臣妾，市里还有人在。没人在便可以了吗？你记住，你是本王的正妃，即便再生气，也莫要自己动手，弄疼了，本王心疼。王爷，时候不早了，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回府？爱妃是害羞了？王爷帮了臣妾，臣妾感激不尽。王爷想臣妾做什么，尽管吩咐，但请王爷可不可以不要这般戏弄臣妾？很好，必须要是臣妾能力范围之内的。相信王爷一言九鼎，定不会强人所难。自然，爱妃起得晚，又忙忘了许多事，想必是饿了。本王刚巧未吃，爱妃同本王一起。就这样？不然爱妃以为……没有，王爷想吃什么，臣妾都陪您吃。王爷想说什么？传闻文博侯府狄大小姐软弱无能，胆小如鼠，如今看来是传闻有误。在我看来，王爷也不是如传闻那般难相处啊。不过有一事，本王不明。什么？爱妃在文博侯府忍辱负重那么多年，为何会在大婚当日突然不装了？王爷既然已经知道了，其他的也不需要臣妾多说才是。臣妾娘亲去世的早，文博侯待臣妾不好，又有庶姐欺压，臣妾在文博侯府过得如履薄冰。若没有些防身的本事，臣妾怕早已命丧黄泉，哪里还能见到王爷？王爷不信？何以见得？爱妃不喜太子？除了大婚那日，之前从未见过。谈何喜欢？方才都是王爷问臣妾，现在该轮到臣妾问王爷了。臣妾与王爷此前素未谋面，王爷为何要娶臣妾？还是在臣妾与太子成婚那日？爱妃觉得本王是为什么？王爷不肯说便罢了。莫尘渊也没有再说话。老奴不负娘娘所望，将夫人当年留给娘娘的嫁妆尽数要了回来，一分都没有少，请娘娘过目。小绿，快扶徐嬷嬷下去休息。
老奴不打紧，娘娘莫要为老奴费心。那可不行，以后我还指望着徐娘伺候呢。快让小绿扶您去休息吧，忙活了这么半天，想必也饿了。我让厨房做些好入口的膳食给徐娘端去。多谢娘娘，得娘娘如此爱戴，老奴此生无憾了。徐嬷嬷，请跟奴婢来。系统给的那发子弹，难不成是就徐嬷嬷赠的？仔细想来，除了徐嬷嬷，她确实没做什么好事儿。有了子弹，她的狙击枪才有用武之地，她的安全也多了一层保障。秦牧，属下在。本王该用什么借口让王妃帮忙？方才说有件事需要叶芷云去做，完全是她临时胡诌的。不这样，那个女人就像躲瘟神一般防着她。王爷，敢问您希望王妃做什么呀？王爷，待王妃来了，您就以不喜外人近身为由，让王妃帮您收拾书房。如此一来啊，以后每一日，王爷都可以与王妃单独相处。有王爷您在，既不会让王妃费神，也不会让王妃费力。您看如何？看着凌乱不堪的书房，莫尘渊唇角缓缓勾起。你做的不错。王爷想让臣妾做什么？爱妃聪明，想必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本王正在找一本书，却无论如何都找不着。王妃心思细腻，想必能帮上本王的忙。请问王爷要找的是什么书？书本未有名字，乃本王亲自撰写。时日太久，本王也忘记放哪里去了。本王还有许多事未处理，倒被这事耽搁了。王爷尽管忙自己的事儿去，找书的事情便交给臣妾。莫尘渊唇角微勾，缓缓坐在桌案前，看着那抹忙碌的身影，又心生一计。爱妃，什么？可否先帮本王磨墨？可以。那修了单扣的小指轻握起墨条，沾了丝水，便有条不紊地磨了起来。那抹女子香飘然，莫尘渊心中悸动，长眸落在她的青葱玉指上，心情颇好，认真的神情让莫尘渊看得有些入迷。爱妃，3月25乃是春寿，届时还需爱妃随本王一同前去。好。听闻爱妃从未去过春寿，王爷何须戳臣妾的痛处？从前就是臣妾想去，也去不得。无妨，爱妃想去，本王便陪爱妃去。整整一天，叶芷云跟莫尘渊都窝在书房里。王爷，您要找的那本书究竟长什么样子啊？那本书找不着便罢了，来去不是什么要紧之物。好。不过爱妃的墨磨得甚好，以后爱妃每日来本王书房一趟，替本王磨墨。每日？爱妃不愿意，经青木审问，文伯侯指使爱妃离开本王一事，似乎……当然愿意，不过是磨墨而已，能伺候王爷是臣妾的福气。哼，甚好。小气鬼，居然拿这些事儿来威胁他。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刺客？皇上，老奴已经派人去查了。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行刺，怕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务必给朕查个水落石出。是，怎么样，没受伤吧？小伤。快，派全太医过来看看。不必，本王累了，先行告退。见他态度傲慢，老皇帝眉头忍不住蹙起，神情极为不悦。太医怎么还不来？你这里有没有止血的药？我先给你上点，等太医来，黄花菜都要凉了。虽然是小伤，可不及时处理也会失血过多的。既然有药，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爱妃没问啊。平时这么爱使唤人，关键时刻怎么不使唤了？可能会有点痛，你稍微忍着点儿，很快就好了。爱妃是不是有什么话该与本王说啊？爱妃，王爷都说了，那是臣妾的秘密。在本王面前，爱妃不需要保守秘密。在王爷面前已经不是秘密了，不是吗？就如王爷所见到的那般，还需要臣妾说什么？爱妃知道该与本王说什么。这叶芷云为难的拧起眉头，不是他不说，而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说了，莫尘渊也不信啊。本王对爱妃的情谊，在爱妃眼中，便是这般不值得信任。好了好了，我说就是了。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不过我也有条件。好。第一，此时此刻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要保密，包括你的母妃跟所有亲密的人。知道我这个秘密的人，只能是你跟我。甚好。第二，不管你听到了什么，你都要保证，不许把我当作怪胎，不能将我囚禁起来。你可以利用我，但是不可以拿我做实验来折磨我。本王保证。第三，没有第三了，暂时还没有想到其他的。所以，爱妃可以说了吗？其实我并非是这个时代的人，我是来自未来。你不信？
本王信。那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见过王妃凭空拿出一把武器，又凭空消失，本王还有什么可惊讶的？你说的也有道理。只见叶芷云抱着那把差不多有半人高的狙击枪，这叫狙击枪，射程足有2000多米，其威力想必王爷刚才已经见识过了。凡中他一枪，绝对再无生还的可能，比这个时代任何的武器都要先进。2000多米，也就是你们说的4里左右。这是我所在的那个世界的产物，我身上绑定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有我才能看得见，所以对于你们来说，这把枪就像是我凭空变出来的一般。不过这枪现在没用。为何？因为没有子弹，唯一的一发子弹被我刚才用掉了。子弹？就是这把枪发射的弹药，大概这么长左右，装在枪膛上，当我扣动扳机时，枪就会把子弹射出去。原来如此，爱妃方才说爱妃来自未来。是啊，就在我跟太子大婚当天，我的灵魂附在了这具身体之上，所以你明白吗？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虽然我以前的名字也叫叶芷云，可却不是什么文博侯府的嫡小姐。既然你附在了她身上，那她何在？死了。大婚当天，叶芷敬一碗毒汤送了原主去黄泉，而她在现代刚好身死，灵魂占据了这副身体。所以在大婚当天，你才对他们怀有这么大的恨意。我也很无奈的好吗？突然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所谓的姐姐要害死我，太子明明是我的未婚夫，却视我如废物。我一睁眼就说要把我关进大牢，我不反抗难道等死啊？幸好当日他去了，否则这辈子岂不是要错过他？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为何这样看着本王？你认识的那个叶芷云已经死了，我不是他，所以不管以前你们发生过什么，那都不是我，你明白吗？本王与文博侯府嫡小姐从未有交集，爱妃为何会这样想？你不认识他，那为什么一见到我就说要跟我拜堂？我又没见过你。爱妃相信一见钟情吗？别跟我说你对我一见钟情，这副身体一开始什么样他最清楚，瘦得跟个竹竿似的，面容又不好看，莫尘渊凭什么喜欢他？有何不可？我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本王也不相信，直到见到你。王爷，这是不可能的。为何？我们生活在2个不同的时代，生活习惯不同，习俗也不同，不可能会走在一起。为何？因为你是王爷。与这何干？当然有关系，你是王爷，就算你娶了我，你还可以纳侧妃，还可以纳妾，但是在我们那个世界，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重婚可是犯法的。这下你明白了，我从小就活在那样的世界中，我不可能接受我的丈夫爱上其他女人，更不能接受我的丈夫纳妾。像王爷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妻子，不是吗？当真令本王好生羡慕。本王想要的，与爱妃所描述的如出一辙。啥？本王今世得爱妻一人足矣，从此一生一世一双人，长相厮守，白头到老。王爷，能不能先将我放开？有点喘不过气。所以，爱妃无需顾虑。你说一生一世一双人，就一生一世一双人啊？上到皇上，下到官宦大臣，哪个府里不是3妻4妾？我若没了解错的话，王爷今年才是弱冠之年吧？怎么保证以后都不纳妾？本王发誓。发誓就像街边的大白菜，不值钱。而且我认识你才10天，根本不了解你。要不是因为你抢亲，我根本不可能嫁给你。你难道对本王一点感情都没有？也不能说没有，只不过按我那个世界的正常流程，咱们应该先认识认识，了解了解对方，然后待彼此有了好感，再互相交往，待感情稳定之后，再成亲生子。然而现在，我还没有体验过被男孩子追求是什么感觉，就已经一步到位，直接成亲了。你想本王追求你啊？不是你，也可以是其他人啊。话音刚落，马车内的气压顿时骤降，叶芷云脑袋一怂，你看这就生气了。你想要对付我，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我根本没得选，不是吗？不管是纳妾还是别的什么事儿。很好。离开了，不管他了。娘娘，王爷方才吩咐您该休息了，帐篷搭好了。小绿点头。本王做了早膳，爱妃既然起了，该趁热吃才是。等等，昨晚我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事情？爱妃说的什么？那个秘密，还是要本王追求爱妃的事？我真的说了。是的。本王昨晚想了一宿，觉得爱妃一番话
不无道理。什么话？爱妃与本王从相识到现在不过才10日，确实不够了解对方，所以应爱妃要求，本王从今日起开始追求爱妃。不，那其实是爱妃，是我胡诌的，王爷千万别当真，简直羞死人了。在此期间，爱妃愿意什么时候接受本王，便什么时候接受。只不过，爱妃若敢移情别恋，本王便将爱妃的手脚砍断，求于本王身边，永远。所以，爱妃莫要辜负本王一片心意啊！王爷这是在威胁我呀？爱妃言重了。除去此，爱妃在本王身边有绝对的自由，本王所拥有的，爱妃同样也可以拥有，甚至战王府的一切，本王都可以拱手让给爱妃。太夸张了！别急，一次不成，还有2次。早在此前，娘便约了无天阁的人接头，带娘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一定要让他们取了那个贱人的性命，否则女儿永远都会寄人篱下的。放心，你只管交给娘亲，你现在要做的是稳住太子的心。太子钟情于你，你便好好利用这一点。是，女儿知道的，女儿现在就去。吵醒爱妃了？废话，他半夜偷溜进来，到底想干什么？今日去了何处？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决定明日一早到北辰贫民区施粥去。为何呀？子弹啊！我先前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做一件好事，系统便会生产1颗子弹。我那把狙击枪，你还记得？记得。明天周鹏100，那子弹肯定蹭蹭蹭的一直生产。到时候我还怕没子弹用吗？以后谁要是欺负你，告诉我，我让你再欣赏一下狙击枪的威力。爱妃要保护本王？怎么小看我？不敢，那便有劳爱妃了。你抱得太紧了，我有点热。爱妃最好别动，本王的定性未必如想象般的好。王爷，娘娘对那民还不够了解，如此贸然，只怕一颗赤诚之心会付诸东流啊！带兵前去维持秩序，违者杀无赦。是。看，开始了，有子弹了。施粥本王一事功不可没，爱妃可想好了要怎么报答本王？本王现在就让人回府拨引子。你别捣乱，这事儿谁也别想插手，要不然就不是他做的好事了。好。也就是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难民聚集了过来，像饿了几年的蝗虫一般蜂拥而至。战王妃宅心仁厚，体恤民情，特在此布棚施粥，人人有份，不得哄抢。若有违者，传战王令，杀无赦。声音洪亮，传彻整个贫民区。可这些难民就像是听不到一般，直接冲向拦路的府兵。战王府府兵举起长矛，转眼将冲在第一的几个难民就地格杀。他们只是些难民，本王非良善之人。我也不是，他哪里有空说莫尘渊呢？他来施粥也不过是为了凑子弹。王爷，听小绿说莫龙军是您一手创建的，就这样交上去舍得吗？爱妃觉得呢？反正我是舍不得。好啊，待本王要回来，便送给爱妃护身。王爷别开玩笑，这军服握在手上，他还嫌烫手呢。再说，你怎么知道皇上就一定会把莫龙军军服还给你啊？若不还，那就再建一支送给爱妃。油嘴滑舌。哼，莫龙军不过是本王的一个筹码罢了，他还与不还，与本王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从弱小到强大，从来不是一气呵成。沉淀了数年的莫龙军，谁有本事去驾驭，哪便去驾驭。他既然敢放手，又怎会留恋？筹码，照莫尘渊这么说，其实他本来是想用莫龙军跟月帝交换什么东西。莫尘渊最在乎的是什么？冷宫里的安贵人。他原是想救他的母妃啊，这怎么可能没有变化？他失去了筹码，安贵人就要一直待在冷宫里了。想到这里，叶芷云眼眶突然就红了。一个筹码没了，还有另一个筹码。本王能建出第一支莫龙军，便能创建第2支、第3支。爱妃又何必在此伤感？我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何要用在我身上？云儿不是知道吗？为何还要问？可是本王表达的不够清晰，爱妃小心些。我饿了。是本王疏忽，爱妃想吃什么，本王给你做。不如我给王爷做吧。好啊。走，咱们先去猎些新鲜的东西。你看着我干什么？好。青木跟小绿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看他们家王爷跟王妃多般配呀！瞧这恩爱的势头，不久之后世子爷就该出世了吧？太子府的营帐中，
太子殿下，属下听到了一些消息，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消息？太子殿下，皇上似乎有意将墨龙军军服还给战王殿下。你说什么？战王殿下与战王妃从皇帐出来后，属下特意跟踪了片刻，亲耳听到两人如此讨论。父皇他究竟在想什么？墨龙军军服他不是一直都想要吗？如今墨尘渊把他上交了，他竟然又想着把他还回去。以前墨龙军在墨尘渊手上的时候，不仅只有父皇害怕，他也怕。他虽为太子，可父皇除了给他一个太子的名头，什么权利都没有给他，没有兵权，也没有实职，就连姻亲选择的都是毫不受宠，被文伯侯视为弃子的叶芷云。他这个太子看似风光，却没有一天是不过的小心翼翼的。墨尘渊如此叛逆，如此不顾尊卑，父皇竟然还想着把墨龙军军服交还给他，那他这个太子岂不是输得一败涂地？他究竟是哪里做得不好？他哪里不如墨尘渊了？太子殿下，您得想办法让皇上把墨龙军交给您才是啊！哼，想办法？本太子能有什么办法？他就是做的再多，也抵不上墨尘渊对父皇的一句话。人人都知道墨尘渊是父皇最不喜的儿子，可不管是他还是墨尘曦，都看得出来，满朝之中，父皇只有在对待墨尘渊时才最为宽容。此事切莫声张，墨龙军军服一时半会儿丢不掉，但若走漏了风声，其他人绝对不会放过这块肥肉。比如表面上一直温柔如玉的墨尘曦，又比如10天半个月都不露一次面的混世小魔王墨尘轩。不行，这事儿他还是要去找母后商量一下。王爷，你给我配个侍卫吧，照他这样一天睡10几个小时不带醒的，什么时候被人要了命都不知道。你把青木给我吧。在外面驾车的青木听到这话，差点没摔下去。他跟在王爷身边好多年了，王爷不会就这样把他给抛弃了吧？本王给爱妃配个更好的。我看青木就不错，你不舍得就不舍得，说什么给我配个更好的？墨尘渊好笑了一声，大手轻抚过他的脸颊，有一下没一下的捏着。叶芷云闭着眼睛的脸微微泛红，觉得他大手扰人的很，却偏偏没有抬手拂开。罢了，也没有多难受，由他去吧。春首之际，叶芷静跟柳姨娘齐齐被罚，温伯侯被禁足在家，整个府邸似乎都蒙上了一层怨气。叶芷静自猎场回来之后便没多少气息了，只不过叶芷云没有发话，战王府的人便用药把他的命吊着，硬是让他苟活了下来。只不过那双腿不休个1年半载，怕是站不起来了。柳姨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声音被青木割断，就是伤口愈合了，也难以再发出声音。文伯侯知道柳姨娘连累的他不能上朝后，对柳姨娘与叶芷静的生死不闻不误。娘娘，这是太子送来的天蚕锦，还有皇上赏的红珊瑚，请过目。这么神奇的东西，竟然只是块布料。娘娘，此锦乃冰蚕丝所制，冬时暖，夏时凉。若以它制衣穿在身上只需薄薄的一层，便可抗暑御寒，乃天下珍品。怪不得墨尘渊让太子交出来的时候，太子的脸色就跟吃了只死苍蝇一样。这几天娘娘对送来的东西都不满意，这会儿总算是找件她喜欢的了。娘娘，王爷说了，天蚕锦一到，便请上京最好的绣娘来给娘娘制作锦服。这会儿绣娘已经候在门外，老奴这便请她进来为娘娘量身。不必了，把这批天蚕锦按母妃的身段织2套衣裳送进宫去，让母妃穿。冷宫一饥寒，这天蚕锦送给母妃穿再合适不过，就是酷暑之日，母妃下地时也能清凉些。此话方落，礼服管家心头一暖，忽而有些哽咽。是娘娘，不就是几张请帖吗？瞧你高兴的。自从猎场回来，叶芷云收到的请帖一天比一天多。娘娘，奴婢已经把请帖筛选过了，您看看这几张合不合您的心意？若合心意，出去转转也无妨。您看您天天待在府里都要发霉了。而且这几日王爷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窝在书房，只有用膳的时候才会来找娘娘。好，都有什么帖子？你说。傅府家的宫小姐发来的请帖，说是4月10日在府中摆了百花宴，特邀她去参宴。这百花宴可不是什么赏花宴，花宴中的花指的是京城各大家的闺中小姐。这些千金小姐会在百花宴中展示才艺，或文或武，或作画或作诗，争相斗艳。展示才艺给谁看？当然是去赴宴的众多大家公子了。而且这帖上还清楚地表明，怀王殿下也会到场。京城多少女子争破头也想嫁入皇家，怀王殿下的名号一落，就怕吸引了京城大部分的千金小姐。这请帖怎么了？娘娘，之前京城盛传王爷性格暴戾，
曾将一女子的双手砍下来，您可听过？听过，就是宫小姐。只不过她给我发请帖做什么？不知道，娘娘还是别去的好。当年宫小姐被宫少府引荐给王爷，不过才碰了王爷一个衣角，王爷便眼都不眨的将她的双手砍了下来。那之后，宫小姐可是好长一段时间郁结不振呢。怕我去了刺激她了。宫小姐因王爷失去了双手，她心里定是恨王爷的。可是王爷位高权重，宫小姐没有办法近身，但娘娘就不一样了。奴婢是怕她对娘娘不利。变聪明了吗？娘娘就别去向奴婢了。你说的其实没错，被莫尘渊砍了双手，还给我发请帖，不是他宽仁大量，就肯定是有什么目的。堂堂宫家嫡小姐没了双手，不仅成了废物，在这个时代还会被歧视为怪胎。他的这一生就这么被莫尘渊给毁了。如果说他心里不恨，叶芷云是不信的，又不是真的活菩萨在世啊。百花宴听起来倒是挺好玩的。娘娘，您要去吗？当然，有什么问题吗？可是，娘娘，那么多请帖您都退了，为什么偏偏要去宫小姐的百花宴呢？万一宫小姐要对娘娘做什么，娘娘可就危险了。我一个四肢健全的人，要怕一个没了双手的千金小姐吗？说出去，我的面子还要不要？可是，更何况，谁让这是莫尘渊欠下的情债？这张请帖摆明了是冲他来的。身为战王妃，哪有不出面的道理？本王可从未欠什么情债。高大的身形将他完全笼罩，大手堪堪撑住贵妃榻，将叶芷云禁锢在怀中。莫尘渊，你又发什么疯？亲你。等一下，请帖，你看看这请帖，你情人送来的。然而下一秒，本王再给爱妃一次机会，重说一遍。陈词的声音透着一丝戾气，叶芷云心底微颤。小绿见到这样的场景，早就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宫小姐送来了请帖。宫小姐？谁？宫小姐，被你砍了双手的那个。爱妃将她视作本王的情人？我就是开个玩笑。云儿无需与本王开这样的玩笑，本王只对云儿一人动了心。知道了。爱妃是有意试探本王？没有。哦，王爷，你怎么突然来了？这几天不是在忙吗？这还没到用膳的时候呢。忙本王便不能来。叶芷云欲哭无泪。不是啊，他怎么说什么都不对啊？见他手足无措的模样，罢了。这般可怜兮兮的模样，倒是让他不忍再捉弄下去了。听刘伯说，你将天蚕锦送给母妃了，怎么样？是不是被我的举动感动到了？迫不及待的要来感谢我？是。莫尘渊直截了当的承认，那神情转眼又变得意有所指。叶芷云顿时贼不起来了，抬手就将嘴巴捂住。爱妃便这般抵触本王？废话，一旦失手，以莫尘渊这样霸道的性格，绝逼是全雷打。两人就这么靠睡在贵妃榻上，叶芷云微微脸红，本想将他推开，却又意外的有些贪恋，小手不安分的紧着榻沿，终究是没有勇气附上他的宽背。4月10日，宫小姐请我去百花宴，我打算去看看。本王陪你。你去的话，各家千金怕是连说话都不敢了。云儿，不许本王去。你总不能一天24小时都跟着我吧？我也想要有些独立的空间嘛。好，谢谢王爷。上次本王说给爱妃配一名侍卫，本王想好了。谁？进来。属下萧明，乃战王府侍卫统领，见过王妃娘娘。王爷说以后你就是我的贴身侍卫了，辛苦你了。能保护王妃是属下的荣幸。萧明武功了得，战王府所有侍卫都是他一手调教，比之青木更过犹不及。放心，我不跟你抢青木。娘娘有所不知，王爷为挑选合适的人选保护娘娘，陈寿回来后便在侍卫间进行了严格的筛选，所以并非是王爷舍不得把青木赐予娘娘。如何？可是很感动，要迫不及待的感谢本王？没有，你其实不必这样为我费心。只要事关爱妃，大事小事，本王都要给爱妃最好的。叶芷云抿唇，心脏又开始隐隐悸动。他始终想不明白，莫尘渊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所谓的一见钟情真的存在？他怀疑，可又渐渐的想要去相信。小绿姐姐，原来是小红啊！难得小绿姐姐还记得我，怎么会不记得？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姐姐，娘娘近日出府，可否带上妹妹？你出府有事儿？我就是想跟姐姐一样伺候在娘娘身边。娘娘嫁进战王府的时候，我与姐姐一同伺候娘娘，但后来娘娘却打发了我到院子。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惹娘娘不高兴了？你别多想，娘娘就是不喜欢太多人打扰罢了。好吧，我替你问问。谢谢姐姐。怎么了？娘娘，这是小红，
他说很想与奴婢一起伺候娘娘，娘娘可否给他一次机会？哦，好啊，你便与小绿一起跟在本妃的身边吧。谢娘娘。小绿，这宫少妇是什么人啊？这府邸的规模都快赶上咱们王府了。回娘娘，是当年王爷伤了宫小姐后，皇上念其可怜，赏地100亩，银钱1000两，更特允宫少妇扩修少妇府作为补偿，少妇府才有如今的规模。这也太豪了，这么多东西也够宫小姐吃香喝辣一辈子了。不仅如此，皇上还应了宫小姐一个承诺，若宫小姐他日喜欢上谁，可上禀皇上，皇上会为其亲自赐婚。这么说来，宫小姐虽然失去了双手，可得到的东西却也不少啊。是战王妃来了。本妃来晚了，各位见谅。参见战王妃。战王妃能够莅临，当令寒舍蓬荜生辉。臣女乃宫少妇之女宫宁玉，见过战王妃。宫少妇府如果是寒舍，那世间便没有寒舍了。都起来吧，本妃今日是来做客的，大家不必客气，免得扫了各位的兴致。再说怀王殿下在此，他都不拘礼，本妃若计较，倒显得矫情了。三弟妹爽言爽语，倒令人愉快。莫晨曦爽朗地笑了一声，随即疑惑：哎，三皇帝没有陪三弟妹来？王爷还有事要忙，本妃怎好多做打扰。三弟妹既然来迟了，那可少不了一顿惩罚呀。怀王殿下，百花宴还未开始，战王妃也不算来迟。哦，三弟妹人缘当真不错，本王都还未说什么，宫小姐便开始维护于你了。怎么能这样说啊？本妃在宴外站了许久，你们确实还未开始，本妃怎么能算来迟了呢？宫小姐实话实说罢了，怀王殿下可不能因为你我之间关系甚好，就胡乱占本妃便宜啊。哎，三弟妹可别折煞本王啊！若是三皇帝听到了，可饶不了本王。战王妃口齿好生伶俐。叶芷云循声望去，宫小姐之所以未开始百花宴，就是为了等战王妃到来。如今众人在此等了许久不说，战王妃一来，却将各位的等待看作是理所当然。她的手中还握着一把琵琶，想来是想在这百花宴中表演琵琶的。这是朝中书令使的嫡女魏璎珞，魏小姐。本妃让你们等了。照魏小姐这么说，本妃今日要是不来，这百花宴就办不成了，是吗？臣女不是这个意思，臣女只是希望王妃娘娘能早些来罢了。还以为来参加这百花宴的都是京城中的大家闺秀，原来是本妃想错了。那这样也好，省得本妃在这里浪费时间。王妃娘娘，请稍等，来人，将魏小姐赶出去，日后不得她再进我宫府参宴。魏小姐，请。惹王妃娘娘不高兴，是宁玉的不是，希望娘娘能再给宁玉一次机会，让宁玉略表歉意。好，那本妃就再留上片刻。谢娘娘。既是百花开放之日，有没有哪位小姐先行上场，为这场百花宴开个好头啊？没有人想在怀王殿下面前出丑，可想要得到他的青睐，又不够技术。见场中的人犹犹豫豫的，气氛莫名变得尴尬。花宴岂能无花？既然各位都不想第一个上台，那宁玉只好献丑了。宫小姐难道是要跳绣朝云？怀王殿下见笑，宁玉除了此舞，便不会再跳别的了。可是绣朝云不是宫小姐是要当着战王妃的面跳吗？总感觉很怪呀。回娘娘，绣朝云是宫小姐特为王爷自创的舞蹈，宫小姐将绣朝云中的云比作王爷，以此来表达宫小姐对王爷的思慕之情。而且此舞，宫小姐只有当着王爷的面才会跳。是，自从那之后，宫小姐被王爷废了双手，此舞也再未跳过。是这样啊。莫尘约那个王八蛋宫宁玉都这样了，还说不是情人。宫小姐当年跳绣朝云时，本王刚好也在场，当真是令人回味无穷啊。宫小姐可要下去换身衣裳？不必了，长袖随着音符的起落飘舞，每一次掩面回眸，都像极了藏匿在山间的仙子。就是叶芷云看了，都忍不住为这样的美人心动。不过一刹之间，众人便看呆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抹火红的身影。忽然丝竹之声陡然一转，竟变得轻快起来。宫宁玉一双长袖舞向云空，一双侧眸如望见了遥不可及的星辰，欲夺而不夺，脚尖轻点之间，像极了欲要展翅的小鸟，可又无法飞起。无奈之间，长袖飞舞而旋，将其全身包裹。随着音乐的起伏，又是一个转折。那火红的长袖在他的挥舞之下，宛如有意识一般，他在从中破茧而出，似终于触碰到了那抹云端，神情心满意足。绣朝云，
秀朝云。叶芷云垂眸，倒是明白了此舞为何叫秀朝云。若说云是莫尘渊，那秀便是宫凝玉了。秀朝云，那是宫凝玉对莫尘渊最深情的告白。这场百花宴就像是宫凝玉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般，为何要在他面前跳秀朝云？答案昭然若揭。妙哉妙哉，没想到本王还能见到宫小姐这样曼妙的舞姿，当真是三生有幸。让怀王殿下尽笑。宫凝玉的舞确实美，不仅美，还非常有意境，仿佛能看到他对莫尘渊那求而不得的悲凉之景。小女听说秀朝云是宫小姐特意为战王殿下所编，也就在战王面前跳过。然而宫小姐今日却在百花宴中跳秀朝云，可是因为战王妃在此的缘故。郭小姐误会了，凝玉只是见无人上台，所以才想着要活跃气氛罢了。可小女不这么认为。王妃娘娘，您觉得宫小姐的舞跳得如何？当然是极好。宫小姐的舞跳得如此之好，却为何入不了战王殿下的眼？小女方才在看宫小姐跳舞的时候便想，战王妃可是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竟让战王殿下如此宠爱。不知战王妃可否在此露一手，也好解了小女心中的疑惑。放肆！娘娘身份何等尊贵，岂能容你这般无礼？是小女僭越，娘娘方才也说来者是客，让众位无需拘礼，小女才斗胆提出这样的要求。若王妃娘娘不肯，方才的话便当小女没有说过。只是如此一来，战王殿下与宫小姐之间的事儿，在小女心中倒成了谜，不得打祸了。小绿，你是在替宫小姐鸣不平？宫小姐与小女并无深交，我只不过是好奇罢了。若说当年王妃娘娘出现也就罢了，可战王殿下当年并未认识娘娘，宫小姐又如此出色，战王殿下为何就不喜呢？不仅不喜欢，还毫不留情地砍掉了她的双手。你不明白？其实本妃也不明白。若本妃是男子，便会将宫小姐娶进府，好好疼爱一番。娘娘厚爱，凝玉感激不尽。娘娘说这话，怕不是在故意讽刺宫小姐？怎么会？本妃说的可都是实话。我想在座的各位也很好奇吧？就连王妃娘娘自己都说，若为男子，定为宫小姐倾倒。可为何战王殿下偏偏看不上宫小姐，唯独迷上了王妃娘娘？怀王殿下，您难道也不好奇吗？郭小姐问便问，莫要牵扯本王。三皇帝的心思，岂是本王能猜得透的？不过本王与宫小姐交情还算不错，这些年见美人郁郁寡欢，心里却不是滋味。况且宫小姐双手已是残缺，三弟妹，宫小姐对你已造不成威胁。既然如此，何不露一露你的本事，好让大家心服口服啊？怀王殿下好歹也是大越的王爷，他们闹就罢了，都是些闺中小姐，没想到王爷也这般愚昧。莫尘渊喜欢谁不喜欢谁，用得着你们评判吗？是本王欠考虑，三弟妹勿怪。无妨。其实本妃还真有一个本事，想来就是这个本事把王爷迷住了吧？您终于肯说啦。既然都到了这个份上，本妃还何须藏着掖着？叶芷云环视了一下四周，目光最后落在了郭景轩的身上，勾唇道：看好了。话才方落，手中军石刀差劲祭出，咻的一声，还不等众人反应，那刀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没进了郭景轩的大腿。只见那军石刀的刀锋已经完全刺了进去，直到那抹鲜血缓缓流出。啊！救命！快来人救我！痛，好痛啊！宫小姐，你现在明白你与本妃的区别了？凝玉无意冒犯，若惹娘娘不高兴，凝玉甘愿受罚。宫小姐既然敢摆百花宴试探本妃，又何须在本妃面前将姿态摆得如此低？娘娘所言，凝玉不明白。凝玉虽爱慕战王殿下，可早已断了念头。断了念头是没错，可又死灰复燃了不是？魏璎珞在宫小姐的房中等了许久，宫小姐要不要先去将她打发了？宫凝玉猛地抬头，你怎么知道的？叶芷云像是洞悉了一切般看着她笑道：你让魏璎珞当出头鸟，试探本妃的态度，又请了怀王坐镇，使得众位千金不敢轻易登台。你在本妃面前跳什么秀朝云，想来是不服气，可又不能太过明显，平白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才兜兜转转的给本妃来这么一出。想来这宴中所请的，要么是技艺不怎么精的，要么是跟宫凝玉有那么些利益关系的，否则这百花宴也摆不成啊。既当了婊子，又要立牌坊，还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叶芷云的每一个字，像是把宫凝玉裹起来的外衣一层一层的剥开，让她身形不住的颤抖，却又不得不极力稳住。凝玉说过，凝玉对战王殿下已再无念想，早在战王殿下砍去凝玉双手之时，便已如此。那是自然，必
毕竟他看不上你，你也配不上他。可是他娶了本妃，你心里又不平衡了，是不是？若莫尘渊一直不娶，你倒不会起什么念头，就是双手废了，他也是心甘情愿。本妃想想，你大概是觉得你以这种方式与他相伴到老也是不错。宫小姐心思真多，倒衬不起这样一副美丽的皮囊。莫尘渊看不上宫小姐，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他想，宫宁玉这一身打扮，他也是为了莫尘渊。他大概以为莫尘渊会与他一起来吧。用透视眼扫视的时候，宫宁玉的闺房里都是些清淡素雅的衣裳。今日这身火红，叶芷云心里微酸。今日莫尘渊要是来了，纠缠的怕就不是这一点点了。渣男！宁玉爱慕战王殿下多年，那年听闻皇上将他急召回京，宁玉喜极，连夜编舞一曲，在洗尘宴上跳给战王殿下看，指望得他一眼青睐。可没想到战王殿下连个眼神都没给宁玉，手起刀落，毫无情意。娘娘说战王殿下看不上宁玉，宁玉敢问战王殿下难道就看得上娘娘？娘娘身上戾气如此之重，丝毫没有怜悯之心，娘娘难道觉得自己配得上王爷？此话一出，叶芷云手中的军事刀又咻的一声飞出，堪堪划过宫宁玉的耳旁，并肩的青丝顿时断落。不巧，莫尘渊喜欢的就是本妃的暴力，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又如何？能陪莫尘渊上阵杀敌吗？本妃呢？你舞跳得再好又如何？能骑马射箭陪他一起得罪太子吗？本妃呢？你长得倾国倾城，貌美如花又如何？敢与他一起在皇上面前抗旨吗？本妃敢！本妃敢在大婚当日刺伤叶芷静，退婚太子。本妃敢在任何时候血溅当场，毫不手软。本妃也敢在今日这样的场面说出这样一番大逆不道的话。你以为王爷缺的是你这样的美人吗？不，王爷缺的只是本妃。叶芷云说的掷地有声，战王妃的威严竟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一番话，像是打在了众人的心脏上，令人不由得心惊肉跳，纷纷垂眸噤声，不敢言语。就在这时，一声陈词的声音忽然在眼中响起：“本王可否认为爱妃这是在对本王倾诉心意？”叶芷云心脏猛地一悸，回眸，一身玄袍的莫尘渊迈着沉稳的步子出现，深邃又好看的丹凤眼带着愉悦的笑意，微勾的薄唇隐隐上扬着，竟没了平日的沉戾，柔和的如三月河溪。宫宁玉更是不敢相信，看着那缓缓走近的身影，眼眶泪花瞬间涌现。然而莫尘渊却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直径来到叶芷云面前，堪堪揽住他的细腰，垂眸与他四目相对。寻自千古，唯爱妃一人能撩拨本王的心弦。爱妃方才所言，可是喜欢本王的意思？陈词的声音直穿心底，宠溺的眼神让叶芷云更加抵挡不住，脸蛋红了个通透。不是说要给我独立的空间吗？怎么来了？我的天啊，他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他没有发现？刚才的话他不会都听到了吧？本王来了，有半个时辰了。青木一边无语，又一边庆幸，还好王爷是来了，要不然都不知道娘娘竟然这般深爱着王爷。今晚回去，怕是又能夹鸡腿了。半个时辰算什么独立空间？只有1个小时啊！一刻不见，如隔三秋。若本王不来，都不知道云儿与本王竟是如此心意相通啊！于他而言，得叶芷云一句喜欢，胜过世间千言万语。也别这样，这里好多人看着呢。爱妃既然敢说，又何须怕他们瞧见？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不大不小，却刚好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宫宁玉从莫尘渊迈进来的那刻起，眼睛便没有挪过一分，种种情绪掺杂，如打翻了五味瓶。战王殿下像是害怕打破眼前的景象，又像是想要唤起莫尘渊的注意，语气带着一丝期待，又显得小心翼翼。莫尘渊长眸微沉，这才缓缓看向跪在地上的宫宁玉。莫尘渊一把抱起叶芷云：“今日本王心情不错，宫小姐对爱妃所做之事，本王便不予追究。”话落，他抱着叶芷云缓缓转身，只给宫宁玉留下一个玄色的背影。战王殿下，臣女还有一事不明。然而莫尘渊却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宫宁玉就是想再多看他一眼，都像是奢侈。他只能扯着嗓子：“战王殿下当年为何要废去臣女的一双手？臣女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想站在战王身边罢了。王爷为何这样对臣女？臣女若是哪里做的不好，臣女愿意改。战王殿下可否别走？”本王只是不喜外人近身罢了。莫尘渊陈词的声音缓缓响起，冰冷的没有一丝感情，那抹背影在他的注视下渐渐消失，无情的如当年一样。他跪在地上，久久反应不过来。他知道他性情暴戾，所以即便他砍去了他的双手，
他也不曾怪过他。若是能以这样的方式让他记住，他也觉得值了。他原以为他会对他有愧疚，哪怕是一点点。可是莫尘渊刚才的那句话，像是给他判了无期徒刑，他根本就没将他当回事儿。他与其他人一样，不过是他随手可以捏死的一只蚂蚁。可是为什么叶芷云会不一样？为什么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不是他？跪在白玉台上的身形萧瑟，他举行的这场百花宴宛如一场笑话。明明是自己的主场，却给了他人做嫁衣。你想干什么？就在众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之时，魏璎珞顿时响起了一声凄厉的惨叫，两只手的手巾就这么被青木给挑断了。魏小姐为了令尊的官途，当真竭尽全力，只是这一次宫小姐怕也是无能为力。书令史在朝官职不高，魏璎珞为了帮宫宁玉赔上了整个魏府，当真不值。本王如此信任宫小姐，宫小姐却这般利用本王，实在叫本王心寒啊。一句话就将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所有人都走了，在这人走台空之地，宫宁玉那火红的背影更显凄凉。不知过了多久，宫小姐，宫小姐，奴婢是战王妃身边的婢女小红。5月5既是端午，怎么能少了龙舟赛？一大早，京城护城河两岸人声鼎沸，太子莫尘羽拱手道：父皇，战王一向不喜这种活动，今年怕也是不来了。四儿也没来。四儿便是大越的四皇子，年仅15，名叫莫尘轩，人称混世小魔王。这回是莫尘熙拱手笑道：父皇，四皇帝最是喜爱热闹，说不定他一会儿就来了。那可不一定啊。哎，那不是宫小姐吗？宫小姐自被废了双手，从来都是深入简出，像这样的大型活动，更是许久未见她的身影。今日怎的这样有兴致啊？前些日子宫小姐可是被战王伤透了心呢。听闻她与二弟关系不错，二皇帝不打算去安慰安慰？玉儿，宫小姐乃是名门闺秀，不得这样无礼。父皇，儿臣没有别的意思。行了，高公公，什么时辰了？回皇上，还有1刻便到40了。刚还说这样的活动三皇帝不会来呢，看来是我们想错了。到底是娶了妃不一样了。莫尘羽心脏微微一颤，目光落在叶芷云身上，满脸惊艳。这是叶芷云，比之上一次见到她时，今日的她似乎又更美了。莫尘羽眼中的震惊明显，莫晨曦尽收眼底，忽而勾唇：京城佳人，本王也见过不少，但像三弟妹这样气质出众的美人还是少见。皇兄，你说是不是？你什么意思？本王只是替皇兄感到可惜，毕竟当初父皇为皇兄与三弟妹下旨赐婚，只差那么临门一脚，三弟妹就成太子妃了。怀王殿下，战王殿下与战王妃的事儿早已木已成舟，怀王殿下若还是这样口不择言，休怪本宫不讲情面。皇后息怒，本王一时口快，绝非有意提起这事，望皇后见谅。莫尘渊，我今日好看啊。好看，我也觉得好看。我看他们都在看我，这感觉就像是明星走地毯似的，就差挥手了。大庭广众之下，战王如此行事，难道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太子可是羡慕？哼，战王殿下未免太高估了自己，本太子有何好羡慕你的？不是便好，本王不许被太子殿下惦记。今日是吹了什么风，竟把三皇帝给请来了？爱妃爱看龙舟赛。月帝看着坐下的几个儿子吵闹，也没有开口阻止的意思，或者说他习惯了这样高高在上的看着他们几个为了那些破事争风吃醋的模样。在这种时候，他会越发看得清楚他的这几个儿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皇上，4时已到，可以开始了。龙舟庆宴现在开始。莫尘渊，你看第一名滑得好快，一眨眼就把距离给拉开了。说话间，宫宁玉已经走上来。承女宫宁玉参见皇上。免礼，赐座。看宫小姐今日的气色不错，身子可是好些了？谢皇上记挂，这些年臣女的身子时好时坏，太医说是心郁成疾，臣女都习惯了。朕记得太医院有只百年山参，成色不错，你拿去宫少府府给宫小姐补补身子。是。刚刚皇兄还说宫小姐今日好兴致，以往的端午龙舟宴都不曾见宫小姐的身影。其实今日臣女来参宴是有事想恳请皇上。哦，不知宫小姐所为何事？臣女要说之事，其实与战王妃有关。前些日子听闻战王妃自拨银两救济北城的难民们，臣女知道后不由被战王妃的举动所感动，所以今日前来面圣，是因臣女也想为北城的难民尽一份力。那感情好啊，战王妃不恨臣女？不恨啊，本妃为什么要恨你啊？百花宴上
是臣女冒失唐突了战王妃。臣女以为战王妃从此以后都不会再待见臣女了。不过战王妃那日的气魄也让臣女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浅薄。你们走后，臣女也想明白了，这一切终究不过是臣女一袭执念。臣女如今已经放下了，臣女在此祝战王殿下与战王妃情似和鸣，百年好合。宫小姐不用沮丧，本妃听说皇上许了宫小姐一道旨意，宫小姐喜欢谁，直接禀明皇上，便回家就是了。宁玉自小未接触过什么男人，战王妃莫要拿臣女开玩笑了。本妃若有这样一道旨意，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可惜这样的好事轮不到他呀。可惜咱们王爷是个醋坛子，若打翻了，本妃可就遭殃了。无奈本妃只好放弃这个想法喽。本妃还算识趣。王爷，今天是个好日子，放松点嘛，别老拿那冻死人的眼神看他好不好？多了他也会受不了的。三弟妹救济难民的事，本王也听说了。本王当时也想出手帮三弟妹来着，只是不凑巧，那几日本王恰巧不在城中，实在爱莫能助啊。莫晨曦看向宫宁玉，三弟妹已将北城的难民都安顿好了，宫小姐如今打算怎么处理啊？其实臣女也没有想好，臣女不敢居宫，这事儿还得与战王妃商量。不用商量，给钱就行。战王妃，宫小姐这般有诚意，想要帮你的忙，你怎能如此敷衍？哦，谈钱就是敷衍？本妃救济难民，那是真金白银砸下去的，不然本妃靠什么救济难民？靠皇后你吗？你，皇上也知道北辰贫民区的难民有多难搞，要不然也不会放任这么多年不管。这之后，本妃还有一整套的计划。现在是每动一块木头都是要钱的地步。既然宫小姐有心帮忙，本妃要钱怎么了？本宫不过才说一句，战王妃反应未免太大了吧？那肯定啊，本来这钱本妃出也就出了，救济难民是本妃愿意做的事儿，被皇后您这么一说，倒成了本妃捡了什么便宜似的，还敷衍，真敷衍，自己搞去。好了，战王妃救济难民有功，今日之后，朕会在百官面前奖赏战王府。其实战王妃如此直白，倒令臣女心松了不少。臣女才学浅薄，要真让臣女出什么主意，臣女当真想不出来。但若论出钱，臣女自然不会吝啬。宫小姐爽快，本妃后期想在贫民区建一所私塾，届时宫小姐出了多少钱，本妃便在私塾中建一块石匾，将宫小姐这一善举刻于石匾中，流芳百世。多谢战王妃。你要在贫民区内建私塾？是啊，有何不妥？朕治理贫民区多年，始终不见什么成效。战王妃就这般有自信，会将贫民区的难民安顿好？皇上是要听本妃说实话？你实话说来。皇上，不是儿臣说您每天就给贫民区拨银啊拨粮啊，都不问问这些难民需要什么。不是有句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这样简单的道理您都不懂？月帝一口闷气涌上心头，不满的沉道：朕有派朝臣前去为他们谋职，可这些难民好吃懒做，不仅工作没做好，还给朕捅了不少娄子。您会让脚下的朝臣做莫尘渊的工作吗？什么意思？就是你朝中的大臣也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在其位谋其政的。您会随便让某个百姓入朝为官吗？会随意封一个大臣为王吗？不会是吧？咱们得筛选，优胜劣汰是不是？朕让难民吃饱饭有工作，还错了不成？没错，就是没对症下药。不是所有难民都勤勤恳恳的，但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一城的人。儿臣在救济的过程中就了解到，有些难民可是会识字的。您让一个会识字的文弱书生去做苦力，浪费人力资源不说，还平白把人的身子给压垮了不是？在场的人完全不敢在这时候说话，阁中气氛紧张。叶芷云就好像不知死活一样，继续道：还有啊，皇上您是尽力了，可手里的人不尽力啊。就说那个京兆府府尹，儿臣也不见他有多靠谱啊。你是说他贪污了朕救济难民的银子？儿臣可没这么说，是皇上您说的。你月帝差点没被他气吐血。皇上，儿臣可从不喜欢说假话，您要儿臣说实话，儿臣怎么敢隐瞒？是不是？战王妃，在你面前的可是皇上，说话注意分寸。王爷，皇后又凶臣妾。父皇有何可气啊？云儿替您清除了这块心头之患，难道还不够吗？父皇是在这把椅子上坐太久了，身边竟连一个说真话的人都没有。月帝老眸燃着怒火，龙袍之下的双手微微紧握。皇上是九五至尊，总要给他台阶下不是？父皇别生气，儿臣很好说话的，您只要给钱就行了，剩下的让儿臣来做。不出半年，不3个月，贫民区绝对焕然一新。叶芷云这话一出，月帝便知道这是在给他台阶下。好，这是你说的，要多少钱你说，朕拨给你就是。
要是敢糊弄朕，朕绝对不会像今日这般好说话。好的，谢父皇。回头儿臣让礼服管家找您哈。既然这样，也算本王一个如何？好啊，届时本妃也会把怀王殿下的善举刻到石匾上，当然也会把父皇写上的。既做了善事，又能流传百世，这等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本太子？这事儿也算本太子一份。好啊好啊，要出多少随你们心意啊。若是不够，本妃自行补上便可。咱战王府实力还是很雄厚的。说是这样说的，但叶芷云仿佛就能想象得到莫晨宇跟莫晨曦互相攀比的样子了。这场捐款绝对会有多无少，赚翻了要。三弟妹宅心仁厚，本王佩服。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本王。好说好说。皇上，不好了，出大事了！慌慌张张的做什么？什么事啊？四皇子已民愤了。他又干什么好事了？四皇子殿下他在护城河的龙头牌坊建了赌局，赌的就是今日龙舟赛。对呀，他怎么没想到还能建赌局呢？这个四皇子肯定赚了不少吧？以四皇帝这般唯恐天下不乱的个性，只建个赌局，好像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吧？四皇子这么说也是皇室中人，在百姓面前怎么能如此不顾形象？还有什么？你如实说来。四皇子一开始也不过是赌些银子罢了，开的是以1赔10的赌局。百姓见四皇子身份显赫，便争先恐后的来下注。可是后来四皇子他竟放言说，谁家中若有年满15尚且未出嫁的女儿，也可用以抵押下注，一人算100两银子，赔率1赔100。放肆！他想干什么？这是成何体统？还有，更荒唐的是，有的赌徒没有女儿，却不想错过发财的机会，情急之下便强行把家中的妻子掠了过来，要求以妻子当做抵押，简直岂有此理！他的精神是什么？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四皇子见此竟起了兴致，凡以家中妻子当赌注的，赔率1赔1000。此时龙头牌坊已经乱作一团，宛如什么？宛如一个奴隶场，哀嚎一片。看不惯四皇子作为的百姓民愤四起，卑职来时，这些百姓已成群的朝庆州楼涌来，说是要面见皇上，请旨讨伐四皇子。那你们还不快把这些百姓拦住？回怀王殿下，卑职已经尽力将这些百姓拦在外围了。可今日龙舟赛，整条街道都是熙熙攘攘的人头，稍有不及便会伤及百姓。且四皇子的脾性，卑职实在不敢妄动啊！还请皇上下令将四皇子押回皇宫，以平民愤。这个逆子！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高公公，马上带御林军过去，务必将这个逆子抓回公爵。不，直接给朕抓到大牢里去，朕就不信治不了的。这个四皇子一直如此？不了解。想不到除了你，还有另一个让皇上这么头疼的人。太妃为何这般在意？我这不是好奇吗？你为何对本王不好奇啊？这是哪儿跟哪儿啊？王妃娘娘，关于救济难民一事，与娘娘谈谈，不知娘娘可否赏脸？可以啊，娘娘，宁玉私心，有些悄悄话只想与娘娘说，所以您可否让战王殿下暂且回避？好啊，那请王爷四处走走吧，待臣妾与宫小姐商量好了再来找您。娘娘请。娘娘，宁玉的厢房就在东院西厢，离庆州阁楼有些远，需要费些脚程。无妨。哎呀，娘娘，奴婢从小带在身上的一个玉佩不见了，许是落在了庆州楼处，奴婢想回去找找。去吧，娘娘，奴婢能让小绿姐姐跟奴婢一起找吗？或许在来的路上掉了也说不定。小绿姐姐心细，有她帮奴婢，定会很快就能找到的。去吧，那奴婢片刻再来寻娘娘。此处院落甚多，您第一次来，千万别乱跑，免得迷路了。知道了，就你老子瞎操心。福山，你也去帮小红找找吧。是，娘娘与他们的感情真好。确实，本妃自认没有亏待过他们，却想不通为何有些人还是如养不熟的白眼狼，不管本妃怎么提醒，还是想着法儿的要让本妃难过。怎么会呢？娘娘待他们如此真诚，他们怎么都不会背叛娘娘您的。娘娘怕是多心了，本妃也希望是多心了。方才娘娘说救济难民需要钱，不知娘娘想要多少？宫小姐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就是给1两，本妃也不会有意见的。做善事嘛，都以自愿为原则。娘娘为难民如此尽心，宁玉怎敢敷衍？方才在庆州楼，宁玉便想过50万两白银，娘娘以为如何？50万两，不多不少，对于家财已经万贯的叶芷云来说，不算出圈。当然，叶芷云纯属是想坑他而已。
可以。这些都是宁玉的私房钱，其实救济难民一事，宁玉都还没与弟弟说，所以还不能给太多，望娘娘理解。乔宫小姐说的，若不知道，还以为是本妃逼着宫小姐给钱呢。是宁玉言辞不当，宁玉在此给娘娘赔罪。那日娘娘离开百花宴后，宁玉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娘娘是个性情中人，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不像宁玉总是温温吞吞，就是这样才让战王殿下生厌的吧。娘娘莫见怪，宁玉就是发发牢骚罢了，毕竟如今宁玉也只能与娘娘聊这种话题了。娘娘为何叹气？叶芷云没有回答，心里却在愤愤。宫宁玉废话真多，他跟过来无非就是想看看他想搞什么鬼，怎么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刚刚看小红的模样，他们的阴谋应该已经开始了呀，难不成他已经中招了，但是却没有发现？这么想着，忙用余光将周围扫视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娘娘，方才奴婢到庆州楼找玉佩，皇上特赐了玉琼佳酿，让奴婢带给娘娘。小绿呢？王爷留了她在庆州楼，说是要问她点事儿，想来是王爷太过想念娘娘，抓着小绿姐姐不放呢。听闻玉琼佳酿是皇上的珍藏，味道香甜，入口沁香，皇上舍得将此酒赐予娘娘，当真是对战王府极大的恩宠。既然这么好，你也一起喝好了。宁玉就是想贪杯，也无可奈何。宁玉身子不好，双手更是不能自理，时时需要人伺候。今日怕是没有这样的口福了。无妨，本妃让小红帮你。其实奴婢还有一事未禀。口？还有什么事儿？王爷好像有事要吩咐萧统领，让奴婢前来转告一声。王爷不会传召属下。萧统领是怀疑奴婢假传王爷口谕。属下如今是娘娘的贴身侍卫，与王爷无关。这又不是奴婢让你去的。娘娘，王爷如此宠爱娘娘，只怕是想你想得紧，这才想换萧侍卫过去问问情况。是啊，望小绿姐姐一个人只怕承受不了王爷的威怒。萧明，你去吧，这是要把他身边的人全部支走吗？也是，萧明武功那么高，真要出什么事儿，绝对会保他安全的。叶芷云暗叹，还有什么要求，全满足你们。奴婢给萧统领带路。娘娘为何这样看着宁玉？没什么，就是觉得宫小姐长得特别好看，每每见着都可惜自己不是男儿身，不能将你娶回家养着。不过同时，本妃又想，若真把宫小姐娶回了家，何时死在牡丹花下的，怕是都不知道。娘娘为何要这样说？就是一种夸赞宫小姐的比喻罢了。没听说过越美的事物就越是危险吗？宁玉不敢与娘娘媲美。娘娘快尝尝这玉琼佳酿，是不是当真如传闻中那样好喝？宫小姐，本妃以前从未喝过酒，你说这一杯下去，本妃会不会直接醉了？这玉琼佳酿酒性极为温和，断不会伤了娘娘的身子的。只不过娘娘此前从未喝过酒，可能一小口下肚会有些微醺。是这样啊？可要是本妃不胜酒力，醉得离谱该怎么办？不打紧的，要是醉得厉害，娘娘可在宁玉处休息片刻，直到酒醒便好。娘娘，您还是快将酒喝了吧，如此倒缠着宁玉，心痒难耐了。好，娘娘觉得如何？叶芷云嘴角微张，一阵眩晕之感席卷全身。或许娘娘您说的对，王爷喜欢的是娘娘那与众多千金都不一样的脾性。不过有一件事儿，宁玉敢肯定，若是娘娘被玷污了，您猜王爷还会将您捧在手心里如获珍宝吗？娘娘已经中了宁玉下的媚药，如今是不是觉得身子浑身乏力，又急不可耐？娘娘莫急，宁玉已经为娘娘安排好了奸夫，只要娘娘在此候上片刻，那奸夫就会如期而至，为娘娘解馋。到时候就看王爷还会不会宠爱你这个荡妇。然而话刚说完，叶芷云猛地一抬手，你不是？你说这个我没喝下去。不可能，我明明看你咽下去了，而且你刚才明明张了嘴。是不是觉得很神奇？本妃不仅没事儿，还生龙活虎的。谁说咽了咽咽喉就一定是把东西吞下去了？谁说嘴里含着水就不能把嘴唇打开了？当真是可惜了这副好皮囊啊！将那美酒倒入他口中，看清楚了，这才是陷害的最佳手法。美酒如斯，宫小姐此前这么期待，如今可尝到了？你这般歹毒，你以为战王殿下会宠爱你一辈子吗？
无所谓，总比你一天的宠爱都得不到，只能独守空闺，相思成疾，平白变成了这样一副丑恶的模样要好。你不得好死！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宫小姐为了让本妃中招，费尽心思，本妃还需要发现？一开始便看出来了。若真要说，便是本妃觉得宫小姐的一言一行都透着浓浓的惺惺作态，本妃的眼光还是很准的。真心诚意的人，才不会有你这般多的弯弯绕绕。对了，宫小姐所捐的50万两，可别忘了。明日本妃会派人到府上收钱，就当是宫小姐名誉扫地之后，本妃替你小小的挽回一下。叶芷云，你……就在这时，厢房之外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可是宫小姐特意准备的奸夫来了。求娘娘放过宁玉，宁玉乃是宫少夫府的嫡出千金，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等荒唐之事。求娘娘不要把宁玉丢在这里，求娘娘，拜拜。没人。原来是个酒鬼。叶芷云突然就不想走了，趴在窗前左瞄右瞄的往里看。不要！你别过来！你别过来！美人，让爷好好疼疼你，爷可牛着嘞，保证让你心满意足。快来人！快来人啊！不要！叶芷云在窗前心急如焚，怎么就看不到呢？早知道就先不把窗关紧了。好看吗？看不到啊！刚说完，身形就是一僵，便迎面撞上莫尘渊锋利的眼神。爱妃是翅膀硬了。是啊。王爷是要把臣妾的翅膀折了吗？尴尬。王爷，要不咱换个地方？爱妃不是想看，本王陪你。刚好，本王也要学习学习。问题是看也看不到呀，是不是？那有何难？本王带爱妃到屋顶上看。等下。你难道就不担心我吗？我差点中了宫宁玉的媚药哎！要不是我机灵，现在在房里遭罪的可就是我了。你以为本王是为何而来？还不是因为怕这小妖精真的中招了。若是真的中了，莫尘渊眉眼忽而闪过一抹光芒，看着叶芷云的眸光怔怔，这或许是件好事，也说不定。你别这样盯着我好不好？怎么有种被狼盯上的感觉？酒还在房中。是啊，等会儿小红肯定要把人往这边引，不然怎么对得起宫宁玉精心布置的大戏呢？那可是证据，难不成我还带出来啊？不过还有个小红也要解决一下。等会儿等事情闹过之后，还是要把酒拿过来才行。然而叶芷云在这边说，莫尘渊的思绪早就飘到了九霄云外，宫宁玉的叫声连绵于耳，叶芷云浑身不自在。快走啦！还真想看啊？也不怕辣眼睛。不好了，皇上，大事不好了！皇上出大事了，娘娘她出大事了！高公公，去看看怎么回事。回皇上，来人是战王妃身边的婢女，说战王妃她出大事了，要皇上您去看一看，具体是什么事儿，她支支吾吾的，怎么都不肯说呀。那朕便去看看。儿臣来去无事，便也去看看吧。莫尘宇起身拱手，莫尘熙笑了笑，儿臣就不去了，趁着还有些时间，小憩片刻。恭送父皇。怎么回事？谁在里面？回皇上，是战王妃娘娘在里面。战王妃怎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如此淫秽之事？如此有伤风化，实在……若里面的是战王妃，那跟她一起的岂不是战王殿下？不是，方才娘娘与宫小姐在此处商量救济难民的事儿，战王殿下并没有跟过来。后来娘娘小酌了2杯，便醉倒了。宫小姐见此，便留了娘娘在此处休息。可后来奴婢去了趟茅厕回来，便是这样一副场景了。皇上，奴婢虽是娘娘身边的丫鬟，可娘娘如此放肆，奴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才想请皇上前来做主。战王妃，她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叶芷云德行败坏，不知廉耻，月儿总归不会再惦记着她了吧？一旁的莫尘宇神情早就僵了，听着从厢房里面传出来的叫声，怎么会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一时间难以接受，月帝气的心口一起一伏。先是四皇子莫尘轩的荒唐赌局，现在又是叶芷云，他们是要丢尽他皇家的脸面才罢休吗？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朕把人拉出来，还嫌不够丢脸吗？小红见状，唇角勾起了一抹得逞的笑意，皇后也是错愕的瞪大了眼睛。本来满心欢喜的以为莫尘宇不会再留恋叶芷云了，没想到这一看根本不是叶芷云。莫尘宇见此情景，一直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落回了原地，小红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那就是快逃。
小红，你去哪儿了？我找你找了好久。小红妹妹急什么？萧统领就在外面。娘娘说了，你现在赶跑，便让萧统领直接取了你的性命。还不快把他们两个拉开！宫宁玉神智有些不清醒。宫小姐得罪了，宫小姐可清醒了？皇上，我这是怎么了？这时他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身下的刺痛。不要看，不要看，你们不要看！他惊慌地想拿起衣服盖在身上，他残缺的双手拿不起任何东西。滚！都给我滚！不要看！不是我，这不是我！不要看！不要看！你们都给我走开啊！滚！老子还没爽够呢！宫宁玉，亏朕对你还有愧疚之心，对你们宫少府府一时不薄，你竟然做出这样不知检点的事！不是我，皇上，臣女是被人陷害的。这么多年，臣女一直恪守本分，严以律己，断断不会做出这样荒唐之事。是战王妃她陷害臣女，她逼迫臣女喝下媚药，所以臣女才会求皇上为臣女做主啊！不是你要战王妃来商量救济灾民一事吗？怎么又成了她陷害你了？莫晨宇拧着眉头，终于找到了说话的机会。臣女是想与战王妃商量此事，可是战王妃以为臣女还惦记着战王殿下，心生嫉妒，所以才要下药陷害臣女。皇上，你一定要相信臣女说的话呀！臣女不仅没了双手，如今连臣女的声誉都被毁了。臣女不求荣华富贵，只求皇上能叫战王妃绳之以法，还臣女一个公道呀！皇上若真如此，那战王妃心思也太歹毒了。母后，事情还未知真相，不能只听宫小姐的一面之词。叶芷云的声音就在人群中响了起来。哎呀，这里这么热闹呀！本妃听到有人在说本妃的坏话，所以听着声音就寻过来了。皇上，就是他陷害臣女，是他毁了臣女的清白，快抓住他，将他打入死牢！宫小姐这是怎么了？才2颗钟没见，怎么就成这副模样了？战王妃，宫小姐状告你对其下药，致她清白被毁，可是真的？什么？竟有这样的事儿？本妃自己怎么不知道？战王妃，劝您莫要狡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哎呦，本妃好怕呀！皇后，说话要有证据，说本妃陷害宫小姐，证据呢？难不成身为皇后就能口说无凭，胡乱定罪？证据就是这壶酒，你在这壶酒里下了媚药，逼迫臣女喝下，再致使臣女做出这等荒唐之事。皇上若不信，派太医来一查便知。小红，这酒可是你端来的，说什么是皇上赐的玉琼佳酿，惹得宫小姐嘴馋得紧。现在是怎么回事？里面怎么会有媚药呢？玉琼佳酿可是皇上的心头好，只有当年与他一起打过江山的几个老臣，才有幸被赏过2回。朕从未赏过战王妃玉琼佳酿，怎么回事？我不是奴婢，皇上。不是你，萧明，你过来。确实是小红拿着这壶酒进来的，属下守在厢房门口看得清楚，若有欺瞒，就地自问。好啊，本妃自认待你不薄，你居然敢陷害宫小姐，嫁祸于本妃，假传圣意，乃是死罪。今日本妃若是不处置了你，本妃难给皇上一个交代。来人，把他给本妃押下去，待本妃亲自处置。这都是你们自导自演的，他们都是你战王府的人。小红一个小小的婢女，怎么敢谎报圣意，又怎么敢下药害我？叶芷云，这些都是你在背后指使的。可惜本妃真不知道这酒里有媚药。所谓不知者无罪，宫小姐的事儿，本妃很抱歉。大不了你就嫁给这个酒鬼好了，明媒正娶，也不算污了你的清白，是不是？本小姐可是宫少府府的嫡出千金，你竟然让我嫁给一个酒鬼，你好歹毒的心！你连身子都给他了，还计较这些做什么？叶芷云云淡风轻的笑道：“有的嫁就不错了，这今后京城之中，还有谁敢迎娶宫小姐？还不都是你害的！皇上，就是战王妃陷害的臣女，您一定要替臣女主持公道啊！小红，你说你是不是受了战王妃的指使？否则本小姐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奴婢不知道，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只要你说出幕后指使的是战王妃，我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皇上宽宏大量，定会饶恕你的罪过。你忘了战王妃平日是怎么对你的吗？你告诉皇上，是不是战王妃指使你陷害我的？你快说呀！宫小姐连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竟还想着替别人求情。本妃不禁要问一句，宫小姐是有多大的能耐啊？不说小红有没有在这酒中下药，光是她拿着一壶酒过来，就说是皇上御赐的玉琼佳酿，
就足以让他以死谢罪。宫小姐还能替他求什么情？你给我闭嘴！濒临在崩溃边缘的宫宁玉像是发疯了的大叫。相比宫小姐，本妃就不一样了，本妃有的是权利。若是高兴了，本妃也无需向皇上求情，便可赦免于他。毕竟小红怎么说都是我战王府的人，您说是不是啊，王爷？奴婢说。听到叶芷云的话，小红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奴婢什么都说，求娘娘饶命，奴婢知错了，求娘娘饶命啊！哦，那你说吧，说不定本妃当真一高兴就放你一条生路呢。是宫小姐，是宫小姐要陷害娘娘您啊！究竟是怎么回事？给朕如实道来。是奴婢的错，奴婢鬼迷心窍，受了宫小姐的挑拨，她让奴婢拿着下媚药的酒过来，实际上是为了让娘娘喝下，意欲将娘娘的清白毁于今日。你给我闭嘴！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皇上，他说谎。皇上，宫小姐一直喜欢王爷，那日百花宴，王爷对其不闻不问，宫小姐心生嫉恨，她策划今日之事，欲毁掉娘娘的清白，想让王爷对娘娘生起嫌恶。娘娘，奴婢所言句句属实，这一切都是宫小姐的阴谋。这酒是她为奴婢准备的，酒中的媚药也是她下的。她想哄娘娘喝下，陷害娘娘与人苟且。否则奴婢不过一个丫鬟，怎么敢谎称这是皇上赐的御琼佳酿？奴婢又是去哪里弄来的媚药？这些都是宫小姐指使奴婢的呀。你这个贱奴，你竟敢出卖我！明明是你说叶芷云待你不好，是你先来找我的。若不是你，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一怒之下，无疑是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宫宁玉阴毒的眼眸突然瞪向莫尘渊，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都是你的错，你看了我的手，却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如今我过得这般人不人鬼不鬼，你却连一句话都不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冷漠？面对宫宁玉的质问，莫尘渊一如既往的冷漠。没关系，你不想娶我，我偏要你娶。皇上曾许过臣女一道圣旨，臣女现在就要皇上兑现，臣女今日就要嫁给战王，就是做妾，臣女也要进战王府。放肆！加入皇家之人必须是清白之身，你如今清白被毁，怎么还敢提如此要求？臣女就算失了清白，也是皇上亲口答应的。身为君者，当一言九鼎。若皇上不同意，便是信口雌黄，如此而谢，怎叫朝廷百官臣服？朕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敢出口要挟于朕。难道真以为他这个皇上好拿捏吗？一个个的都来挑战他的威严。来人，宫宁玉心思歹毒，为人阴险狡诈，更谎传朕的圣旨，欲加害战王妃，在朕的面前不知悔改，以下犯上。现传朕旨意，将宫宁玉押入大牢，听候发落。皇上，手下留情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微臣膝下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您可不能如此绝情啊！皇上，臣求您看在微臣这么多年都兢兢业业的份上，饶了宁玉吧。看你女儿都做了什么好事，朕这些年可有亏待过你宫少府府？如今倒好，拿着朕当年许的旨意来威胁朕，他死不足惜。皇上啊，微臣就这么一个女儿，夫人生宁玉的时候落下了病根，已经无法再孕了。微臣这样宝贝的一个女儿，不过就是喜欢一个人罢了。如今她的手也废了，清白也毁了，她受的惩罚已经够多了，她再经不起什么折腾了。皇上啊，您就饶过她这一回吧。爹，若皇上真要治小女的罪，那便由微臣代替吧。微臣愿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皇上的原谅，望皇上成全。看着宫少妇那么卑微的替宫宁玉求情，多少让他鄙视不起来。不是有句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吗？他是不知道宫少妇是什么样的人，但是能为子女做到这种地步，只有父母了吧。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谢皇上，谢皇上。宫宁玉陷害战王妃在前，以下犯上在后，不顾尊卑，御前失仪。朕看在宫爱卿的面子上，饶他一死，便罚他永进宫少府府，岂不能待客，客不能见其。你可接受？接受。谢皇上开恩啊！这样他与死了有什么分别？宁玉，回家吧，你娘今日在家煲了汤，正好给你补补身子呀。宫宁玉可恶，若是宫少妇不来，他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然而现在那股心情已经退却，没有任何报复的欲望。罢了，若宫宁玉日后安安分分的
今日的事儿就当他给自己积阴德，一笔勾销。只不过有些东西可以一笔勾销，有些却不行。小绿，将小红押回战王府，本妃还有些事儿要亲自问清楚。是。至于那个还在昏昏欲睡的酒鬼，拉下去，朕看了心烦。我们也走吧。战王妃好手段，原来皇后还没走啊！听到皇后的声音，原本走了一半的莫晨宇鬼使神差地绕了回来。母后，皇后微一抬手制止了莫晨宇说话。对于风采的事，本宫还有于事不明，想问问战王妃。你说，方才小红一直说是宫小姐陷害的战王妃，本妃就不明白了，怎么出事的是宫小姐而非战王妃？不知道啊，可能是宫小姐自己好奇，想尝尝欢，自己给喝下去了吧。皇上的玉琼佳酿可是宫中珍品，谁听了都垂涎3尺。战王妃当真这样清高，一丝一毫都不贪，或者说战王妃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根本就是假的玉琼佳酿。皇后想说什么？战王妃以为本宫想说什么？看来皇后是真想从本妃的口中听出些什么呀。只是可惜了，本妃不喝内酒，不过是因为我家王爷向来是不允许臣妾碰酒罢了。爱妃知道便好，本王可不允许爱妃的娇容落入旁人的眼中。若爱妃真想喝，带回到战王府，本王陪你。皇后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宫小姐哄本妃喝酒时，本妃推脱不过，便随便寻了个由头离开了。本以为是宫小姐天性热情，没想到这其中竟然起了陷害本妃之心。皇后看着叶芷云跟莫尘渊一唱一和，战王爷与战王妃真是恩爱。哎呀，这事儿皇后不用说出来，我跟我家王爷恩爱不是全城皆知的事吗？今日之后，本妃可有的忙了，不像皇后娘娘每日身居宫中，不是赏赏花就是逗逗鸟。本妃要做的可都是为国为民的正事儿，就不跟皇后在这里闲聊了，到此。娘娘，您说过会饶了奴婢的，娘娘。本妃原话可不是这样的，本妃当时是说，若本妃高兴了，本妃可以考虑饶你一命。娘娘饶命，娘娘要奴婢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娘娘高兴，奴婢什么都愿意做。娘娘从未亏待过你，你为何要做这样的事，陷害娘娘？是奴婢糊涂，奴婢是被宫小姐迷惑了，才会这样做的。奴婢真的不是有心想要害娘娘的。其实小丽问的问题也是本妃想不明白的。你虽然说是个3等丫鬟，可在本妃的梧桐院里也没有太多的活干，本妃给的银子还是双份呢。你是对本妃有什么不满，竟然要联合别人来对付本妃？奴婢错了，奴婢一时糊涂，不是有意要害娘娘的。喝下去。娘娘，这是……今日你伺候得力，这是本妃赏你的，就当是谢你在庆州楼亲自给本妃倒了杯这样的酒。不要，娘娘饶了奴婢吧，奴婢不能喝。不喝也无妨，冰凉的刀刃转眼就抵在了他的脖子上。我喝，不要杀我，我喝。娘娘，您现在可以饶了奴婢吗？当然。谢娘娘，谢娘娘。小绿，安排几个人，也让小红尝尝寻欢的滋味。是。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说饶了奴婢吗？为什么还要这么对奴婢？本妃只说能饶你一命，可没说要就此放过你。既然你以这种手段谋害本妃，想必一定很想知道被人糟蹋的滋味。派人看着他，若药效过了，便再管他喝下，直到本妃满意为止。这种事请交给奴婢，若不是奴婢，小红断没有机会伺候在娘娘身边，也不会有机会陷害娘娘。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奴婢恳请娘娘给奴婢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不要！你们欺人太甚！你明明说要饶了我的，你说谎！叶芷云，你就是个贱人！我跟小绿明明同时伺候你，你为什么只重用小绿，而把我打发到院子里打扫？小绿跟了你之后要什么有什么，天天好吃好喝的，凭什么我就只能窝在角落里干些又脏又累的活儿？你以为你是谁？要不是王爷看上你，你也不过是文博侯府的一个不受宠的废物罢了。我在王府待的比你久，凭什么你一来我就要受你指使？带下去，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以为王爷能宠你多久？你不会有好下场的。累死了。莫纯渊，今晚的端午宴我不去了。你不会是故意的吧？你不是故意的，对不对？你不知道这酒里有媚药，对不对？爱妃今日可忽略了本王好久。你有毛病啊！你喝这个你想干什么？爱妃说本王想干什么？
你不要喝了，你不能这么色欲荤腥啊，要夭寿了。云儿，本王也中药了，只有你才能给本王解药。你忍忍，说不定忍忍就过去了。再不济，我马上给你安排。本王说了，只有爱妃能成为本王的解药。你堂堂王爷怎么能这样逼我？你自己要作死，别拉上我，我不陪你玩。本王的确是病了，也只有你能治得好本王。若云儿不愿意，本王也不会强迫于你。只是爱妃真的忍心看着本王七窍流血，最后暴毙身亡？什么鬼？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吃了春药会暴毙身亡的，你吓唬神呢？你以为宫宁月是什么善茬啊？他要害你，所下的媚药怎会是一般的媚药？所以，爱妃当真要看着本王这么痛苦的死去？等等，你让我想一会儿行不行？你这样我没办法思考。你流鼻血了。接下来会是本王的耳朵、眼睛、嘴巴。云儿不愿意，本王便以内力压制。本王死后，战王府的一切都归云儿所有，无人敢欺你。你别说了，莫尘月，你就是故意的。他完全不相信莫尘渊的鬼话，可万一是真的呢？叶芷云有些欲哭无泪，感觉他要是相信这是真的，这几年的智商税算是白交了。正六神无主时，莫尘渊轻身堵住他的双唇，唇舌交缠之间，叶芷云全身起了燥热，眸眼渐渐被欲色晕染。不是说过我不愿意，你就不强迫我的吗？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给我选择吗？未经过人事的叶芷云哪经得住这样的挑逗？莫尘渊，你等等，我不想在这里。一扶手，床上幔帐落下，将两抹交缠的身影点了个结实。房中暧昧四起，一片春意。莫尘渊，算你狠！爱妃醒了，别凑过来，不想见到你。本王扶爱妃起来。不必。爱妃在想什么？在心里骂你。我要吃佛跳墙、狮子头、八仙过海、凤尾鱼翅、红梅猪香、龙凤双飞，外加一道一品官宴。好，云儿今日想去哪里？本王陪你。哦，就我现在这样，能去哪里？本王可以抱着你，不让你落地。你要是能让我清静会儿，我就谢天谢地了。云儿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神也是你，鬼也是你。本王怎么做才能让爱妃消气？本王看爱妃昨日的模样，也是喜欢的。若是本王错了，定不是本王一个人的错，不是？你还有脸你？爱妃的脸红了，可是觉得本王说的话在理。无赖，在云儿面前做个无赖，本王甚是喜欢。告诉本王，昨日爱妃可是也感受到了欢愉。你能不能别问？本王想听，本王也感觉甚为欢愉。从前不明白何为鱼水之欢，现在本王明白了。云儿昨晚辛苦，本王今日定会安分守己，绝不越雷池半步。娘娘，属下有事禀报。进来。太子殿下与怀王殿下来了，说是来为北城贫民区的难民来捐款的。让他们放下银子就回去吧，没空招待他们。是。母妃还未知道本王与云儿圆房之事，需派个人告知才行。我不告诉母妃便是，你莫这般激动。还不是你害的，你妈宝男啊你！连圆房这种事情都要告诉母妃，你干脆连我每个月的月事都告诉她好了。何为妈宝男？就是事事听母亲的，母亲叫你往东，你不敢往西；叫你吃橘子，你绝对不会吃苹果。就是莫尘羽那样的。本王是开玩笑的。哦，你还会开玩笑？俗话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本王如今不是事事都听着云儿的。母妃若是知晓，定也会替儿臣感到高兴。我要没理解错，那句是句贬义句吧？于本王来说，乃褒义。昨晚你就没听我的，抢亲时也没听我的。莫尘渊无奈地笑了笑，没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当真很疼啊？就是酸疼，休2天应该好了吧？除了此处，还有哪里疼？没了，就这里，你帮我多揉揉。本王啊，已派人进宫寻一味凉花膏，待凉花膏到府，本王亲自为云儿涂到密处，可缓解疼痛。啊！你能不能消停会儿？娘娘，爱妃小心些。叶芷云脸红红的，听着他的心跳。什么事儿？傅少府府送来了500万两银子，说是救济难民所用，比宫宁玉所说的足多了450万两。宫少府这是要卖他少府府一个人情。也对，毕竟是宫宁玉要陷害他，宫少府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道理。以救济难民的名义，也不会落人画饼。既然宫少府有心，那就尽数收下。回帖告诉宫少府，这笔捐款会以宫少府府的名义捐的。娘娘，方才太子殿下临走时，邀娘娘下午到湖心坊游船。娘娘您看，
不去，本妃忙着呢。以后太子殿下有什么邀约，直接给本妃退了。是，老奴还有一事要禀报娘娘。今天事怎么这么多？你说。文博侯府的庶出二小姐想要拜见娘娘，娘娘是否要接见啊？庶出二小姐，叶芷雪啊，正是叶芷雪小姐。文博侯府的这个叶芷雪，叶芷云印象不深，原主的记忆中见过叶芷雪的画面，5个手指头都能数得清。让叶芷雪到花厅等着，你把徐娘请过来，她要先问问清楚。老奴见过王爷，见过王妃，娘娘有事儿要找老奴。徐娘不必多礼，我叫你来是想问问关于叶芷雪的事儿。徐娘知道多少？叶二小姐的事儿，老奴知道的不多，倒是叶二小姐的母亲温姨娘的事儿，老奴知晓一些。当年您的母亲去世不久，文博侯府只有柳姨娘一个女人，文博侯便在后来又纳了一门妾，就是如今的温姨娘。那时的温姨娘初入文博侯府，天生活泼，容貌动人，引得文博侯对其宠爱有加。不久更是怀了身孕，柳姨娘见此心生嫉妒，使了阴谋将其腹中的胎儿流掉。温姨娘从此便与柳姨娘生了芥蒂。柳姨娘本以为温姨娘没了一个孩子，文博侯对她的宠爱会变少，却不知温姨娘是使了什么法子，竟然让文博侯对其更加宠爱。这不久之后又怀了一个胎儿，就是叶芷雪。只不过温姨娘千防万防，还是防不住柳姨娘的阴谋。温姨娘生产那日大出血，差点与您的母亲一样性命不保。九死一生的温姨娘怀疑是柳姨娘陷害于她，可苦于没有证据，更因为她的那次生产落了个半身不遂，只能天天卧病在床，靠喝药吊着身子。从那之后，温博侯再也没有靠近过温姨娘的院子，因生出来的是个女婴，叶二小姐也不曾受到过重视。你觉得叶芷雪心地不坏，在文博侯府这样的大家族中能够相安无事的活下来，说没些本事，老奴是不相信的。叶芷云点点头，你这么说，我心里倒是有了些数。娘娘，可是出了什么事儿了？没什么。爱妃打算接见叶芷雪，去见见呗，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不是？本王陪你去。你属八卦的呀？两个女人聊天，你一个男人凑什么热闹？这里怎么说都是战王府，就是想做点什么，好歹也挑一些地方吧。我又不会跑，你还怕什么？是不是？爱妃说的对。淑梅叶芷雪见过张王妃，起来吧。谢娘娘，过来坐吧。娘娘好意，臣女心领，只是臣女身份卑微，断不能如此僭越，望娘娘恕罪。同是在文博侯府长的，本妃跟你却没有什么交集。你与叶芷静的性格也相差甚远，明明同住一个屋檐，也算是姐妹。如此一说，倒讽刺得很。臣女乃是庶出，怎么能与娘娘媲比？但你过得却比本妃好，不是吗？嫡出有什么用？本妃在文博侯府过的是什么日子？在文博侯府，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现在说这番话，本妃倒是有些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了。娘娘在文博侯府的日子不好过，其实臣女又何尝好过？臣女的母亲卧病在榻，常年以药吊命，爹更是不闻不问。臣女在文博侯府的日子并不比娘娘好多少，但不管如何，娘娘都是正儿八经的嫡出小姐。嫡出的这个身份，以前是，现在是，以后永远都是。臣女跟娘娘不一样，卑微的出身会随臣女一辈子。哦，你这是在跟本妃比惨吗？臣女知道娘娘所说的罪，乃常人不能忍受。臣女也不求能有出头之日，但臣女想求娘娘，莫要让爹将柳姨娘扶正，否则臣女在文博侯府定会生死不辱。柳姨娘害得文博侯被停职，还让文博侯府的名声一落千丈。文博侯又不傻，怎么可能还会将她扶正？爹已经决定了，5日后柳姨娘便会成为文博侯府的正式夫人。此事还未曾宣扬，臣女此番前来，就是想求娘娘出手阻止。扶不扶正，那也是文博侯的事儿，与本妃何干？你今日为这事儿来求本妃，不过是想让自己在文博侯府的日子好过些罢了。说实话，本妃与你交集不深，严格来说，今日本妃与你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吧？本妃为何要帮你？叶芷静以往那般欺负娘娘，娘娘难道就不想报仇吗？那是本妃的事儿，报与不报都只在本妃的一念之间。怎么，你想左右本妃？臣女不敢。娘娘难道就不好奇爹为什么要将柳姨娘扶正吗？
那是文伯侯的妾，他想扶正就扶正。你要是想挑起本妃的好奇心，光这点东西还不足以让本妃提起兴趣。柳姨娘怀孕了，怀孕几个月了？柳姨娘已经请了大夫诊过，大夫说她肚子里面怀的是个男婴。假的，若真怀了2个多月的孩子，3月尾是春寿，到现在5月5，刚好过了1个多月。那她在春寿将柳姨娘罚得这么狠，也没流掉她腹中的胎儿，何况柳姨娘还被青木割断了声带，受伤之际身子肯定会有所亏损，难不成对胎儿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吗？没错，这事儿是假的。你知道乌蛮娘娘娘亲曾告诉过臣女，当年柳姨娘虽害她难产，但娘亲也没饶过柳姨娘。柳姨娘如今看上去身子像是没什么大碍，但却再不是能生养之人，否则柳姨娘在府中10几年，怎么可能只有叶芷静一个女儿？这么说你娘还挺有手段的。照柳姨娘的性子，若是知道自己不能生养是你娘一手造成的，她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们？娘娘谬在，不过都是为了生存下去罢了。这事听上去似乎更不关本妃的事儿了。既然你知道柳姨娘肚子里的孩子是假的，直接揭穿就是，何必来求本妃？臣女只知道柳姨娘不能生养，可却没有证据，而且柳姨娘请的是为文伯侯看了几10年病的大夫，臣女若贸然揭发，只会得不偿失。所以你想让本妃出头，自己则躲在本妃身后坐收渔翁之利。若娘娘肯帮臣女这一次，臣女日后定以娘娘马首是瞻，即便是上刀山下火海，臣女定在所不辞。上刀山下火海倒不必，本妃可以卖你一个人情，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能说出本妃非帮不可的理由，本妃倒可以考虑。若你能说得出，本妃自愿帮你过这一关；若是说不出，打哪儿来回哪儿去。臣女有，我娘曾经怀疑娘娘的母亲也是柳姨娘害死的。臣女的娘亲在生臣女时难产大出血，差点就一命呜呼，这样的症状跟娘娘的母亲生宁的时候症状一模一样。当时我娘还特意寻来府中的下人试探过，只是我娘入府的时候，您的母亲已经去世，这一切都无从考证。但我娘的猜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吗？不管是不是柳姨娘害的，本妃也不可能让她好过。所以这件事儿除了对本妃有些冲击之外，并无任何影响。娘娘的母亲死后，您的外家曾要求将您带回府中将养，可爹他不仅百般拒绝，还听信了柳姨娘的谗言，诬陷您的外公在朝中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害得您外家不得不举家迁移锦州，至今都未曾见过您一面。这件事儿您也这么算了吗？这也是温姨娘说的，她怎么没有听徐嬷嬷说过？是，否则娘娘以为为什么爹会如此宠爱一个妾室？叶芷静更是，身为一个庶出，享受的却是嫡出的待遇，不过就是他们之间有着心照不宣的秘密罢了。这些年爹之所以不将柳姨娘扶正，不过是因为娘娘您在，只要娘娘的嫡出身份不变，爹就不可能冒着背下一个宠妾灭妻的名声。如今娘娘已嫁入战王府，文伯侯府后院只有柳姨娘一个女人，此时扶正便算得上是名正言顺，更别说她谎称自己怀了男胎，若不阻止，以柳姨娘的手段，她定会不遗余力的让叶芷静当上太子妃。届时娘娘想要做什么，怕是难了。我娘在府中这么久，怎么会一点事情都不做？为了拿捏住柳姨娘的把柄，许多年前她就开始留意柳姨娘的一举一动。如今可以确认的是，当年给娘娘接生的产婆与给臣女接生的产婆都是同一个人。这个产婆在10年前就已经被柳姨娘打发回了乡下，但是我娘为了这一口气，始终求着她娘家的人去盯着这个产婆。娘娘若想查点什么，臣女可以立即提供线索，包括娘娘在锦州的外家，臣女也知道他们的住处。你倒是做了万全的准备。这些年都是我娘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线索，虽然都是些零星的碎片，可娘娘若查，绝对能查出什么。柳姨娘跟叶芷静蛇蝎心肠，她是知道的。原主的娘亲已经去世，不管是不是他们害的，她都不会放过他们。但如果涉及原主的外家，事情就没想象中的那么单纯了。要揭穿柳姨娘很简单，但如果贸然行事，对柳姨娘造不成多大影响，顶多就是找那个大夫出来顶罪，说诊错了。这一层想必你也想到了，不然也不会过来求本妃。这么说，娘娘是肯帮臣女了。谢娘娘。柳姨娘本就是个妾，就是扶正不成，她也不会损失什么。这事儿本妃得好好想想。是，可是爹将在5月10日那天将柳姨娘扶正，离今日不过还有4天的时间，届时娘娘再想阻止，恐怕就晚了。怕什么？本妃的目的是让柳姨娘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你的请求，本妃不过是顺带帮你一下罢了。她就是被扶正了，
本妃也能把她从正室夫人的位置上拉下来，还是摔到泥里抠都抠不出来的那种。是，臣女会时时关注柳姨娘跟叶芷静的动向，若有不寻常之处，臣女马上来报。宋客，等等，娘娘，臣女还有一件事。你说，今日其实是爹派臣女来的，为的就是让臣女说情，让娘娘与王爷能恢复他的朝职。他让你来你就来，你还满听文伯侯的话吗？臣女的一举一动都被柳姨娘的人看着，若不听她的话，臣女又怎么能有机会出府？若被盯着，你还怎么到战王府给本妃传消息？臣女会说，臣女与娘娘交谈甚欢，爹听了便会让臣女多来战王府走动，届时臣女便会把文伯侯府的情况告知娘娘。果然是暗藏锋芒的人。文伯侯的事儿，本妃会与王爷商量，若没什么事儿，你可以走了。是，臣女告退。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本王想爱妃了。矫情，刚才叶知雪的话你都听见了？七七八八。我的外家真的在锦州？在。怎么没听你说过啊？爱妃的外家迁至锦州的时候，本王才7岁，正与母妃被困冷宫，具体如何，本王也不清楚。对不起啊，我有点太心急了。亲本王一口，本王便考虑原谅爱妃。你还是气着吧。可要本王借了文伯侯的禁令？借了吧，总归要让叶知雪带点东西回去，才不会让文伯侯生疑，不是？既然说要帮了，就不需要藏着掖着。爱妃想要怎么做？我还没想好。对了，走走走，咱们去看看莫晨宇跟莫晨曦给难民捐了多少钱。这说出去，怕是会让人以为我战王府没钱养你。没有谁会嫌钱多好不好啊？如果有，那一定就是钱不够多。爱妃请。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得其如此，夫复何求？四皇子，您已经念了好久了，难道奴家还不如一句诗来的吸引人？吸引人的才不是诗，是诗中的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叶芷元是有什么本事，竟将莫尘渊迷得七荤八素？他摸了摸下巴，回想着叶芷云的模样。好看是长得好看，但长得好看的又不止他一人，身段嘛还算苗条，却未有及得上你。四皇子如此谬赞，惹得奴家好生高兴。要说心善，目前也不过救济了一下难，想不通啊，想不通啊！人家可是战王妃，您难不成还对一个有妇之夫感兴趣？闪一边去，好好给小爷倒酒，别有事没事就往小爷身上凑。小爷对他感兴趣也没什么不对。叶芷云不过才15，小爷也是15，年龄相当，互相之间更有话题，可要比莫尘渊那个木头有趣的多啊，不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战王，既然来了，朕倒想问问莫龙君军服一事，你觉得给谁合适啊？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呀？父皇乃大越天子，莫龙君在父皇手中，想给谁便给谁，何须过问本王？那毕竟是你一手创建。月帝看着他的背影沉眸。莫龙君的实力你最是清楚，更别说其中还有5000精锐。莫龙君跟随你征战多年，朕问你，你觉得在朝中谁才能胜任这支军队？莫尘宇袖中的拳头不免握紧。父皇这样问，明摆着是想把莫龙君还给莫尘渊。既然父皇问了，本王这里当真有一个人选。谁？听闻四皇子莫尘轩武功高强，生性张扬又胆识过人，本王觉得莫龙君若落到他的手中，定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你是料定了朕不会将莫龙君交到莫尘轩手中？父皇想错了，本王是真心觉得四皇子很适合掌管莫龙君。说着，不再理会殿中哑然的众人，转身迈出了金銮殿，没有丝毫逗留的意思。父皇，战王的性子惯是狂傲，儿臣作为他的皇兄，不如替父皇去劝一劝。月帝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莫尘宇这才恭敬地退下。娘娘，叶芷雪小姐觐见。淑妹叶芷雪，见过嫡姐，起来吧。怎么到这儿来找本妃了？王爷解了爹的禁足，爹此前有过几次让臣女到嫡姐面前讨关系，但都被臣女拒绝了。爹的要求若是应多了，只会让他觉得臣女有求必应，廉价的很。你看着办便是。这次来，你是带了叶芷静或是柳姨娘的消息？叶芷静在6月6那日约了太子殿下到湖心坊游船。湖心坊这名字乍一听怎么这么耳熟呢？娘娘，此前太子便一直送来请帖，邀您到湖心坊游船。哦，叶芷静才成嫡出小姐没多久，转眼就邀请了莫尘宇去游船，他的伤难不成好全了？也太心急了吧！不由得他不心急，
太子殿下如今已20有5，太子府中妾室不少，却没有正妃。臣女估计，皇后也在为太子物色太子妃的人选，只不过这太子妃的人选要经过皇上的同意才行。正巧还有2个月便是七夕，若臣女想的没错，皇上会在那日为太子赐婚。你就那么确定？臣女也只是推断，即便不赐婚，皇后也快坐不住了。话说那个湖心坊真有那么好玩？湖心坊位于南城莲花湖，莲花湖中景色宜人，夏暑之日清凉无比，是京城大家千金与公子常去之地。就算他邀了莫尘羽去游船，想要嫁进太子府还远着呢。他之前冲撞了本妃，本妃让他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了脸面，莫尘羽还会娶她吗？娘娘，皇室联姻从来不看个人，如果文博侯府对太子殿下有用，就是皇后也会松口的。更何况之前柳姨娘被娘娘打压，为了名利，为了报复娘娘，她什么都做得出来。皇上不想给莫尘羽权力，但皇后却想着法儿的想让自己的儿子掌权。其实那么多京城大家的千金与公子喜欢去湖心坊，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景色好，湖心坊底部设有小坊，京城大家的小姐都喜欢自划小坊游湖，若遇到有情之人更不必多说。而如今是夏季，莲花湖中莲叶连天，岸边跟绿树成荫。叶芷静这次邀太子殿下游船，怕不只是游船这么简单。你是说叶芷静会设计莫尘羽？这些日子臣女一直在注意柳姨娘与叶芷静的动向，依臣女看十有八九。柳姨娘被扶正，你日子不好过吧？这么着急想要她动手？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臣女又何必在乎这几日？你倒看得明白。是。你既然来了，也不必急着回去。娘娘厚爱，臣女感激不尽，在此谢恩。柳姨娘怀了身孕，这会儿怕是在文博侯府横着走呢吧？娘娘所言不错，柳姨娘仗着自己怀了身孕，比之以往更加骄横，而且她如今已不是妾室，府中无人敢忤逆她的意思。她就没什么动作？柳姨娘怀孕3月，的确每晚都留宿在她的院子。若柳姨娘真的怀孕，3月之初最是不稳，也就只有爹被她耍得团团转。你是在发泄不满吗？文博侯是怎么样的人？你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现在才有情绪，未免太晚了些。再说，柳姨娘既然有手段假怀孕，就有手段骗得过文博侯。她既是假怀孕，那肯定就有真的来代替她，否则她怎么瞒天过海？娘娘是说，多注意柳姨娘的动向。3月还不显怀，等到了显怀的月份，她定会连碰都不给文博侯碰，而月份越大，她的动作便会越频繁。毕竟她要确认自己真的能生下一个男胎。你心思缜密，人也聪慧。本妃这么说，想必你能明白本妃的意思。是。叶知雪欣喜的垂眸，她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柳姨娘不能怀孕，那她肯定是要找一个能怀孕的人来代替她，不仅以假怀孕来骗爹，还要找一个野种混淆文博侯府的血脉。此事已经拆穿，不仅柳姨娘身败名裂，就是叶芷静的太子妃梦也要支离破碎。可是娘娘，还有2个月便是七夕了，柳姨娘再过2个月也不过是5个月身孕，这怕是无法及时拆穿。急什么？你按本妃说的盯着柳姨娘便是，其余的本妃出手搞定。是。娘娘，王爷来了，本王可没错过爱妃眼中的欣喜，见本王出现，可是高兴的紧。下朝了怎么不回府？本王去见了母妃一趟，母妃记得元儿爱吃桂花糕，日日做着，让本王什么时候去了捎些给爱妃。母妃啊，喜欢元儿喜欢的紧。娘娘还有事儿要忙，臣女便不多打扰娘娘了，先行告退。下去吧。可是又有人不安分了。他们一直不安分。好吃，你要不要来一块？本王尝过，确实好吃。在外面能不能收敛一点？本王不过是吃了一口点心，还什么都没做呢。爱妃这般，倒让本王觉得是在暗示本王了。也算你狠狠。你再这么气我，我就跟莫尘羽到湖心岛游船去。方才叶芷雪来过，谈的便是文博侯府之事。难不成是叶芷静邀请了莫尘羽到湖心坊游船？叶芷静邀了莫尘羽游船，我怎么不知道？你与莫尘羽的亲事被我破坏，他年纪不小，定要再选一个正妃人选。叶芷静一直存着嫁入太子府的心思，你可是想破坏叶芷静与莫尘羽的约会？对不起啊，我本来是想玩玩你来着，然后跟你说咱们一起去湖心坊捣乱。元儿，你可还记得我说过的话？
什么话？本王说过，若爱妃敢移情别恋，本王就是砍去你的手脚，也要将你囚禁在身边。若真到了那个地步，你可先夺去我的性命。我又打不过你啊！我不会还手。好嘛好嘛，若我真的移情别恋了，你就砍掉我的手脚，就是将我绑在身上也好，困在牢笼也好，随你的愿，可好？我舍不得。说这么做的是你，不情愿这么做的也是你，我们俩到底是谁矫情？既然你都那么狠了，那定不会介意，如果你喜欢上别的女子，我也这样做吧。随爱妃处置。其实莫尘渊还是很好哄的嘛，刚才的事儿我是说真的，咱们也就不仅绑游一圈吧。好。叶芷静跟莫尘羽6约6去，那我们也6约6去。好。叶芷雪说叶芷静很有可能设计莫尘羽，咱们带点观众去，把莫尘曦也叫上。好。娘娘，全太医为您诊平安脉。怎么还要整平安脉？不是皇上的妃子才这么没事找事的吗？是王爷吩咐的。好好的整什么脉？进来吧。还好。娘娘身子呀，并无大碍，就是有些脾气亏虚，气血不足，只要在府中好好将养着，过些时日就能好了。好。既然没什么事儿，那微臣便先行告退。全太医，娘娘的身子可有损伤？萧统领可以让王爷放心，娘娘吃的粥食不多，种的药不深，身子未出现太大的亏虚。这些日子多熬些参汤滋补，但也别补太过，以免虚不受补，好好将养着，一段时日后定能恢复。此事还望全太医能帮忙保密。微臣明白，若没什么事，微臣先行告退。萧大哥，娘娘身子可还好？娘娘施的粥里被人下了药，如今贫民区许多难民出现浑身乏力之状，有一小部分已经卧床不起。那娘娘有事吗？这事儿会波及到娘娘吗？娘娘胃口小，吃的不多，全太医看过，没有大碍。这些难民因常年被困在贫民区，大多数只以为自己身体出了问题，并未怀疑上周氏。只要不生长，娘娘便是安全的。之后王爷会以娘娘的名义请大夫为贫民区的难民诊治，王爷很快就会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这2日你跟在娘娘身边，尽量别让娘娘出府，免得有漏网之鱼借题发挥。奴婢明白的。另外王爷有吩咐，要的事也先别告诉娘娘。娘娘为了贫民区的事尽心尽力，说了平白惹得娘娘心情不好，一切待王爷处理好再说。好。不过瞬间，宫少府府血流成河，尸野遍地。宫少府，想必不必在下多说，你也知道在下来是干什么的。你带人到我的府上胡乱杀伐，不分青红皂白，战王殿下还真是一点都没变，依旧这般冷血残暴，心狠手辣。不知微臣是哪里惹到了他，竟然这般屠我全府。你调包沉水乌木，派人在娘娘施的善粥里下药，这些事王爷都已经查清，宫少府不必认罪。王爷吩咐，宫少府府内一切活物格杀勿论。一切活物，战王殿下好大的排场，他竟然敢不把我宫少府当人看。他权力再大，也不过是个王爷，要屠我全府，他没资格这样做。看来宫少府也知道自己所犯何事了。我从动手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想过我能活下来。但我宫少府府上下几百号人，战王殿下就不怕遭世人唾骂吗？老爷，夫人，夫人，老爷，宫夫人被藏在宫少府府的密道之中，其中还有不少与夫人一起的下人，均已处理。夫人，你为什么不走啊？就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反正我们的女儿已经被我们送走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就是战王殿下要屠我全府，那便屠吧。我全府上下几百号人，就是下了地狱也不会放过他的。你们就等着我每晚到你们战王府索命吧。在下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们。爹娘，宁月，为什么？这是天要亡我啊！爹，我不要死，我还不想死，我去求王爷，去求王妃，他会放过我们的。我宫少府从未做过对不起王爷的事，若非王爷那般对待宁玉，我又怎会下如此毒手？这一切都是你们战王府做的孽，冤有头债有主，我这么做不过是要为宁玉报仇罢了。我有什么错？我有什么错？你们如此对我，战王殿下他还有良心吗？是啊，我不过是喜欢战王殿下罢了，我不过是喜欢他罢了。当真如此？宫少府以为将自己的野心藏在心里，王爷就不知道了。你什么意思？宫少府心思向来缜密，
皇上虽然封了太子为太子，却不给任何权力。怀王殿下有心争权，然而皇上对怀王殿下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四皇子年纪尚小，且母族被皇上满门抄斩，皇位于他而言太过遥远，所以你才将计划打在王爷身上。胡说八道！王爷不受皇上宠爱，却南征北战，手握墨龙军，手段狠伐，性格果断。即便王爷没有皇上赋予的实权，权力却比任何一个皇子都要大。你正是看中了王爷这点，才在皇上急召王爷回京那年，找准了时机，将自己女儿奉上。也正巧，宫小姐对王爷一直怀有倾慕之心，此事若是成了，不仅能攀附王爷，也能成全你的女儿。你休要污蔑我！你没有证据，你这是在胡说八道。宫小姐从小就被你当成皇后培养，其礼仪不仅请了宫中的嬷嬷按皇后的规格受教，就是宫少妇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能让宫小姐坐上皇后的位置。王爷砍去宫小姐的双手，你满心以为有了筹码可以让王爷将宫小姐娶回府，却不想王爷油盐不进，你只得了皇上的特赦，扩建了宫少妇府。然而让宫小姐嫁进战王府的念头，你从一开始就没断过。宫小姐失去了双手，除了嫁进战王府，你别无选择。只不过你也受了教训，这些年一直在暗中观察，没有贸然动手。当你观察宫小姐要给王妃娘娘下药时，心想这也是一条计策，所以对宫小姐一举恍若不知，直到发现重要的是宫小姐，才慌了心神，失了贞洁，便再与皇家无缘。你将这一切归咎于王爷与王妃利用难民区一事陷害娘娘，欲一招将娘娘打入万劫不复之地。这都是你们的臆想，我宫少妇从未做过对不起皇上的事儿。只是看得太清也不是件好事。宫少妇，你说在下说的对不对？爹，我们去求王爷吧，他会放过我们的。爹，我还不想死啊！宁玉啊，是爹对不起你，爹没能如你所愿啊！不管皇上会不会传位战王，他定会去争那个位子呀。不管是谁上位，都不会让战王府好过的。他必须去争那个位子呀。为父本想，只要将你嫁进去，我们只要依战王的意思去做，宫少妇府定会更上一层楼的。是为父对不起你，是为父对不起你啊！为父也想为你报仇啊！该说的都说完了，在下送各位上路。不要！我要见王爷！有什么你们冲我来？我女儿她是无辜的，你们要杀要剐就冲我来！爹，救我呀！爹，我还不想死啊！求求你，放过我，求你了！噗的一声细响，青木一刀就抹了他的脖子，毫无犹豫。宁玉啊，我女儿是无辜的，她是无辜的呀，她只不过是被我利用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放过她呀？王爷有吩咐，要永绝后患。我宫前镇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青木以同样的手法提起宫夫人的头，噗的一声，两个最爱的人死在眼前，宫少妇嘶声痛哭，却什么都做不了。你们不得好死！你不该打王妃娘娘的主意。那个孽子，马上叫他进宫来见朕。皇上，战王殿下他怕是叫不动啊。派御林军去，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给朕押进宫来。这里可是京城，是朕的眼皮子底下，他竟敢做出这种灭绝人性之事！皇上，这是战王府送来的。皇上，战王府此时送来奏折，想必是因为血洗宫少妇府一事啊。朕倒要看看这个逆子有什么理由。月帝看完，将奏折怒摔在地上。皇上，宫少妇不仅在战王妃施的善州里下药，残害百姓，还将建造孤儿院的木料调包了。一旦出事儿，战王妃可就成了众矢之的呀。这般罪大恶极，不怪战王殿下如此动怒啊。就算如此，他也不该那么冲动啊！宫少妇府剩下几百号人啊，他直接就派人过去杀光了。这是一个王爷该做的事吗？啊！这等暴行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罪该万死，何况他还是大越的王爷，难道非要把京城搞得人心惶惶、腥风血雨才罢休？朕这个皇帝以后在百姓面前还有什么威严可言？皇上息怒，仔细龙体呀！既然知道宫少妇的阴谋，那就应该上禀于朕。难不成朕的京兆府、宗人府、大理寺全都是摆设不成？
他一意孤行，一声不响就把宫少夫妇杀了个精光。他有把朕这个父皇放在眼里吗？如此为所欲为，让朕怎么跟朝臣交代？让朕怎么跟百姓解释？皇上，那还要将战王殿下换进宫吗？哎呀，那个逆子现在在做什么？他就奇怪，为什么莫尘渊前些日子都有上朝，今早为什么突然就不来了？原来竟是干这种事儿去了。派人去查，整件事的始末朕都要知道。是。今日可是不上朝了？不上。昨日你说一切处理完之后会告诉我沉水乌木的事儿，你可处理完了？那你可以告诉我是谁要害我了？宫少府。原来是他。那么说，宫少府送来的500万两白银，其目的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那宫少府你是怎么处置的呀？本王非良善之人。我说过，我也不是。所以你是怎么处置他的？永绝后患。宫宁玉也死了。渊儿，可是觉得我太残忍了？我哪句话说了？就是觉得为父残忍，也已经晚了。平日你不是这么不自信的人啊。从前不曾有过如此在乎的人，他无需在意别人的眼光。可如今他也有些害怕，他心中的恶念只有他一人知道。见莫尘渊沉默，叶芷云也终止了这个话题。太子殿下，臣女听闻无心坊设有小坊，小坊不仅独特，犹在莲花湖中更别有一番诗意。不知太子殿下可有兴趣与臣女去看看？无心坊的小坊，莫尘宇自然知道，可是莫名的他就是不想跟叶芷晶一起去，只是些小船罢了。可是臣女都没做过，这无心坊臣女可是第一次来呢。臣女知道自己身份卑微，配不上太子，邀请太子殿下游船这样的事儿，太子殿下拒绝臣女也是应该的。本太子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你想游小坊，本太子陪你便是。真的？真的。见此，莫尘嬉笑问：叶三小姐有没有兴趣？本王可以陪你。谢桓王殿下，只是臣女今日约了嫡姐，臣女若是离开了，只怕会让嫡姐不好找。莫尘宇眸眼微亮，叶芷雪什么时候跟叶芷云的关系这么好了？战王妃也来。是，臣女承蒙嫡姐照顾，无以为报，便约了她到这湖心坊散心。只是她好像被什么事耽搁了，直到现在都还未来。既然如此，那妹妹便在这里等着吧。太子殿下，咱们先去吧，说不定一会儿还能与王妃娘娘碰上。不急，现在才午时，咱们有的是时间。可是方才太子殿下答应了臣女。本太子也是为你着想。5日太阳最是毒辣，小芳哪有大芳般的清凉？本太子可舍不得你受一点罪啊。原来太子殿下是在关心臣女，是臣女无礼了。听闻你此前到贫民区找过战王妃，你们关系很好吗？说来惭愧，是臣女厚着脸皮叨扰嫡姐，嫡姐心胸宽广，为人良善，并不嫌弃臣女，臣女得嫡姐庇佑，虽感激不尽。原来你这些日子是找到了靠山，怪不得翅膀硬了，连母亲的话都不听了。叶三小姐在文博侯府过得不好吗？怎么会？只是臣女乃庶出之身，许多事比不上姐姐，这些臣女心里都清楚，自然不敢骄纵。叶芷雪，你这话是说我蛮横骄纵吗？妹妹并没有这样说，是姐姐误会了。是我误会，还是你本意如此？叶芷雪，别以为战王妃对你好，你就可以在我面前为所欲为。说到底，你还是文博侯府的人，若识趣些，我还能让母亲为你寻个好人家。哟，本妃刚进来就听到有人在议论本妃，本妃有那么出名吗？臣女叶芷雪见过嫡姐。起来吧，你不会以为柳姨娘被抬了平妻，你就不用给本妃行礼了吧？臣女叶芷静见过战王妃。本妃刚才进来的时候，听到你们在说本妃的坏话呀。三皇妹可别看本王，本王可是什么都没说。本妃也知道怀王殿下不是这么八卦的人。战王妃定是听错了，方才是静儿与叶三小姐说要柳夫人为她寻一个好人家，恰巧被战王妃听了去，误会了。叶三小姐说三弟妹要来，大家便都在此等着呢。三皇弟、三弟妹，快请坐。本妃不坐，本妃要跟王爷去游小坊，就我们2个人。一切听爱妃的。快带我去啊！我第一次来这湖心坊，你要看好我。好。眼见2人才没来多久就走了，莫尘宇顿时坐不住。静儿，你不是说想游小坊吗？本太子现在带你去。可是太子殿下方才不是说午时的太阳最是毒辣？小坊有竹帘遮掩，坊中又置了冰块，怎么会热？叶芷静还没说完，莫尘宇就打断道，一边说还先一步离开了坐席，追着叶芷云的背影就去了。太子殿下，等等臣女。怀王殿下，如今这里就只剩臣女与您了，若您不嫌弃，
可愿与臣女去游小坊？叶三小姐有兴趣，本王自当舍命陪美人啊。娘娘，太子殿下与叶芷静小姐的船跟上来了。就是有叶芷雪拖时间，叶芷静的动作也太慢了，现在才将莫尘羽约到小坊。云儿究竟是要与我约会，还是要固执他人？你耍什么性子呢？忘了来之前你怎么折磨我的了吗？还不满足呀？我就是不喜你记挂着别人，特别是莫尘羽。方才云儿刚进坊时，莫尘羽看他的眼神，他可没错过。莫尘渊，你别恶心我了，我记挂着谁，也不会记挂着他的。你忘了他之前怎么对我的？再说，他有个这么好看的夫君不惦记，惦记那个怂货。可是别人可是记挂着云儿呢。什么意思啊？你可别说莫尘羽在惦记着我，他从以前开始就恨死我了，特别是退婚之后，我就总觉得他一直想要伺机报复我。不然他干嘛老是想约他出来，还总是一副假惺惺的模样？不就是想要找机会嘲讽他，看他笑话吗？他懒得跟他周旋，也不想给他钻空子的机会。娘娘，太子殿下的小芳似乎一直在跟着我们。他一直跟着我们干什么？叶芷静到底是不是要设计莫尘羽啊？他行不行的？他还等着叶芷静动手，他好捉奸呢。莫尘羽心思不在叶芷静身上。说我知道，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叶芷静的形象在莫尘羽心中一落千丈，再也不是从前那个白月光了。太子殿下，这是臣女刚泡好的，您尝尝，看看臣女泡的茶是否合您的口味。先放着吧，本太子现在还不渴。太子殿下，您可是嫌弃臣女了。若臣女做了什么惹您不高兴了，您说出来，臣女下次定不会再犯了。只求太子殿下不要对臣女那么冷漠，好吗？本太子没有这个意思。为了让他安静下来，莫尘羽接过那杯茶。本太子喝便是。只要按娘亲说的做，她就能嫁进太子府，当上太子妃。想到以后的飞黄腾达，叶芷静稳住心神。这坊内怎么越来越热了？许是太阳太过毒辣，臣女让卓侍卫滑到避阴处缓缓。太子殿下好像有些中暑了，你寻一处安静的地方，让太子殿下休息片刻。太子殿下，去吧。是。还有，中暑之事可大可小，为了太子殿下的安全着想，卓侍卫最好进宫一趟，将太医请来，以免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与卓侍卫都担待不起。是。卓风一走，叶芷静的唇角就勾起了一抹得逞的弧度。太子殿下，不如躺下休息片刻。太子殿下，请自重。莫尘羽再也忍耐不住，最后的那点理智也轰然崩塌。叶芷静自以为做的隐秘，可莲花湖中一艘小坊正密切地注意着这边的动静。叶芷雪有一搭没一搭地与莫晨曦聊天，心思却一直徘徊在叶芷静的小坊上。娘娘，他们已停在避阴处许久了。香明，划过去，直接撞他们的船。是。要是月帝知道莫尘羽这么晚来，估计又要被气死了。香明，再快点，可别真让他们生米煮成熟饭了。不过一会儿，砰的一声巨响，两艘小坊直接撞到了一起。谁？知不知道这是谁的船？你们就敢撞上来？原来是太子殿下跟叶大小姐的船啊！你们竟然在这里干这种事！滚！太子殿下，你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跟叶芷静行这等苟且之事？皇上的脸都要被你丢到姥姥家了！太子殿下，不要啊！快醒醒啊！太子殿下！可不管他怎么拍打莫尘羽，他压在他身上硬是不动分毫。难道是太子殿下在强迫你？别怕，我来帮你。打完2巴掌，叶芷云还觉得不够解气，又抬起一脚狠狠踹在他脸上。太子殿下，你清醒一点，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儿？要不是知道叶芷静心属于你，你可就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啊！爱妃别淘气，扰了太子与叶大小姐的好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是太子殿下他情不自禁的，但我们还什么都没有发生。你说什么？太子殿下，您这般叫臣女以后还怎么做人？臣女心悦太子，说太子有意，臣女愿等太子殿下3枚6聘来迎娶臣女。届时太子殿下想怎么处置臣女都可以，只是现在万万不可呀！你……叶芷静的话一落，莫尘羽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这是中了叶芷静的圈套。刚刚他给他喝的那杯茶一定有鬼。莫尘羽神色泛着一抹异样的绯红，但却已经完全清醒。他瞪着叶芷静的眼神精正又气愤。太子，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不行，此事事关皇家声誉，本妃现在就要进宫禀报皇上。等等，这件事定是有什么误会，待本太子查清，自会向父皇禀明，无需战王妃操心。太子殿下，您不能丢下我呀！臣女的身子已经被您看光了，您要对臣女负责呀！莫尘羽虽然清醒，
可药效却还是在的。他看着被莫尘渊护在身后的叶芷云，像是能闻到从他身上飘来的清香一般，内心那股欲火莫名的烧得更旺了，理智像是在瞬间崩塌了一般，直接就扑了上去，一股凌厉的气劲直接将莫尘羽扇了出去。莫尘羽闷哼一声，随后就是扑通一声坠进了莲花湖。本王帮太子再清醒清醒。你轻点啊，把他打成重伤，后面就也不成了。本王未曾用力。救命啊！叶主静，你没事吧？你放心，这事儿本妃一定帮你在皇上面前讨回公道。你这个贱人，是你故意来害我的。既然你不让我好过，那你也别想好过。要死，咱们一起死！在叶芷静快碰到他的衣摆时，猛地飞起一脚，直接把他从船上踹下莲花湖。哎呀，吓死本妃了！光天化日的，他居然要害我！还好本妃反应快，不然遭殃的就是本妃了。怀王殿下，快护心坊救人！滚！你们不要碰我！我可是文博侯府的嫡出千金，你们这群贱奴，都给我滚！还说我心狠，叶芷雪才是真的狠呢。可是娘娘，叶芷雪这般，到头来柳姨娘跟叶芷静还不是把账算到您的头上吗？您就不生气吗？有什么可气的？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叶芷雪在打什么主意，只要他不过分，他不介意做这个出头鸟。何况柳姨娘跟叶芷静本身就恨他入骨，这些都是他预料之中的事儿。救上来了，咱们也去看看。滚！你们这群贱奴，不许碰我，都给我滚！这是怎么了？叶大小姐是哪里不舒服吗？叶大小姐，你这有点辣眼睛啊！只见叶芷静浑身上下只剩一块肚兜。是你，一定是你！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在陷害我！看什么看？都给我滚！你们这些贱人，都给我滚！自己勾引太子殿下便罢了，如今落水被救，却丝毫没有感谢之意，还一口一个贱人的叫唤。依我看，此处最不要脸之人，为叶大小姐莫属了。就是，究竟谁贱？大家有目共睹。叶大小姐还是穿好衣服再说吧。若不是本小姐知晓，这般口无遮拦，本小姐还以为是哪家青楼出来的继子呢。你，是他害我的，都是他害我的。这些救我的人，一定都是他安排的。如果不是这些人，我怎么会落得现在这般模样？是他命人在水下扒了我的衣服，都是他的阴谋！我要上禀皇上，我要让皇上治你的罪。王爷，他要告臣妾，臣妾好害怕呀。无妨，有本王在，父皇不敢治你的罪。王爷是皇上不敢治本妃的罪，你去告呀。你，太子殿下，快救我！是战王妃要害我！给我闭嘴！太子殿下，你这个不知廉耻、不守妇道的女人，不仅设计陷害本太子，还想把这一切都推到本太子头上，如此阴险歹毒，本太子若是饶你，天理难容。不是啊，太子殿下，您要相信我，我没有陷害您啊，这一切都是叶芷云的阴谋，陈女士被他设计了。太子，您一定要相信我呀！给本太子滚！从前就当本太子瞎了眼，看上你这么个不知检点的东西。太子殿下，您不能抛弃臣女啊！来人，把叶芷静给本殿关到地牢里去，待本殿禀过父皇，再行发落。许是因刚才在水下泡了片刻的缘故，莫尘羽现在脑袋清醒得很。人呢？卓峰，皇兄是忘了，卓侍卫可是被皇兄派出去了，这事儿三弟妹也看到了，是不是？是啊，本妃还说太子殿下怎么把贴身侍卫给遣走了，那这小坊上不就只剩下叶芷静跟太子了吗？男又未娶，女又未嫁，孤男寡女的多不好呀！所以本妃为了太子跟叶大小姐的清誉，决定在卓侍卫不在的时候跟你们一起游船。谁知道你们竟真的在？误会，若不是中了叶芷静的药，本太子怎么会做出这等荒唐之事？调走卓峰也是他一手计划。怀王殿下，本太子要借你的侍卫一用，将这个不知廉耻的荡妇关进大牢。太子殿下不要，我可是文博侯府的嫡出千金，还不快带下去！战王妃，方才是本太子唐突，微表歉意。今日之事过后，战王妃可愿赏脸到太子府一叙？当然，战王也是。本妃才不去，我窝在战王府睡觉不香吗？为什么要去太子府？太子殿下忘了当初在太子府是怎么埋汰本妃的了？当初哪知道叶芷静是这样的女人？本太子知道你心里有怨气，还在怪本太子当初那般对你。莫春雨，你他妈能不能别恶心我？给你一点好脸色，你还真瞪鼻子上眼了是不是？老娘就是不想去你的太子府，因为那里里里外外都散发着跟你一样的酸臭味。别他妈在这里自作多情，本妃现在是战王妃，住的是战王府，嫁的是莫尘渊。你要是识趣儿，就趁早断了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本太子只是想邀请战王与战王妃到府上一叙罢了，战王妃何须这样诋毁本太子？我诋毁了吗？
本妃说的难道不是事实？你看本妃做什么？本妃的美貌与才华可不是太子殿下能肖想的。王爷，您说臣妾说的对不对？自然对极。夏日炎热，坊外不如坊内舒适。本王扶爱妃进房歇息。好，嫡姐，坐吧。谢嫡姐。上次本妃提醒你的事儿，你可有照本妃的意思去查？嫡姐吩咐，止血不敢怠慢。嫡姐猜的没错，柳夫人在城中找了个替身，这替身如今已怀胎3个多月。柳夫人将她秘密养在城外的一所小宅子中，并命人看管。待这名替身诞下男胎后，便会抱到柳夫人身边，假意是柳夫人所生。花了不少钱吧？听闻是给了10万两白银，而且这还是定金。待生下男胎后，还会另外再给10万两。20万两银子，平民百姓的话，穷极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孩子总该有父亲吧？孩子的父亲并不是什么好货，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听说有人要花20两买他媳妇儿肚子里的孩子，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那替身似乎也没有什么怨言。这2人见钱眼开，嫡姐若是想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抽穿柳夫人，便要逼柳夫人出更高的价来收买他们。只是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茬，臣女只怕嫡姐亏了钱又讨不得好。你想太多了，从来都只有本妃坑别人的，哪轮得到别人来坑本妃？是臣女多虑了。柳姨娘现在每日在府里做些什么？现在除了爹爹时不时去她的院子外，她很少出来。她的院子看上去伺候的下人多，实际上贴身伺候的就只有她身边的嬷嬷，其余人等一律不让近身，就是房中一切贴身之物都不许别人触碰。文伯侯就没有怀疑？没有。嫡姐，你打算怎么做？只要是能用到臣女的地方，嫡姐尽管吩咐。本妃的确有事让你去做。七夕宫宴快到了，今日之后，本妃会派人给你递2张请帖。嫡姐是要臣女参加宫宴吗？你不是说那孩子的父亲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吗？他娘子怀孕了，行不了房事，想必会到处找乐子。柳姨娘虽然年纪不小，可身段容貌都属姣好。七夕之日，你让她也进宫玩玩。柳姨娘刚被抬为夫人，她不会错过这种宫宴的，那可是宫宴。怎么怕了？臣女在文波侯府不得宠，苟活于今，没什么好怕的。你不用这么紧张，本妃没叫你直接把请帖给那个男人，该怎么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你这么聪明，肯定有办法。是，在七夕宫宴之前，你不妨好好培养一下柳姨娘跟那个男人之间的感情。如果那男人真像你说的那样，想必你在背后稍稍推波助澜，定会收到不错的效果。是，今日叶芷静入狱之事，柳姨娘定会怪在本妃头上。本妃给你递的请帖，她要是看不过眼，就会将你手中的请帖抢去。你直接给她就是，你要不出现在宫宴之上，说不定还能摘得干净些。若是她没将你的请帖抢去，你便带着请帖到宫里玩一玩也可。多谢嫡姐，该说的都说完了，要没什么事儿你也回吧。嫡姐，叶芷静她还是会被放出来的，是吗？那是莫晨宇跟皇上的事儿，本妃不管。叶芷静就是被放出来了，又有什么影响呢？你最终的目的不都是要解决他们2个吗？既然如此，放与不放就没什么区别了，不是？嫡姐说的是臣女目光短浅，庸人自扰了。下去吧。皇上息怒，此事千错万错，都是臣妾的错，是臣妾没有将雨儿教好。皇上要罚，便罚臣妾吧。只是皇上切莫因为这事儿气伤了龙体啊！你还有脸说？真是慈母多败儿。刮风下雨你怕他凉着，吃点苦头你怕他累着。如今他做下这等荒唐之事，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还有理？臣妾断断不敢这样想。只是皇上，雨儿的性子，臣妾最是清楚。他纵是再荒唐，也绝对不会做出这等毁人清白之事。这一定是有人陷害在先，还望皇上明察。是啊，父皇，皇兄平日也不是这般莽撞之人，儿臣当时也在场。叶大小姐的行为举止确实怪异。皇兄，你还是快跟父皇说一说当时的情况吧。父皇，你给我闭嘴！你是太子啊，京城有多少人盯着你，你不知道吗？你真当朕是老糊涂吗？叶芷静设计你纵然可恶，可这样明显的阴谋，你竟没有在第一时间看穿，如今还有脸到朕的面前诉苦。如今朕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你如此无能，怎叫朕对你不失望啊？儿臣，皇上，皇后急道，玉儿乃是重情重义之人，他对叶大小姐钟情已久，但一直是发乎于情，止乎礼。他对叶大小姐毫无防备，均是因为他对叶大小姐怀有信任。是叶大小姐辜负了玉儿的信任，臣妾相信经此一事，玉儿定会成长起来的。维护维护，
每次出了事，你就只会维护的，你是不是也想气死朕啊？皇上明察，臣妾断断没有这样想过。父皇，如今要紧的是要怎么处理皇兄这事儿。叶大小姐还被关在地牢里呢。皇上，文伯侯觐见。不见，告诉他，此事朕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若真是叶芷静设计太子，朕定会追究他文伯侯府的责任。是，你给朕到太子府门前辞过去，没有朕的命令不许出来。到底是自己的儿子，纵使不成器，却也舍不得惩罚太过。谢父皇。父皇，儿臣也先告退了。皇后，你也退下。太子禁足，你也别出德宁宫了。皇上，您这是要将臣妾禁足吗？你年纪也不小了，这般折腾只会累着自己。以后除了嫔妃每日的请安，其余的时间你便在德宁宫内修身养性。朕有空了便会去看你。送皇后回宫。高公公，皇上，听说太子跟叶芷静的事儿是战王妃戳破的。根据调查的人来禀，的确是这样。战王也在。是。朕从未见他对这些事感兴趣，娶了叶芷云，倒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了。战王血洗宫少府府一事，朕派去查的人来禀，是战王手下的一股势力所为，叫千人卫。你知道这事儿？皇上，您这是要折煞老奴了。这什么千人卫，老奴可是第一次听说呀。老奴怎么可能会知道呢？你紧张什么？却吓得高公公连连抹汗。您是皇上，您当然什么都能说。他就是个奴才，哪怕说错一个字，那都是人头落地的事儿。哼，战王手下竟有这样一股势力，而且还是在京城。你说，除了莫龙君，他还有什么是朕不知道的？皇上，战王殿下他已经将将军符上交了呀。你的意思是他暂时对朕造不成威胁？高文，皇上，老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皇上，您的4个皇子可都是人中龙凤，老奴跟在皇上身边，也算是看着他们长大的。若他们之中谁的府里没有一点势力，老奴是不相信的。皇上，老奴这样说，您难不成还要一一去查他们的底吗？其实战王殿下亮出千人卫也没什么不好，至少战王殿下没有在您面前刻意隐瞒的意思。他的脾性您是清楚的，此前您不知道，怕是未遇到需要用到千人卫的事儿罢了。哼，老家伙，你倒教训起朕来了。哎呦，老奴不敢，老奴是担心皇上日日这般思虑，仔细龙体呀。他们就没一个能让朕省心的。将叶芷静设计太子一事交由京兆府，让他查明后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文伯侯要是再有什么意见，便让他直接来见朕。小绿，外面怎么回事啊？娘娘，是4皇子。院里的丫鬟说，他跟萧侍卫在战王府打起来了。莫纯轩，听闻萧统领内力雄厚，武功高强，小爷今日一试也不过尔。难不成萧统领就这点本事，敢问4皇子到访战王府是有何事？战王府这几日风头旺盛啊，竟把小爷我的盛名都给盖了过去。不知小爷我找到这战王府闹上一闹，人气会不会比以往更上一层楼啊？窝囊！有本事你在莫尘渊在府里的时候来啊！趁着莫尘渊不在才赶到战王府闹，真能死你了！小爷今日来是有事要找你，跟我走。战王妃，小爷带你逛青楼赌坊，看美人小官，你去不去啊？跟你走，本妃有什么好处啊？今日你的开销都算小爷头上，任你买山买地买金银珠宝，只要你买得起，小爷就付得起，如何？好啊，既然是逛青楼赌坊，可要本妃穿男装啊？换来作甚？战王妃美貌演了可惜不是？4皇子慎言。娘娘一去。小爷又没有恶意，战王妃长得确实好看，怎的还不让人说了吗？长得美不让小爷夸，难不成要小爷去夸一个丑的不成？行了，4皇子邀请本妃做这么有趣的事儿，本妃怎么能错过呢？请问4皇子是坐战王府的马车呢，还是已经有了安排呢？战王妃坐战王府的马车怕是坐腻了，小爷给战王妃准备了更好的马车，请我先跟上去，你派人到宫里告诉王爷。好。4皇子一会儿可别付不起钱啊！小爷倒想看看你能买多少东西。嘿嘿，小的见过贵人，敢问贵人要买什么首饰啊？头面还是配饰？宝玉楼昨日刚巧上新，贵人可要看看？我想找你们老板。哎呦，老板不在，若贵人有事，小的可换掌柜接待贵人。好。莫尘轩在外面等了差不多半个时辰。3皇嫂是买了什么？你进去那么久，就选了这么个东西啊？本妃已经报了4皇子的名号，明日宝玉楼的伙计会将账单送进皇宫，4皇子到时可别拒不接见。切，小爷还没这么小气。明日你们提醒小爷，不用宝玉楼的伙计来，小爷自己给他送钱去。是。3皇嫂，你这侍卫心态不行啊，
这脸黑成这样，不是给小爷扫兴吗？看不惯啊，看不惯你走啊，本妃又不拦你。这可是小爷请的。本妃又不是吃不起，你是当本妃没钱付吗？小爷就喜欢三皇嫂这脾气，与小爷有的一拼，服气。可别，本妃消受不起。四皇子怕是忘记了当初怎么到贫民区搅和本妃的了。小爷给你捐款，都成了小爷的不是。本妃不喜欢拐弯抹角的，有什么事儿趁着这会儿本妃有空听，赶紧说了吧。小爷也不喜欢拐弯抹角，都给小爷出去！怎么，还怕小爷对你家王妃做什么不成啊？放心吧，小爷不好这口。你怎么知道小爷找你有事儿？那么大手笔，说你是来找本妃寻乐的，本妃都不相信。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那不一定，小爷是有事找你不错，但愿为你花钱，那也是小爷乐意的。那你倒是说有什么事儿啊？再不说可就没机会说了。为什么？我家王爷快来了。你能不能别三句不离莫尘渊啊？莫尘渊对你不甚宽恕，要我早把他拿捏得死死的，你还怕他不成？你还怕他不成？你别觊觎我家王爷了，他是不会看上你的。我这会儿是想他了。咱们合作如何？你别坑我。小爷都还什么都没说，你怕什么？你这脑瓜子能有什么好点子？不是谋权就是篡位，难不成你找我合资开饭店啊？猜对了。你比小爷还敢说？粗俗，还以为你跟怀王太子不一样呢，没想到也在觊觎皇位。一句话，合作不合作？我不要，我过得那么滋润，为啥要没事找事干？你以为太子跟怀王坐上那个位子，你们会好过吗？莫尘渊想争，自己会去争，关你屁事啊！他又不傻，帮莫尘轩拿了皇位，战王府不就成了附属的那个？这些人名里一个个表现得仗义无限，谁知道当了皇上之后会不会过河拆桥啊？而且他跟莫尘轩又不熟，他战王府想争又不是没那个实力，凭什么要给他做嫁衣？你们想争，小爷帮你。小爷跟莫尘渊随便哪个坐上那个位子都行。我不要。你真难伺候。你看看，咱们现在讨论的是人事吗？你家老父亲还在呢，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取缔他了？咱俩合作，小爷有的全给你们战王府，你要皇位，小爷也给你，答不答应？你不是混世小魔王吗？这么低声下气的，有损盛名啊！你以为小爷想啊？那老家伙也没几日可活了，等他传位，还不如直接抢过来。你知道他没几日可活，那你还急什么？这是小爷的事，你只管说答应不答应。不干。没志气。你为什么要跟我谈呢？直接去找莫尘渊啊！我家王爷哪是你能叫得动的？所以你就把主意打到本妃身上来了。四皇子，本妃这么不识趣儿，你不会将本妃买的东西一一退回去吧？小爷没那么寒碜。那就好，那就好。来来来，多吃点儿。你这会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呢。三皇嫂，你不如凑合着跟小爷过如何？你看你才15，小爷我也15，算起来咱俩才是最般配的，怎样？此话一出，还没等莫尘轩看清来人，一股凌厉的劲风带着磅礴的杀气直扑他的门面。是他带我来青楼的，也是他先调戏我的，我都要被他带坏了。美人如昔，三皇兄这么藏着掖着，不会太小气了吗？而且小爷说的也是事实啊。三皇兄，你可比三皇嫂大了5岁，瞧小爷才15，跟三皇嫂最是登对。在莫尘渊的攻势落下的瞬间，他慌忙逃了出去，留下一句话：小爷说的是，三皇嫂不妨再考虑考虑，小爷等你答案。逃什么逃？你不是说要跟我家王爷打过的吗？这么快就认怂了？闹够了？我没闹，我还不能出来玩了吗？你若无聊，可叫他们到府中来，青楼之地，莫要再来了。莫尘渊，你想不想做皇帝啊？莫尘轩昨天说，你要是想争那个位置，他可以帮你。不对，他的意思是咱们合作，只要跟他合作，他所有的东西都给战王府，包括皇位。云儿有兴趣？若他有兴趣，他倒不介意坐上去玩玩。我不知道呀，我又不是你这时代的人，对皇位没什么概念。我好奇莫尘轩为什么一副很着急的模样，但他的目的好像又不是皇位，是不是单纯的想让月帝添堵啊？云儿这么理解也是可以。你知道什么？本王未曾关注，何来知晓？莫尘轩心里在打什么主意，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你要不要跟他合作啊？云儿希望本王跟他联手。我拒绝了，只不过我是在想，这个大漩涡就是你也未必能躲得过去。就像莫尘轩说的，不管是太子还是怀王，坐上那个位子都不会让莫尘渊好过的。但其实他觉得要斗的话，莫尘轩也不差。只不过莫尘轩这个人做法一套一套的，他要登上皇位，战王府对他来说肯定也是个威胁。你想的太多了，闭上眼睛，再睡片刻。钱都付了，回公子，不够，还买了多少？
宝玉楼的掌柜说，战王妃她把整个宝玉楼买了，不仅是宝玉楼，宝玉楼里的东西，战王妃也一并买了。掌柜的说，3层玉楼共饰品3000余件，其中3楼的饰品最低也要3000两一件，粗算下来，公子您一共要付3500万两银子。莫尘轩听完，愣在原地许久。啊，小爷说他为何什么都没拿，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啊！公子，京城县人来报，皇上又动怒了，正派兵四处找您呢。哦，不对啊，今天小爷还没惹什么事儿呢。他要是气小爷昨日的事儿，昨日就该找小爷了。他现在找小爷干什么？京城数十家店的伙计正拿着战王府的牌子到皇宫收钱呢。他们说昨日战王妃与您逛街，指明了是要您付钱，这会儿都讨到皇宫里去了。皇上知晓了就生气了。小爷付钱就是，他有什么好气的？他不会把这10几家店全买下来了吧？公子英明。一共多少钱？2亿5800万，切，不就2亿多吗？小爷这就回宫，给他们付钱去。逆子，你敢真跪下？小爷好不容易来一次金銮殿，父皇就这么不待见儿臣啊？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儿！堂堂一个皇子，拉着别人的王妃招摇过市，上青楼叫小官，这也就罢了，现在还跟朕说你在外面欠了2亿5800多万两。皇宫是什么地方？你开的菜市场吗？讨债竟讨到朕的面前来了。怎么能说是讨债呢？这些都是小爷买给战王妃的见面礼，数目大了些罢了。再说小爷也没说让你付啊。你还敢狡辩？你一个皇子，未成家未立业，哪来的2亿5000多万两？哎呦，你这话倒是提醒小爷了。小爷确实没那么多钱，但你有啊。儿子买东西，做爹的给钱，天经地义，小爷不该逞能。所以这钱拜托父皇你替小爷付了。你真是反了你啊！谁让你是小爷的爹呢？谁又让你生了小爷呢？早知今日，你当初就该把小爷扔河里淹了，让小爷跟他们一起落黄泉，你也省心不是？哎呦，四皇子啊，您说的什么话呀？皇上一向最疼爱的便是您了。您看您大大小小闯过多少祸，皇上都舍不得真的惩罚您。您这么说，皇上可要心寒了。反正小爷没那么多钱，东西小爷已经送出去了。你是皇上，要不想付钱，就下个令，让战王妃把买的东西还回去吧。谁敢违抗你啊？说完，他转身头也不回地迈出大殿。只是这样一来，您的威严可就扫地喽。看来本王来的正是时候啊。你看，这些都是我坑回来的，白得了10几家店呢。不愧是本王的爱妃啊。你说莫尘轩今天会不会气死啊？这么多店加起来得多少钱啊？娘娘，四皇子未曾付账，这账啊要到了皇上面前。我看了莫尘轩，莫尘轩跑去看他老子了。这么一来，他倒什么都没亏。你说皇上会不会不付钱啊？万一皇上真的不给钱，那娘娘岂不是真要付了这10几家店铺的账？不会，月帝他丢不起这个人。他要真不付，那他就是欠了我战王府一个人情，还是替莫尘轩欠的。昨天他跟我坐着马车招摇过市，整个京城的百姓这会儿怕都盯着这事儿呢。娘娘英明，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呀？云儿决定便好。说真的，你战王府一共有多少家产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就这般想要本王的家当？怎么说，我现在也是你的夫人，就算不给我，也该让我知道吧。光朝廷那点俸禄，怎么供得起他那么奢侈的生活？本王有的便全是你的，莫想那么多。这样说又不给我知道，小妾。战王妃留步，太子殿下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本太子有话要对战王妃说，你让开。原来太子殿下有话对我们家娘娘说啊。太子殿下请。正要去找叶芷云，然而一抬眸，哪里还有叶芷云的身影？太子殿下，您走得太快了，可是有什么急事啊？没有。既然如此，太子殿下，您陪臣女去放花灯吧。臣女已经将太子殿下的名字写到花灯之中了。太子殿下可是要将臣女的名字也写到您的花灯中。你做主便好。莫尘羽一扶手，率先转身离开。这时，林心妍的眸眼忽而一沉，不善地看向青木。青木侍卫，林小姐，你们家娘娘既然已经有了战王爷，臣女在此奉劝一句，莫要再朝三暮四，让我们这些小人物也好有个选择。林心妍一改之前的可爱形象，满眼都是嘲讽和势在必得。说这话时，神情带着浓浓的敌意。林小姐直白，在下也不多拐弯抹角。既然皇上赐婚您与太子，那在下倒希望您能看好太子殿下。我们家娘娘不是什么人都能惦记的。你居然敢这样跟本小姐说话！在下乃战王府侍卫，若林小姐对在下有什么不满，可直接告状于王爷。
王爷对在下有什么惩罚，在下定毫无怨言。就在这时，荷花池不知哪儿传来了一声尖叫：“谁给你的胆子，竟敢冲撞主子？看我怎么收拾你！”等等，若我没有认错，这位嬷嬷应该是文波侯府的人吧？走，我们过去看看。原来是三小姐，这丫头不懂事儿，老奴正教训她呢。今日宫宴要是被这贱妮子坏了大家的兴致，可不好。老奴这就带她下去。可是紫兰她是我静芳院的丫鬟，就是做错了事，也不用嬷嬷来教训吧？三小姐，老奴好心提醒你一句，不要多管闲事儿，否则夫人老爷怪罪下来，谁也帮不了你。爹爹要怪罪我，我毫无怨言。可是嬷嬷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惩处我的丫鬟，可否给个理由？她做错了事儿，老奴自然要罚她。三小姐若想知道她做错了什么，问老爷去便是啊。若我没记错，你应该是柳夫人身边的嬷嬷，是不是？既然知道老奴是夫人身边的嬷嬷，三小姐便应该更懂得分寸，什么事儿该管，什么事儿不该管，三小姐应该清楚。文博侯府如今连一个奴才都敢骑在主子头上了吗？战王妃说的哪里话，实在是这丫头不懂规矩。老奴是按府中的规矩教导她，可没有僭越的意思啊。刚才叶芷雪不是说了，这是她的丫鬟，就是要教训，也应该让这丫鬟的主子来，不是？战王妃这就不懂了。这文博侯府有文博侯府的规矩，王妃娘娘身在战王府，那下人都是规规矩矩的，不劳娘娘费心。可文博侯府不行，这府里所有的丫鬟小厮都是由夫人管的，娘娘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本妃管文博侯府的事儿，怎么就是多管闲事了？打断了骨头也还连着筋呢，不是？况且你既然敢这么对本妃说话，本妃怎么还会放过你？你说是不是？王妃娘娘，您这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小姐，奴婢看到。紫兰，你好好说话，你看到了什么？是夫人她跟一个太监在偷情。紫兰，无凭无据的，不可这般诬陷柳夫人。奴婢没有诬陷，奴婢真的看到了，就是柳夫人，她跟宫里的一个小太监在偷情，奴婢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不懂规矩的贱丫头，你再敢胡说一句，看我不撕了你的嘴！说此事是真，紫兰便是证人。王嬷嬷这么急，是在掩饰什么？老奴哪有着急？这里是皇宫，到底有没有，待禀明皇上一查便知。我想皇上定不会允许这等祸乱宫闱的事情发生在宫宴之上。什么事要禀明朕啊？父皇，不过这片刻的功夫，这里好像发生了什么。皇上，方才臣女的丫鬟说柳夫人在跟宫内的一个小太监偷情。叶芷雪，圣上面前休要胡说八道，否则回府之后看我不打断你的腿。爹听到这消息，难道就只想着惩罚女儿吗？皇上，臣女的丫鬟恰巧撞见这样的事儿，且不管是真是假，臣女断没有隐瞒不报的道理。若是假的，皇上要如何惩罚臣女都行；若是真的，这等不堪入目之事发生在宫里，传了出去，皇上还有何颜面？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有什么事儿跟我回府再说。侯爷这是急什么呀？皇上，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到底是微臣的家事，请容微臣将他们带回府中处理。既然这样，皇上是连查都不查吗？偌大的皇宫，竟连一个小小的太监都能调戏朝廷命妇了。以后这宫里若再有什么宫宴，臣妾定是不来了。臣妾这么花容月貌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盯上了。你这是怎么了？这里怎么这么热闹？是柳氏，她今日穿着一身深紫色的锦袍，5个月大的孕肚已经显怀了，来的可真是巧了。回去再收拾你。柳氏其实在暗中观察了好一会儿，说心里不慌那是假的。刚眼见着皇上不予追究，他压根就没打算出来。只要回了侯府，他自然有法子稳住文伯侯。偏偏叶芷云这个杀千刀的插什么嘴？臣妇参见皇上。臣妇方才在宴中觉得有些闷，所以便出来走走。没想到才离开了这么一会儿，这处便这般热闹了。可是发生了什么？哦，也没什么，有人举报你偷情，正议论着呢。这怎么可能呢？臣妇一直都是一个人，是谁？怎么能这么污蔑臣妇啊？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在污蔑我？虽然在府中你对我意见甚多，但我一直不与你追究，视你如亲生。你今日竟这样败坏我名声，是为什么？难不成老爷也相信他说的话？我自然不相信。皇上，
这是有人要污蔑臣妇啊！臣妇自嫁入文博侯府10几年来兢兢业业，可从未做过对不起老爷的事儿啊！如今第一次进宫，竟然你这样败坏我名声，真是可恶至极！臣妇请求皇上将叶知雪认罪处罚，否则臣妇今日可要名节不保了。柳夫人别急啊，你若清白，皇上自然会还你公道。倒是你在这里喋喋不休，说这么多，反而有点欲盖弥彰了，不是？广妃娘娘怪会在这里说风凉话，被污蔑的若是您还会这般云淡风轻吗？说的好像本妃没被你们污蔑过似的。臣女也恳请皇上彻查此事，到底是臣女说谎，还是柳夫人真的在与太监偷情？皇宫之内一查便知。放开我！抓我干什么？放开！一不小心就招了你的姘头，柳夫人可别怀恨在心啊！你别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认识她，是吗？你给我放开！知道老子是谁吗？皇上，属下见此人在宫内鬼鬼祟祟，不知作甚，就将他抓了过来。你是谁？回皇上，我不，奴才是您宫里的太监啊。胡说！你若是宫里的太监，咱家怎么没见过你？这宫里这么多太监，你怎么就一定记得住我呢？整个皇宫多少太监，咱家是未能记得清，可伺候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咱家是记得清清楚楚。说你到底是谁？还不说实话？皇上既然不说话，那不如就让本妃来做这个主吧。詹王妃，皇上都还没说话，您来做主，恐怕不合适吧？本来也没打算管这事儿的，可这不是偏偏撞上你了吗？你这话什么意思？本妃可不想让你们好过。你说你是新来的太监？是啊，就前几天来的。本妃不信，来人，把他的裤子脱下来，看看他是不是个阉人。你不能这样对奴才啊！你这样胡搅蛮缠，有损皇上的颜面啊！皇家的颜面跟本妃有什么关系？本妃看你贼眉鼠眼、痞里痞气，就不信你的话。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你们欺人太甚！你不是太监，你这样的荡妇！不是啊，老爷，臣妾是被冤枉的，臣妾根本不认识他。你不能因为他不是个太监，或是因为战王妃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臣妾跟他有染啊！本妃也觉得你是被诬陷了。不过这个人敢混进皇宫，还冒充宫里的太监，罪该万死。既然他不说实话，坚持自己是太监，本妃也不好不成全他。江明，把他就地阉了吧。什么？别！娘娘饶命啊！这可是命根子！我什么都说呀！江明眸眼一沉，手起刀落间毫不犹豫。阉是阉了，可罪还在。刚才高公公已经说了，欺君乃是死罪，来去是个死，就别折腾了。您说是不是啊，皇上？小的有失禀报，娘娘饶命啊！刚让你说你不说，现在晚了。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假的，她根本没怀孕，我是为了见她才进宫的。娘娘饶命，皇上饶命啊！你别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派你来的，竟让你这样污蔑我？他还没说是谁呢。柳夫人，你这不打自招的也太快了。草民所言句句属实，她的肚子是假的，怀孕的是草民的妻子。柳夫人的意思，待草民的妻子10月怀胎生下孩子，就拿到文博侯府充当侯爷的儿子。这事儿见不得光，草民就用这个要挟他跟草民欢好，他还给了草民不少钱，草民说的都是真的呀！求娘娘饶命啊！事已至此，皇上，剩下的就交给您处理了。侯爷，您抬的这位柳夫人手段还真不简单呐。本妃突然好奇，叶芷静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叶芷云，你闭嘴！老爷，静儿当然是您的女儿，您别听这个贱人胡说八道，她就是想害死臣妾。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底有没有身孕？老爷，臣妾是有苦衷的。他到底是谁？你跟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我堂堂侯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个荡妇！够了，还嫌不够乱吗？没本妃什么事儿了，本妃走了。四爷，您醒醒！什么事啊？四爷，您的密信。这可正合我的心意啊！四爷，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哎，去，没你的事儿。四爷，还有件事呢。什么事啊？皇上又派兵来找您了，说是要将您带进宫。
奴家打听了一下，像是说真朝郡主来联姻，要对比一下大越的几位皇子谁更优秀呢？除了娶了正妃的战王殿下没进宫外，其余的都在为九王爷与真朝郡主接风洗尘呢。屁话，最优秀的肯定是小爷，不用他来找我。小爷我也正好有事要进宫。恭送四爷。三皇帝、三弟妹，这位是南清的九王爷。随即又看向慕言秋。九王爷，这是战王与战王妃。早就听闻战王妃有才识有谋略，今日终于得以一见，本王荣幸。昨日本妃身子欠佳，没为九王爷接风洗尘，九王爷别见怪。怎敢？想必这位就是来我大越联姻的真朝郡主。正是。本郡主乃南清国安郡王之女，有幸莅临贵国，见过战王，见过战王妃。严正，战王与战王妃也是来这沁雪楼赏雪的。是，闲来无聊过来玩玩，相见即是有缘，不如一起。真朝郡主与九王爷是南清国来的贵客，本妃岂有怠慢的道理？三皇帝与三弟妹成亲也快1年了，竟还这般恩爱如初啊！听闻战王看上战王妃时，还是在太子殿下的婚堂之上，这可是谣传，这可不是谣传。三弟妹，这本王可以说吧？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再拿出来讨论，成何体统？叶芷云勾着微微的笑容，神情淡然。本妃倒是无所谓，可太子殿下新婚不久，就别犯这些旧账了。是，三弟妹说的对，是本王欠考虑了。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本郡主想，太子殿下也不会放在心上。战王妃这么说，可是心里还有些在意。真朝郡主是想说什么？战王妃可是不高兴了。本郡主心直口快，向来是有什么说什么。若战王妃听了心里不舒服，本郡主在这里道歉。本王不高兴，云儿如今乃是本王的王妃，那点破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本王面前提起，真朝郡主可是觉得很好玩。郡主失礼，是本王的过失，本王在这里向战王与战王妃赔罪。今日战王与战王妃在沁雪楼的开销，还请战王与战王妃莫要与郡主一般见识。九王爷豪爽，本妃若真计较，倒显得本妃小气。为了不扫兴，有些事儿本妃要提前说一说。本妃的脾气不好，不管是你心直口快还是无心之失，都与本妃无关。惹本妃不高兴了，本妃不介意大家撕破脸面。九王爷与真朝郡主远道而来，沁雪楼一聚，怎能让九王爷破费？钱我战王府付过了，各位玩得尽兴。说着便拉起莫成渊的大手，齐齐出了美院。别再给本王惹事。本郡主又没说什么。哼，本王已为你物色好婚嫁人选，劝你不要在白日做梦，否则本王就把你送回南京。说是安郡王的女儿，其实却是最不受宠的一个，就是寻常的百姓都不把她放在眼里。南清国她是不想再回去了。是谁？现在还不是让你知道的时候，在此期间你可以仰慕一下你心中的那个人，但前提是别给本王惹出什么祸端。本郡主知道，她就是一枚棋子，一个工具而已。这才是本王的好堂妹。去沐浴一番，换身衣裳，到宫里走走，别让人看到你这般愁眉苦脸的。当店里只剩下慕言秋一个人时，四皇子既然来了，何须藏着掖着，尽管进来便是。哼，小爷看真朝郡主的模样，可都快哭了。今日本王见了战王妃，确实不好惹，不知四皇子还能不能将她约出来，最好是单独见上一面。哦，你不怕莫尘渊杀到宫里的话，倒是可以啊。本王怎么说都是客，这一点本王还是很放心的。只是有一点，联姻之事必须在不损害我南清国的利益的前提下完成。自然，小爷给你们南清国的好处可不止那些一星半点。小爷去约，定了时间就来告诉你。小爷只负责约，到时候被战王妃坑了，可别算小爷头上。娘娘，您知道皇上是怎么处置柳夫人的吗？怎么处置的呀？柳夫人行为放荡，在皇宫内院与人苟且，冒犯皇威，皇上震怒，即刻打入大牢，处以绞刑，责之行刑。柳夫人肚子里的孩子是假的，听说当时侯爷怎么都不愿意相信，求了皇上派太医为柳夫人诊脉，结果出来的时候，侯爷直接就请罪离宫了，当时连管都不管了。当时娘娘您在的时候，那装成太监的男子都说了柳夫人怀孕是假，侯爷偏生不信，这一回又说了一遍刺激。文伯侯造了谣，你就这么高兴啊？奴婢当然高兴，谁让他们老欺负娘娘，他们这是自作自受，奴婢看着就觉得解气。侯爷这会儿是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以为柳夫人怀了孩子，将她抬成了平妻，到头来却是什么都得不到。只是柳夫人是判了绞刑，可叶大小姐却是什么事都没有，这以后她是按嫡出还是按庶出算呢？这不是我们该操心的。
反正烦的不是他就行了。是，这回叶三小姐成了最大的赢家，侯府没了柳夫人，温姨娘就成了府里唯一的女人了。虽然身子骨不好，以后的生活肯定也比叶大小姐强，只不过奴婢就怕叶三小姐不懂感恩，回过头来欺负娘娘。怎么听你的语气，你家娘娘我就这么好欺负呢？我不是嘛，别人都想着法儿的来找娘娘麻烦，偏生娘娘您还不计前嫌的要帮他们，我可没帮那么多人啊！你别给我戴帽子啊！宫里的事儿先不说了，香明呢？在外面呢，快他进来。是。不一会儿，香明迈步进来，娘娘，拿来这张纸条，就是昨晚放花灯时莫尘渊写进灯芯里的祝愿，上面只写了一句小诗：山河远阔，人间烟火，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他自认自己不是什么长情之人，可现在此时此刻，他就是会为这点小事而高兴。像是只要涉及莫尘渊，他心里总会多一分期待，多一分雀跃。萧明见状，垂眸轻悄悄地推了下去。三皇嫂，南清九王爷说想邀你到飘香楼一聚，你可要赏脸？我跟南清九王爷又没有什么交情，无缘无故的邀我做什么？九王爷说那日在沁雪楼都有得罪，这次怕是要来跟你赔罪的。不用了，大人不计小人过，本妃原谅他了。别啊，三皇嫂，小爷可是收了九王爷好处的，你不去，小爷的好处可就没了。再说，九王爷在南京势力可不小，家财有万贯呢，你不去坑一坑，浪费了你这身本事不是？把我说的跟个骗人骗财的骗子似的。南清九王爷给的好处，定不是一般好处吧？若三皇嫂考虑小爷此前说的提议，小爷也不需要跟南清扯关系了。说的这么明白，你就不怕我逮你的证据？无所谓，小爷我既敢做，何有不敢当的道理啊？大不了是赔命一条，有何可惧？倒真叫我看不懂你啊！所以三皇嫂是去还是不去呢？看在小爷叫你三皇嫂的份上，给小爷个面子如何啊？别沾亲带故，本妃不吃这套。不过交是一个别国的王爷，说不定日后会有用得着的地方。小爷就说三皇嫂你讲义气。本妃去了有什么好处？本妃刚才想了想，还是不太想去。冰天雪地的路不好走，正逢今日又腰酸背痛，还是窝在府里舒服。你还想要什么？小爷可真没钱了。能有钱解决的问题，那都是小问题。今日不要你的钱，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事啊？本妃要你替本妃卖命一次。当然不是现在，我说的是日后。日后本妃若是需要用到你，你就替本妃卖命一次，如何？哼，三皇嫂，这交易对小爷不划算啊。当然划算，四皇子的计划中，让本妃与九王爷见面这一环，不是必不可少吗？就算不是必不可少，却肯定是能起大作用的一环，不是？四皇子这么算计下来，还不觉得划算吗？有了这一环，你能省很多事儿，不是？曾经经常传三皇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懦弱胆小又软弱无能，小爷如今怎么都觉得不对劲。那些陈年旧事无所谓了，谁还没个不堪入目的过往？四皇子不也是吗？确实，小爷答应你就是，只不过别让小爷等太久，时间久了，小爷把这约定忘了也说不定，到时可就不作数了。无妨，说不定我会比你先一步忘掉。约好叶芷云，莫尘轩挥挥手就走了。战王妃能赏脸赴约，真乃本王之荣幸。战王妃请坐。让九王爷破费了，本妃便不客气了。战王妃哪里话，请。可还合战王妃的口味？好是好，就是吃的心里不安。此话怎讲？九王爷找本妃是有什么事儿，不妨直说。上次沁雪楼真朝郡主冲撞了战王妃，本王心里过意不去，遂邀战皇妃飘香楼一聚。本王只是想与战王妃交个朋友而已。若九王爷真的想要与本妃交个朋友，就不会将本妃单独约出来了，还是让四皇子来约。九王爷到此处与本妃见面之事，除了九王爷，可是没人知道。战王妃洞察力过人，本王再找借口，便是对战王妃不敬了。所以九王爷来找本妃是有何事儿？战王妃让人赏语，令本王敬佩。不过，战王妃这回是当真误会了本王。本王将战王妃约出来，完全只是想与战王府结交。结交？你一个南清的王爷约本妃出来，就只是为了与战王府结交？九王爷这话，本妃实属听不懂了。不瞒战王妃，本王想结交的是战王殿下。其实也不是现在才有这种心思，战王殿下的事迹在南京早有传闻，用兵如神之余，行事又雷厉风行。战王妃可能不知道，大越与北蛮的积怨世人皆知，可其实南京与北蛮的关系也非常恶劣。然大越就因有战王殿下驻守边疆，北蛮对大越平静了10几年。战王殿下就是回了京，北蛮也不曾冲动发兵。
北蛮之国可都是蛮人，这可不是北蛮作风。此次前往大越结交战王殿下，不仅是本王的意思，也是我南清君王的意思。原来是这样啊！战王殿下现在桀骜，本王也只好从战王妃处下手了。如此说，战王妃不会怪罪本王吧？今日这般让九王爷破费，九王爷也不过是想多交一个朋友而已。倒是本妃心胸狭隘，误会九王爷了。为表歉意，12月24便是小年，本妃诚意邀九王爷到府上做客，如何？战王妃盛情邀请，本王哪有不从的道理？不过小年那日，宫里不是有小年宴？小年宴是在晚上，九王爷白日可来本妃府中做客，晚上再回宫参宴。哦，这倒是与南清有些区别。南清宫宴大多是白日举行，夜晚笙歌。年节之日，大越白日多是祭祀祈福，诱惑观礼，入夜时分气氛恰好，宫宴便多设在晚上。虽有不同之处，却是大同小异。说了这么多，却还未动筷，战王妃别客气，请。这一餐，叶芷云跟慕言秋都吃得相当愉快。与战王妃一聚，宛如让本王找到了知己，受益匪浅。九王爷谬赞。战王妃若不急着回去，不如再同本王四处走走。恭敬不如从命。还说是红杏楼的头牌小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算什么头牌？今日你若不按本小姐说的做，本小姐就把你这双手剁了，叫你日后再也不能抚琴。是奴家技艺不精，不能讨各位小姐欢心。这位小姐若要将奴家的手砍去以作惩罚，奴家毫无怨言。住手！战王妃，景念，你先起来。奴家若晴见过娘娘。方才本妃在门外听到你们说什么，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们是想让她做什么？说来听听。不说是不是？面对叶芷云，他们不害怕是假的，而战王府于他们来说就是皇帝般的存在。只要叶芷云动动手指头，他们估计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连宫少妇那样的高官，战王殿下说杀就杀了。他们这些小门小弟，在他们眼里跟蝼蚁有什么区别？是他指使我们这么做的。我们本来在听琴，听得好好的，他突然说要让这个小官脱下衣服，从这3楼走下去，还要边走边抚琴。你胡说八道什么？中间那名女子是青天监监侯之女蓝若纯。哦，娘娘饶命！小女知罪，下次小女绝对不敢了，娘娘饶命！本妃看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你说是不是？太子妃，卧榻之上坐着的正是8月与莫纯羽成亲的太子妃林心妍。太子妃，你怎么会在此地？哦，这么看来，方才他们调戏侮辱这个小官的事，你不仅知道，还默许了呀？还是说，原本就是你授意的？怎么都不说话了？哑巴了？本妃刚刚看着房中很是热闹呀。太子妃，你是不是对小官很感兴趣啊？战王妃慎言，那不然你为什么要叫小官啊？本宫没有。你要真受不住寂寞，要找小官来解闷，找本妃呀。本妃可不只认识这一个小官，你要多少，本妃给你找多少，保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战王妃，本宫劝你别在这里胡言乱语，败坏本妃的名声，否则别怪本宫不客气。好，今日之事，本妃会如实禀报太子，禀报皇上。不可以，你不能这么做。如果被太子殿下知道他在外面找小官，太子殿下会怎么想？还有皇家的颜面，他现在是皇家的儿媳妇儿，断不能让这种事泄露出去。你要什么？只要本宫有的都可以给你。但是这件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太子妃这是在贿赂本妃，本宫是在与战王妃商量。既然太子妃要与本妃商量，那本妃便商量商量。怎么说，你跟本妃都是妯娌，撕破了脸，以后大家都不好看，是不是？这个小官是本妃召的，太子妃若识趣儿，就别来找他的麻烦，否则今日这件事儿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好，还有什么？还能有什么？太子妃真想贿赂本妃？如果战王妃没什么事儿，那本宫就先告辞。王爷，这些都是我大越皇家的家事，九王爷就是看到了，本宫也希望你当做没看到。慕言秋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太子妃该离开了，否则闹得久了，便不止我们这些人来了。林心妍咬牙，抬脚快步离开厢房。你们3个想要活命？想，当然想。娘娘要小女做什么都愿意，娘娘饶命！把今日的事儿原本的写下来，按上手印，当做证据，写完就可以走了。这样娘娘当真就会放我们走？听你的意思，是不希望本妃那么仁慈？
不是，小女一定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写下，请娘娘恕罪。本王以为战王妃不会就这么放过他们。一头大象还会计较3只蚂蚁的生死吗？她好歹是战王妃，那3个人在她眼里压根什么都不是，何况她就是不出手，林心妍也不会放过他们的。自以为得了好处，却不知早就被人给抛弃了。战王妃这么说也有些道理。看来本妃是不能陪九王爷四处赏玩了，本妃这里还有些事儿要处理。哼，既然如此，那本王只好他日再与战王妃小聚。是本妃连累了你。娘娘此话可要折上奴家了。你们这些人说跪就跪，当真不怕把自己的膝盖给跪坏了？何况这还天寒地冻的，快起来吧。娘娘，您就让奴家这般跪着吧。奴家贱命一条，却让娘娘如此费心。此事若传出去，娘娘名声定不好听。这些都是奴家的错。上次见你时，本妃好像说过，本妃不喜居里。你再这般，可就真要把本妃惹恼了。是呀，你就快些起来吧。若惹娘娘生气，可不就跟你的意愿相悖了吗？太子妃跟本妃可能有些误会，这次她找上你，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本妃。你这次的确是被本妃连累。她送了景念一个玉佩，这事儿并没有隐瞒，当时好多人都看到了。可能是因为这个，林心妍才想着要羞辱她。她大概还在以为莫晨宇跟她之间还有什么不清不楚的瓜葛，她没法找他算账，却动起了跟他有关系的人。娘娘千万别这么说，这些事奴家都已司空见惯，即便没有娘娘，奴家也总会有这么一天的。谁让他的出身就是这么不堪呢？可还好，奴家没事。本妃看你方才在发抖，可是害怕了。奴家不怕死，却怕不能再负气。既然你喜欢弹琴，那你不如做本妃的琴师吧。景念谢娘娘的好意，景念心领了。相识一场，遇难不救，不是他的处事风格。景念不愿意到战王府做他的琴师，叶芷云也没放在心上。他们都走了，本妃刚好也没那么快回府，你弹一首，让本妃舒舒心吧。好，王爷，那小官已被战王妃送回了红杏楼。方才在厢房，战王妃只让他弹了几句，看上去交情并不深。王爷，战王妃可是有什么不妥之处？没有，只是为人处事让本王有些惊讶罢了。你看我的梳妆台做什么？你是不是在外面败家了，想拿我的家当去当了？哼，本王还不曾那般落魄。本王是想问云儿，会有什么想要之物？可是想要的太多，一时间说不出来了。我是那么贪心的人吗？平日你送的东西就极好，我哪还能想出来我喜欢什么？若在云儿原来的世界，云儿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这个要看情况呀。你今天怎么了？怎么神神秘秘的？平日给云儿搜罗的东西，都是本王认为好的，却意义不大。本王这几日寻思，可有什么特别之物，能称得上云儿？你这么说，还真有一件东西，在我们那儿特别有意义。何物？戒指。戒指？戒指是何物？戒指就是一种戴在手指上用作装饰的小环，用金啊、银啊或者玉做成。就跟你们古代的玉扳指差不多，只不过戒指打磨得更细腻、更好看、更有美感。云儿说的特别意义是指什么？在我们那儿，一对男女结婚时便要互相交换戒指，象征着从此他们就是一对夫妻。女的呢，就戴右手无名指，而男的呢，就戴左手的无名指。一旦交换了戒指，就代表双方对婚姻与爱情都要忠贞不渝。除此之外，你若戴着戒指走在街上，别人见了就知道这个人是结了婚的，是有家室的。不过说是这样说，其实就是一种形式罢了。真正能遵守的，怕是连一半都不到。在历史上，大约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佩戴戒指了。在当时的民间，戒指更是一种定情信物。只不过他传过来的这个时代，倒没见过有人戴戒指。扳指倒是一直有看到，戴的也多是男子。听到叶芷云的解释，莫尘渊好看的唇角止不住上扬。你是不是要送我戒指啊？从此天地间都知道，我与你是一对。对了，今日我去见了南清九王爷。本王知道。你不生气？生气？本王是吃醋了。只是本王相信云儿。不只是慕言秋，还有莫尘轩。只要见到他们来找叶芷云，他心里就阵阵泛酸。但他知道叶芷云的心是属于他的，谁也抢不走。他们曾经互相承诺，若真移情别恋，即便以最痛苦的方式，也会将对方留在身边。你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说，本王在听。昨日见南清九王爷，他表面说想要与战王府结交，但私底下我认为不会这么简单。
所以想问问你，我该不该继续跟他接触啊？云儿，尽管按喜欢的做便是，你就是给本王捅了天大的窟窿，也有本王替你顶着。说的我好像都会闯祸似的。我邀了九王爷小年那日来府中做客，莫尘渊没有意见，了一声。还有那个叫若晴的小官，你可还记得？昨日他在飘香楼被欺负了，我顺手救了。欺负他的就是林心妍，我觉得林心妍对我有误会，他看不惯我，肯定还会想办法来膈应我。小年那日，我除了要邀请九王爷来，还要给京城的大家千金都发请帖。我把景念叫过来弹琴，明着告诉他们，景念就是我罩的，好让想对他下手的人无处发挥。你就那般喜欢那个小官？只是觉得他不得人尊重，有些替他可怜，行不行啊？当然。这小丫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心善。我说完了，你上朝去吧。本王下朝就回来。好。王爷，什么事？王爷，我们插在大越京城的暗桩，一夜之间损失了一半。谁的手笔？是战王殿下，而且战王殿下似乎是故意留下线索的。知道了，你下去吧。王爷不生气，就这样算了。这些暗桩是他早年在大越京城暗中布下的，没想到慕尘渊一出手就拔掉了他近半的人数，说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可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莫尘渊除了莫龙军外，定还有另外一股势力。难不成他在京城的一举一动，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莫尘渊都知道？才约了叶志云一次，损失就这么惨重，若多约几次，莫尘渊可是要把他生吞活剥了。九王爷辛苦了。战王妃宴请，岂有辛苦的道理？战王妃，真朝郡主，九王爷请。叶芷云还邀请了怀王、太子、四皇子。莫尘羽是第一次被叶芷云邀请，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而他自然也是带着他的太子妃林心妍来参加聚宴的。叶芷云没有见着莫尘轩的影子，不过他也没在意，毕竟人家是有着混世小魔王称号的人，会乖乖的才怪呢。倒是怀王莫尘曦让他有些耐人寻味，他是跟着叶芷雪一起来的。举止之间，两人好像十分熟识。叶芷雪能得到莫尘曦青睐，也是他的本事。今日本妃宴请大家到府中做客，一是因为今日是小年，本妃想要个喜庆；二则是麒麟街开放以来，多谢大家的光顾与支持。娘娘，这是臣女的爹爹从江南搜罗回来的一枚玉镯，此镯由粉玉打造，玉质醇厚，色泽明亮。臣女想，这样好的镯子，也就只有王妃娘娘戴着才会好看。希望娘娘不要嫌弃臣女这番薄礼。替本妃向夫人问好。江南所出的玉镯，着身要比京城所出的更细腻些，且江南女子偏爱纯色，所以对玉质的要求会更高，价格自然就更高昂了。莫尘羽的声音在阁中缓缓讲解着，莫晨曦却是摊了摊手。本来本王也想带件礼物给三弟妹的，但是一想到本王与三弟妹的交情，这些虚礼就免了吧。三弟妹，你说是不是？怀王殿下又拿本妃打趣了。今日众人聚于青竹园，如此失意，怎能坐着干了？小绿，让景念进来，本妃想听他的情了。坐在太子旁边的林心妍气息一滞。叶芷云把他带进来，想干什么？难不成是要当众拆穿他在那日干的事情吗？你怎么了？没什么，茶水有些烫，是臣妾失礼了。要小心些。是。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是红杏楼的头牌小官，曾得四皇子赏识，引荐给了本妃。战王妃，四弟年纪尚小，喜欢胡闹，战王妃切莫跟四弟学。叶芷云笑了笑，没有理会莫尘羽的话。景念琴技不错，本妃很喜欢他奏的曲子，你可愿意在此为众人弹奏一曲？当然，事后本妃会给你足够的酬劳。能得娘娘赏识是奴家的福气，奴家自然愿意。战王妃让一个小官在这么多千金面前弹奏，怕是不妥吧？还有，您堂堂战王妃却把一个小官带回府中，不知战王殿下知道了会作何感想？万白，不得无礼。堂哥，妹妹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战王妃将小官带回府中，就跟别的男人把红楼的妓女带回家有什么区别？本郡主都有些怀疑，战王妃是不是借着这次宴请，故意在羞辱我们？真朝郡主觉得本妃是在羞辱你们？你让你个小官来弹琴，如此污人耳目，难道还不算侮辱吗？闭嘴！战王妃，郡主失礼，是本王的过错，望战王妃莫怪。第一次本妃不会怪，第二次有九王爷护着，本妃依旧能够宽宏大量，但若有第三次，就是南清王来了也救不了你。你们也觉得本妃是在故意羞辱你们？战王府的威严，谁敢去挑战？方才郡主说让小官来弹琴是污人耳目，可在本妃看来，这琴音并不比宫里的琴师差分毫。嫡姐说的不错，原以为是嫡姐高看了这位公子，却不曾想是真懂音律。这首曲子淑妹也曾奏过，却不及他一半好。本妃知道，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不喜欢本妃，
可又拿本妃没有办法，所以动了歪心思，找本妃身边的人下手。今日本妃就在这里告诉你们，大到本妃身边的贴身丫鬟，小到本妃从红杏楼请来的小官，只要本妃喜欢，你们就不可以动他们分毫，否则本妃对你们一律不客气。最后一句，叶芷云微眯着眸子看向林心妍，因叶芷云这一番话，阁中气氛一冷再冷。这哪是宴请啊，根本就是把他们叫过来敲打他们的。是哪个不长眼的惹了战王妃，害他们一个个的在这里陪着受罪？莫晨曦也看出端倪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林心妍，又看了看神态自若的叶芷云，片刻才勾唇道：啊，三弟妹今日原来是带着火气的。不管谁惹了三弟妹不高兴，本王也看不得三弟妹在这大好的日子这般大动肝火。这一杯本王先喝，希望看在本王的面子上，三弟妹的心情会好一些。怀王殿下说的什么话？本妃断无怪罪你们的意思，只是想到有人这般气到我头上，本妃就有些气愤。今日小年宴请大家到府中做客，应该是高高兴兴的才对，倒是本妃做的不好，刚上来就拿你们一通撒气。小绿，本妃记得王爷给本妃搜罗了一盒珍珠，那珍珠乃西海所出，质地醇厚，你拿过来赏给众位，就当是本妃的赔礼。直至午时，这场宴会才落下帷幕。除了开头有些不尽人意，接下来倒也没什么干找茬。娘娘，奴婢扶您回去歇息吧。几念呢？奴婢派人送出府了。娘娘可是找他有事？我今日这一出，也不知道是在保他，还是在害他。娘娘心善，今日一举自然是在保他，怎么还会是害他呢？今日他被娘娘您这般抬举，回到侯杏楼，身份肯定水高船长。这事儿传出去，想来那些要羞辱他的人都要掂量着些。只是娘娘，奴婢不明白，您为什么会对于一个小官如此大动干戈？娘娘您不会真喜欢上那个小官了吧？说的什么鬼？我就是有些看不惯罢了。娘娘，太子殿下求见。莫晨宇，太子殿下说有东西忘在府里了，特意过来取。哦，许是落在青竹园了吧？你带他过去找找。不是落在青竹园，是落在战王妃处了。莫晨宇的声音蓦然响起，李福只好弓着身子退到一旁。本妃可未见过太子殿下的东西。战王妃，有几句话，本太子想单独与你说说，可否进一步？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此处除了你，都不是外人。怎知本妃打发了他们后，你会不会又加害本妃？本太子从未害过战王妃，以前的事都是些误会。本太子承认以前对你不好，可都是因为本太子被人迷惑了才会如此。本太子现在……太子殿下，有什么事就明说吧，扯这么多没用的，浪费本妃的时间。其实他也不知道要找叶芷云说什么，可他莫名的就是想要找叶芷云谈谈。许是叶芷云对他的态度太过冷淡，他想要叶芷云对他改观。他怎么都想不到，以前被他嫌弃的不行的叶芷云，如今变得这么光芒万丈。不管他再怎么否认，都不能控制每每见到叶芷云时，忍不住多看他两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个瘦弱不堪、软弱无能的叶芷云已经在他脑海里消失，如今满脑子都是眼前这个出落得亭亭玉立、宛如出水芙蓉的叶芷云。他憋了好久，才拧着眉头憋出一句：不管你再如何位高权重，可把小官叫到府里来，到底是有辱你的名声。战王妃下次行事前，应当慎重。就为了这事儿？此事有关你的名声，有关战王府的名声。本太子身为太子，身为战王的皇兄，有义务过来提醒你。叶芷云头疼的捂着额头。莫晨宇，你是不是觉得你身为太子，所有人就应该都听你的话？本太子是为了你好，再这样下去，父皇肯定会对你有意见。莫晨宇，本妃跟你是什么关系？咱们很熟吗？本妃再落魄，也轮不到你来关心本妃吧？礼服送客。等等。眼见叶芷云要赶他走，莫晨宇急了，他怎么每次都不能跟叶芷云好好聊一次？太子殿下还有什么话说？叶芷云，我们……太子殿下。然而一声清亮的女声打断了莫晨宇的话。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先回府吗？太子殿下，臣妾担心您，是不是臣妾来了，太子殿下不高兴了？太子殿下，战王妃，你们这是在聊什么？还以为太子殿下什么事儿这么急，原来又被这狐狸精给勾了魂儿。方才太子殿下说，本妃不该把小官叫到府里来，本妃倒想说，有空管本妃，不如好好管管你的太子妃吧。太子殿下，战王妃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太子殿下还不走，当真是要本妃拿扫帚赶你们出去吗？战王妃，站在你面前的好歹是太子殿下，你怎能这般无礼？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今日办宴招待，这会儿准是累了，请太子殿下与太子妃莫再打扰，老奴送两位出府。请。你回来啦？可是又受人欺负了？没有，你怎么老想着你家媳妇儿被人欺负呀？
可知午膳了？还没。本王陪你。好。啊，我说了这么多都没什么效果，你回来没说一个字，倒把他的脸都气绿了。云儿是指什么？你还真不把人家放在眼里。想想也是，莫尘渊见了月帝都不行礼，何况是莫尘羽。再说跟他真的不熟。见你如此，今日应是玩得不错。还算可以，比平日在府里闲着无聊好多了。你在朝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啊？没有。青木在一旁忍不住无言。王爷上朝就是发呆的，从上朝开始待到下朝，哪里会听皇上说话？倒真有一件事儿，皇上在上朝的时候特意嘱咐过王爷，眼见王爷没有说的意思，青木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句：王爷，皇上嘱咐年30的晚宴，指明要您携战王妃出席。有这事儿？年30朝廷是不是要放假呀？是。年30的团圆宴，只有朝中正3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参宴，皇上会在这天晚上给各家赐菜。南清使团什么时候会走？出了15，便该是他们返程之日。所以意思是这段时间真朝郡主会选一个人跟他结婚了。那咱们也去赴宴，怎么说都是过年，留月帝一个孤寡老人在宫里，想想确实凄凉。说不定赐婚就在这几天了。他也很好奇真朝郡主究竟会跟谁成亲。孤寡老人，娘娘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呀。今日你在战王府说那一番话，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威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南清的郡主，比战王妃要高出一等？穆婉白，本王不在乎你是死是活，本王给你面子，你就是南清的郡主；本王不给你面子，你就是街边人人喊打的老鼠。想在战王面前刷存在感，你还不够本。你要真想耍什么花样，就想办法让自己留在大越，待本王走了，随你怎么作妖。只要你斗得过，别说战王妃，你就是把大越搅个翻天覆地，也没人理你。但是现在，你给我安分些，在完成联姻之前，别耍你那些不入流的心计。就在这时，店门口响起了一声看好戏的口哨声。再不松手，可就真的要死了。四王子今日前来，不只是来看本王的吧？听说你们在战王府都得了一颗珍珠，小爷我眼馋，早知如此，小爷也去参宴，怎么也能兑个酒钱。年30的宫宴，让真朝郡主请旨赐婚，你想让她与谁联姻？莫尘轩勾唇，宫外飘起了小雪，似是要将两人的谈话给掩盖。这嘴都可以灌水壶了，是谁惹了你这小祖宗了？娘娘，外面的人太过分了。自娘娘上次让红星楼的小官到府里演奏，现在他们都在传您在这府里养了许多小官，每晚一个，说您好生快活。这些人这么拜您的名声，他们都忘记了您出资出力建造麒麟街的事了吗？我建麒麟街也不影响他们八卦。娘娘，以前他们就是传，也没有现在这般明目张胆的，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越传越凶，就不怕王爷出手把他们全部都给整治了。娘娘，你怎么还有心情笑啊？这传闻传得反常，一看就知道是幕后有人在操控，你再气也没办法，找不到这幕后的人，他们是不会消停的。娘娘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要害娘娘？小声点儿，又不是什么大事儿。那娘娘，咱们该怎么办呀？凉拌虽然名声是不好听了些，但也对我们造不成什么伤害。啊，娘娘，难不成就这么算了呀？当然不是，背后的人把这谣言传得这么凶，肯定不是最终目的。今晚晚宴，且再看看。你就不能消停会儿？美人在前，叫本王如何消停？等等，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进宫呢？本王尽量快些。不是这个问题。怎么说来就来，一点前兆都没有。转眼叶芷云衣衫尽退，房中涟漪阵阵。战王还没来，回皇上，派去战王府的人回来说，战王殿下晚些才会到。陈玄呢？四皇子还没找到。指不定又到哪里鬼混去了。那些个花街柳巷都找过没有？找过了，未见四皇子的身影啊。年年去找，年年都找不到。你加派些人手，务必把他找过来。像什么话？是。战王殿下驾到，战王妃驾到，四皇子驾到。却见莫尘渊不是走进来的，是被2个士兵押进来的。哎，放手！小爷放手！逆子，你还知道来？不是你让小爷来的吗？你给朕坐好，平日你怎么样，朕不管你，但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样子，收起你那副纨绔的模样。规矩真多，小爷还是到外面玩好，逼着宫里不知有去多少倍。你给朕站住！
四皇子请留步啊！哎呦，四皇子，老奴知道四皇子今日进宫定是有事儿。往年四皇子在这种日子都不曾主动进宫过，今年反常，老奴也是斗胆猜测，既然四皇子有事儿，不如就留下来且再看看。至于皇上，他是您父皇啊，您总要在南清九王爷面前给他个面子，是不是？哼，你这老头越来越会揣测人心了，就是不知道这么多年你对着那个老不死的会不会心寒啊？今夜乃是除夕，朕在这里祝众位爱卿在新的一年里事业顺遂，多福多寿，也祝大越与南清之间的友谊长存。皇上圣明，在过去的一年里，众位爱卿在朝给朕出谋划策，殚精竭虑，朕若没有你们这些忠臣，断不会稳坐江山这么多年，能为圣上分忧，是臣等福分。真朝郡主这次来大越，是为南清到大越联姻的，不知真朝郡主心中可有人选了？是啊，堂妹，本王也想知道你心中是否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回皇上，本郡主心中确实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哦，可是朕的几个儿子中的一个啊？是。既然真朝郡主心里有了人选，不妨说来听听。既是联姻，朕作为大越天子，自然也不会亏待你。本郡主看中的是怀王殿下，请皇上为本郡主与怀王殿下赐婚。怀王？二弟新婚在即，本太子在此先道声恭喜了。承蒙真朝郡主这般看得起本王，只是本王有些不明白，除了那日城门迎接，还有就是沁雪楼小聚之后，本王便与真朝郡主无过多的交情，真朝郡主为何会看上本王啊？他可不喜欢剧情的发展超出他的预料，那种无法掌控的感觉让他不喜。何况依他的了解，真朝郡主在南清并不受待见，也就是说娶她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是啊，本宫也好奇着呢。真朝郡主可否说说你是怎么看上怀王殿下的？本郡主与怀王殿下虽然只有两面之缘，可他却是作为本郡主夫君最合适的人选。太子殿下刚新婚不久，若本郡主此刻选择太子，未免太过无礼。四皇子年纪尚小，如此闹腾，宛如一个未长大的小孩，更别说娶妻了。其实这么多皇子中，本郡主最欣赏战王殿下，可惜战王殿下眼里只有他的战王妃，强扭的瓜不甜。本郡主不傻，犯不着为了一时冲动毁了本郡主的一世姻缘。照郡主这么说，你就是没得选才选本王的喽？并不是，怀王殿下宅心仁厚，品德兼优，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更别说怀王殿下待人亲厚。本郡主虽然欣赏战王殿下，可却希望能与怀王殿下这样的人过日子。两人在一起，为的不是有多轰轰烈烈，而是一起面对粗茶淡饭时也能把酒言欢，谈笑风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吗？皇上，臣妾看真朝郡主是真心实意喜欢怀王殿下的。若这门亲事成了，不仅跟南清的关系会好起来，还促成一对好姻缘，何乐而不为呀？皇后所言不无道理。无聊，真把小爷给无聊死了。小爷到外面醒个酒。既然这样，怀王，你的意思呢？真朝郡主一番话可说到本王的心坎里去了。只是本王若娶郡主，只能许郡主一个侧妃之位，如此屈尊，不知郡主可否愿意？早就听闻怀王殿下非中意之人不许正妃之位，如今一看倒真是，也无妨。本郡主相信感情这东西是可以慢慢培养的。怀王殿下现在不喜欢本郡主，不代表以后不喜欢。郡主看得通透，相信你与怀王殿下成亲后，定会夫妻和睦，恩爱有加。怀王听旨，大越与南境两国休战已久，今为两国邦交，朕在此特赐怀王与南清真朝郡主二人成亲，赐南清真朝郡主为怀王侧妃。成亲的日子由钦天监，则良辰吉日钦定。谢皇上隆恩。突然，南清与大越联姻，怎么能少得了我北蛮的祝福？北蛮今年没说要来呀，是不是哪里弄错了？人都来了，哪里会错？北蛮不请自来，事情怕是没那么简单呀。皇上恕罪，奴才拦不住。怎么，你们大越欢迎南清，就不欢迎北蛮？在下乃北蛮昭亲王的贴身随从，见过大越天子。如今昭亲王就在殿外等候，大越天子不会如此无礼，将我北蛮的王爷就此赶走啊！北蛮使团远道而来，大越岂有不待客的道理？请北蛮昭亲王上宴，共贺除夕。有请北蛮昭亲王上宴，共贺除夕。早听闻大越的春节乃是盛节，本王早想目睹，今日不请自来，多有叨扰，还望大越天子莫怪。
昭亲王亲自拜访我大越，朕高兴还来不及呢。高公公，赐座。这会好了，不仅南青来了，北蛮也来了，这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南青与大越联姻，北蛮怎么会坐以待毙？若南青跟大越联手对付北蛮，北蛮不就是任人宰杀的羔羊了吗？想必这位就是战王妃。昭亲王认得本妃，能这样堂而皇之坐在战王身边，且毫发无损的女人，除了战王妃，还能有谁啊？昭亲王谬赞，能让战王看上的女人，本王想战王妃你，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本妃是怎么样的人，昭亲王不必知道吧？本王只是好奇，想多了解了解战王妃罢了。怎么？难道本妃的魅力已经走出国门，连北蛮的昭亲王都被本妃迷得不要不要的？此话一出，殿中的重臣差点没被口水噎死。战王妃是大越京城的女子，却没有京城女子的娇柔，倒如我们北蛮的女子直率可爱，本王还真是喜欢的紧。此话方落，莫尘渊修长的眸眼就是一沉，眉间戾气隐隐乍现。咦，王爷，有人恶心臣妾。昭亲王，你一没我夫君好看，二没我夫君有本事，你们北蛮还是我夫君的手下败将呢，就这样还敢来调戏本妃，也不看本妃是谁的人，当真是没有自知之明。你们说谁是手下败将？说你们北蛮是我夫君的手下败将，打了这么多场仗就没赢过我夫君，还有脸在这里瞎叫叫。你阿图，大越天子，这就是你们大越的待客之道，任凭一个黄毛丫头来羞辱我们王爷，此言差矣。这位客人呐，你口中所说的黄毛丫头，可是我大越的战王妃。你们北蛮的规矩如何，老臣是不得而知。可在大越，君子君之，不可对有夫之妇报以遐想。可昭亲王方才所为，更何况你方才对战王妃出言不逊，都让老臣不知，究竟是你们北蛮羞辱我大越，还是我大越羞辱了你们北蛮？昭亲王，您可否为老臣解惑一二啊？本王只是想表达一下对战王妃的爱慕，有何不妥？昭亲王如此说，我们战王妃方才说的那些也都是事实啊，何来羞辱一说呀？北蛮跟大越之间的战役大大小小几十场，每一场都是以战败告终，就是因为驻守在边疆的是莫尘渊，要是换一个人，断不会受这等屈辱。北蛮百姓每每谈及此事，不是言论消极，就是怪北蛮皇室无能。更因如此，北蛮王在北蛮威慑力不足，不能令各大臣臣服，他们急需要一战来洗刷之前10几年的耻辱。然而他们一直寻不到机会，如今听闻莫尘渊将莫龙军军服上交，本应马上出战，却因为此前一直在吃败仗而犹豫不决，担心这是大越使出的障眼法，所以他们不请自来。一是为了探清大越的国情，二是绝不能让大越跟南清就此联手。贺连义止不住脸上的怒意，却心知不能在此时发作。此话说得不错，是本王心胸狭隘了。本王在这里给战王与战王妃赔罪，有空本王还需多向战王殿下讨教才是。本王不究先天缺陷之人，战王殿下是在辱骂本王？不是，王爷说的也是事实，不是在骂你。北蛮跟我夫君打过的战役不少，却一次都没赢过，这已经不是蠢不蠢的问题了，说明你们先天有缺陷，还是比较含蓄的说法呢。轰的一声巨响，贺连义终是忍不住一掌拍向案桌，不过眨眼之间，殿中气氛剑拔弩张。本王好像没有做过让战王妃难堪的事吧？那倒没有，可是你惹我夫君不高兴了。除了本妃，谁若是惹我夫君不高兴了，不管跟本妃有没有仇，本妃就是不想让他们好过。就算你是北蛮的亲王，也不例外。让鱼儿费心。大越天子，你们难道就由着战王与战王妃这般胡作非为？现在是你们欺负我北蛮，在此孤立无援吗？严重了，昭亲王啊，不是朕由着战王与战王妃胡作非为，说来也无奈啊。满朝文武都知道，朕对他们两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朕的这个儿子呀，从来就没听过朕的话。今日战王与战王妃如此说你，算是好听的了。所以你就知足吧。再说北蛮打不过大越也是事实，是不是？叶帝怎么都没有想到，平日把自己气得半死的叶芷云跟莫尘渊，今日竟还可以当成损人的借口。陈琳的面容之下不禁有些想嘚瑟。这北蛮不请自来，目的肯定不简单。都说来者是客，他若好好做客，他也不会为难他们。但若想惹是生非，他大越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主儿。昭亲王，战王妃平日里就爱开这些玩笑，本王都被他重伤过好几次，所幸本王大度，不曾与战王妃计较过。昭亲王乃北蛮亲王，不会这么小气，与战王妃一个女子计较吧？北蛮虽曾战败我国，但大越与北蛮边境近些年已经和平了许多。
本太子在想，昭亲王这次来大越，也是要与我大越议和的吧？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们这是在给贺连义台阶下。战王妃，本王记住你了。别惦记本妃，你消受不起。还不快来人，为昭亲王重新布置席座。北蛮虽是不请自来，但越帝还是要招待的，让高公公安排了宫殿供贺连义住下。小绿，娘娘，王爷有没有说这次去别院住多久啊？娘娘，既然要改建王府，想必没有10天半个月是不行的，有可能要更久呢。也是啊，而且莫尘渊任性，为了改建这事儿，他可能就直接不上朝了，所以也没必要赶着回来。要改建的话，梧桐院肯定是重中之重。去别院的时候，你把徐娘也叫上。这是什么？这丫头是做了什么？王爷，说是避子汤，是我自己要喝的。一股阴厉的气息朝着叶芷云的门面直扑而来。什么时候的事？开始到现在，周身的寒气似冷到了极点，本是深邃的瞳仁泛着一股莫名的死气，如同要大开杀戒一般。王爷！突然，萧明急促地唤了声，然而什么都还没说，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拂袖间，萧明直接被莫尘渊轰向墙面。你别拿萧明撒气，是我要喝的，他们都不知道。属下知道，请王爷降罪。转身离开了各方，莫尘渊离开的干脆利落。叶芷云想去换，却已经不见了身影。娘娘，娘娘，您没事吧？娘娘，我没事。小绿，快叫大夫。属下小伤，娘娘无需担心。有件事想问你。娘娘但问无妨。你知道我在喝避子汤？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的？属下乃娘娘贴身侍卫。若连这点端倪都发现不了，如何配做我战王府的侍卫统领？既然你知道，为何要帮我隐瞒？属下乃娘娘贴身侍卫，属下既是娘娘的侍卫，自是只听从娘娘的命令。你先下去吧，好好养伤。娘娘，王爷他只是一时气昏了头，待王爷冷静下来，定会原谅娘娘的。我知道。娘娘，徐娘，什么都别说了，方才吓着你了，快去歇息吧。哎呦，老奴哪还能歇得下呀？娘娘，千错万错都是老奴的错，老奴这就去向王爷请罪。你现在去也只会火上浇油而已，那该怎么办？都是老奴的错，老奴要怎样做才好？老奴要怎样做才能让王爷消气呀？你没错，让你熬避子汤的是我，不怪你。娘娘啊，好了，别说了。正要离开之时，叶芷云不知踢到了什么东西，清丽的眸眼不觉睁大，只见盒子里静静摆放着一大一小2枚戒指。娘娘，走吧。莫尘渊就像是失踪了一般，整个院子都找不到他的身影。娘娘，您还是歇息吧，外面风雪那么大，王爷定是找了个地方歇下了。是荒郊野岭的，外面又下着雪，他哪找的地方歇脚？王爷是习武之人，再如何也不会有事的。倒是娘娘，您怎么能瞒着王爷喝避子汤呢？我不想生娃，就喝了。其实王爷今日本来说要给娘娘一个惊喜呢，今日可是娘娘的生辰呢。生辰？是啊，娘娘，您不是正月初5生辰吗？哦，原来是原主的生辰啊！莫尘渊是想在生辰这日送她定情戒指啊，怪不得神神秘秘的。娘娘，寻个机会，您还是跟王爷道个歉吧。您是战王妃，为战王府开枝散叶，可是您的职责啊，战王府没有子嗣。娘娘，您又瞒着王爷喝避子汤，王爷怎能不生气？我知道了，娘娘，奴婢伺候您安置。我还不想睡，你先下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莫尘渊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他是一点都不明白。要他现在生孩子，年纪上确实太小了，除了接受无能外，他也不想早早的过上生儿育女的生活。这件事儿怪就怪在他没有一开始就跟莫尘渊说清楚。娘娘，王爷回来了，在哪儿？哎，你放手，你放手！哎呀，你这样我走不了路啊！抬眸就见莫尘渊黑沉着脸，手里不由分说的提着一个和尚。朕，这什么朕啊？这就是你请人的态度？朕，我朕行了吧？我朕。手，你看他做什么？现在是我要给你诊脉，那你找他诊去。手。老和尚诊了一会儿，那紧着的眉头越拧越深。这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你是想要我诊什么啊？大老远的把我抓来，不是把老骨头怎么吃得消？
还以为是什么要死要活的人，这不白跑一趟吗？当真无事，哼，不仅没事，身体还养得极好。你就是放他在雪地里冻个3天3夜都没事。说着，臭着老脸，一拂袖，抬脚就走了出去。还在生气啊？本王不该生气。我不是不想生，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的年纪生孩子有点太早了。你觉得我生气是因为这个？我也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我也知道是药3分毒，所以这不是一直注意着的吗？所以你觉得自己做的不错？我再也不喝了，我错了好不好？看嘛，别生气了嘛，我以后都不喝了好不好？你要我生我就生，好不好？哼，还有一个，我帮你带上好不好？昨晚等你等了好久，你都不回来，我就揣着它睡着了。我还未消气。带嘛，看一模一样的，若别人看到了，便知道你我是一对夫妻了，心中那点郁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此事是我疏忽，我从未想过此次之事，只是我未曾逼过你，为何不与我商量？以后不许再喝了。是，母妃曾被灌下避子汤，身子亏损至今也未能痊愈。我如此说，你可知后果有多严重？母妃被谁灌过避子汤？我就是问问，我绝对不喝了。深宫后院，谁无不可能啊？你刚临回来那个老和尚是谁啊？他是隐于少雪峰上的僧人，江湖人称药人僧，一身医术无人能比，生死人受百苦，只要还有一口气，便没有他保不住的性命。只不过为人也奇怪，性格乖张刁蛮，虽是僧人，却顿顿酒肉，于人治病相看人缘，寻常人难以请得动他。那你是怎么请到他的呀？我曾毁过他的药房，这又不是我的对手，增了我许多年。你毁他的药房，也是因为你有求于他？母妃在冷宫病入膏肓，我听闻后便去少雪峰寻他。母妃的药也快吃完了，正巧我让他在备血。王爷娘娘，这是怀王殿下下的喜帖。喜帖？喜帖是下到战王府的，礼服管家派人送了过来。正月初10，今日就已经是初7了，不会太急了吗？南清使团15之后便会启程回南清，虽急了些，怕也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莫晨曦邀请我们出席婚礼，去不去？随缘啊。那便不去了吧。战王府不是在改建中吗？回了京还要折返别院，太折腾了。好。叶芷云跟莫尘渊两人窝在秋山别院，宛如世外桃源。此处没有喧嚣的闹市，也没有朝堂的纷扰，也不会有人刻意给叶芷云脸色看。两人每日晨起就去玩雪赏梅，夜晚到了后院泡温泉，闲来无事还会吟诗作对。南清君主当真使了一手好牌，随随便便派过来一个郡主，打着两国交好的幌子，便与大越联姻了。可惜北蛮没有公主，不然昭亲王今日也不会空手而归。哼，我北蛮用不着使这等手段来讨好大越，大越只要有莫尘渊在，你们南清就是使再多手段，也不可能拿下大越。赵亲王想多了，大越与南清交好，南清又怎么会对大越不利？倒是昭亲王此时不应该想想回去该怎么禀报北蛮王吗？本王与昭亲王回国的道路不同，就此拜别，保重。王爷，都布置好了？都布置好了。待王爷离开大越边境，我们的人马上动手。娘娘，礼部管家的书信说战王府已经改建好了，问娘娘与王爷什么时候回府，他好派人前往迎接。才1个月就建好了呀，这也忒快了些。那是自然，战王府可是王爷与娘娘居住的地方，怎能怠慢？礼服办事一向稳妥。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别人想什么时候回去啊？既然建好了，那就明日回去吧。在秋山别院待久了，整个人都有些飘了。秋山别院虽好，但该回去的还是得回去。好，王爷，少雪峰上的药领回来了。药人松？什么药？上次那老和尚给他把过脉后，就再没见过了。这是母妃的药，与你成亲之时，我便进宫送过一次，如今怕是快吃完了。这个呢？闭嘴药。我的？我的。这一时间他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其实可以生的，怪不得莫尘渊这1个月都没碰他，原来是在等婢子药。咱们要个孩子吧。此药对身体无害，余儿可安心。既然是药，怎么可能没有副作用？如今你可了解我当时的心情？你就别打趣我了，我不都认错了吗？药人僧乃世间名医，虽为人乖张怪异，但他的医术我信得过。那咱们什么时候要小孩？云儿何时想要啊？我莫说现在，不急，待你想好了，我们再商量。不知娘娘今日来找奴家是有什么吩咐？
确实有事儿，坐吧。奴家不敢。让你坐就坐吧，我有事要找你商量。景念，你觉得这驿馆盖得怎么样？当是极好，与其说是驿馆，依奴家看，更像是一家烦闹而别致的酒楼啊。你说这驿馆叫什么名字比较好？娘娘是要让奴家起名？不只是起名，我想聘请你来帮我打理这家驿馆。这，奴家惶恐。上次让你来战王府当乐师，你不乐意。这次你要是再推脱，我可就真的很没面子了。奴家不是这个意思，奴家不才，会的只是些污人耳目的污秽之术。娘娘让奴家打理驿馆，恐有不妥。你不必妄自菲薄，我的眼光还是不错的。我既然找你，便证明此事你能做好。你在红杏楼待了有多久了？回娘娘，奴家5岁便入行，今年20，在红杏楼已有15个年头。15年，你定知道不少事儿。你能在红杏楼混迹得这么久，不仅获得头牌的称号，还能明哲保身，靠的肯定不是你那身讨好的技能。奴家不明白，娘娘为何要花心思在奴家身上？奴家一无所有，又是小官出身，光这个身份便让人闭口不用。娘娘为何要对奴家这般好？憎恨一个人有很多理由，但喜欢一个人就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你和我的眼缘，我就想对你好些，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聘请你来打理驿馆，除了想将你从那些烟花之地救出来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你身在红杏楼那么久，定知道不少被逼步入风尘的男子与女子。我这驿馆的作用，便是用作收留这些人。有才艺的当然好，没有才艺的可以进来学。此驿馆只卖艺不卖身，对那些流落风尘，又或是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人来说，也是一条出路，不是？我是在救你，但也是在救那些正在落难的百姓。我这么说，你还要拒绝吗？但是，若娘娘看得起奴家，奴家愿尽力一试。好，就等你这句话了。快起来，快起来！谢娘娘。只是奴家的卖身契还在红杏楼，娘娘若要聘请奴家，那便还要替奴家赎身。这些都是小事儿，回头我让小绿跑一趟便好。谢娘娘。这一天你都谢800回了。还有，在我这里就不要自称奴家了。当然，你也不叫若晴，在红杏楼的那套你该丢弃了才好。你本名既叫景念，那便换回本名，明白吗？是。小绿，你随景念再去一趟红杏楼，将他从红杏楼里赎出来，多带些人手，免得那老鸨找借口生事儿。是，娘娘。你到红杏楼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过来这里。回头我派些人过来给你打下手。怎么说都算掌柜了，可不能失了身份。是。对了，方才问你这驿馆该起什么名字，可想到了？景年倒是想了个名字，就是怕取得不好，不合娘娘心意。你都还没说叫什么呢，怎么就知道不合我的心意了？玉音方，娘娘觉得如何？玉音方，玉乃清雅之物，伴这音字倒显得清新脱俗。光听这名字就起了赏月的欲望。极好极好，回头让人打一块好看的牌匾挂上。是。时光荏苒，清平5年夏，北穆皇宫，叶芷云如往常那般躺在院中的贵妃榻上享气，一身淡黄薄纱宫装，显得清雅出尘。忽而一声欢快的声音在院中响起：“母后母后，儿臣与父皇擅长回来了。”莫吵。小丫头只有6岁，头上扎着2个小揪揪，被莫尘渊一手给按歪了。啊！我父皇，我的发情要乱了，你们父女俩就不能安静会儿？不是才刚晨起，怎的又困了？你说呢？娘亲，朝中大臣又催爹爹生小弟弟了。莫要胡说。儿臣哪有？朝中大臣总是说皇嗣凋零，皇嗣凋零，那意思可不就是在催娘亲跟爹爹生小弟弟吗？说来也怪，太医都说我身子没问题，怎么生了欢欢之后就不怀了呢？顺其自然便好，便是有欢欢一个也不错。一点都不好，娘亲，爹爹都开始让儿臣看折子了，儿臣想去玩，儿臣不想看折子。玩物丧志。我不管，娘亲，你管管爹爹，儿臣还那么小，百姓家的小孩子都还在玩泥巴呢，我也想玩泥巴。这样，我给你3日时间，3日时间由你支配，你想去哪里玩都可以，哪怕是出城也无所谓，前提是将我御书房中的折子批完。真的？真的，你想怎么玩便怎么玩，我与你母后都不跟着。可以出城？可以。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儿臣马上就去批奏。你尽管做吧，若把欢欢给累着了，我饶不了你。哎呀，我有分寸，我有分寸啊！莫尘渊此举
无疑是要将欢欢当储君培养，心思昭然若揭。叶芷云怎么会看不明白？莫尘渊有意培养他上朝的习惯，就算如今他们没有皇子，前朝的大臣应该也明白莫尘渊的心思。叶芷云也是有心无力，他倒想给莫尘渊多生2个，可隐隐的似乎是莫尘渊用了什么法子，他既不想生，叶芷云也没有刨根问底，就如他说的，顺其自然吧。莫尘渊牵上叶芷云的小手，两人缓步迈上露华宫的云景台。如今的北墓良田万顷，绿意嫣然，除了良田，还有北墓的兵力空前鼎盛。如今的北墓随手抽出一个百姓，都是能保家卫国的好儿郎。5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北墓盛世已近在眼前。这一世有你，才叫繁华。一世。